哎呦，快走快走，真是晦气！这罗家人也是的，人都不行了，竟然扔到山里也不埋了，这病要是传出去可怎么是好啊！哎呀，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家那口子说，死人扔在这里啊，这山里那些吃人的狼啊什么的，看到就给叼走了。也是啊，不过这毕竟是自己家的孩子，怎么能忍心扔到这里就不管了呢？要是我家的，我肯定舍不得。这时他的脑袋就像被人划开了一道口子，强行塞进一些不属于他的记忆。待他消化完这些消息再回神时，天不知何时已经黑了。借着月光看到的全都是树，其他什么都没有。伸出手，他想爬到树边靠着休息，可是在看到伸出去的小手时，他愣住了。明显的小孩身体，他这是穿越了。检查过后，他久久不能回神。小磊，小磊！听声音是原主相依为命的小姑罗爱春。小磊，小磊！姑，我在这里。小磊，是你吗？小磊，是我，姑，我在这里。罗爱春闻言踉踉跄跄地跑了过来，看到地上趴着的小人儿，他慌忙上前，直接将人从地上拉了起来，紧张地检查着他的身体。小磊，你还好吗？还好吗？都怪我，都怪我。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罗家磊有气无力地回答。好好好，没事就好。是我回来晚了，齐家找我过去想让我嫁人，还不让我回来，是你爹娘去将我接回来的。我回来才知道，他们竟那样狠心，将你扔进了山里。走，姑背你回去啊。2天后，躺在牛棚里的罗家磊才接受了自己已经穿越的事实。看着牛棚顶，他再次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哎呀，你个死丫头什么时候回来的？你竟然敢回来，快来人呐！在原主的记忆里找了一圈才知道，来人是罗家老三的媳妇儿宋巧月宋氏，平常就爱说八卦，干活总偷懒，回家总偷吃的主，原主的三婶儿。宋氏这一嗓子喊来了罗家所有的人，原本都不来后院角落这个牛棚的人一下子全都来了。哎呦，这丫头怎么回来的？这是要干什么呀？被村里人知道了，以后我们罗六家还怎么在这村里立足啊？快快快，老大老三，你们2个快将他扔出去！说这话的是罗家的老太太赵氏，一个重男轻女极势利眼的老太太。娘，小磊的病已经好了，他已经好了。罗爱春本在外面干活，听到宋氏的一声吼就知道出事儿了，慌忙地跑回家来。赵氏狠狠地瞪着自家的小女儿，张口就骂：你这个不知深浅的东西，他得的那是瘟疫，那是瘟疫，会传染的。你还想将他留在家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没有没有，娘，小磊真的已经好了，他真的好了。我从齐家回来的那天夜里就将他从山上找回来了，已经回来2天了，我也没有被传染，证明他得的不是瘟疫啊。罗家磊看着这些人无语极了，他细细地扫了一眼，除了原主的爹娘，罗家其他人几乎都在，可是全都冷眼地看着他，唯有小姑在苦苦地求情。奶，二妹是不是瘟疫啊？我们找村里罗大夫看看就知道了，我现在就去找。一个15岁左右的男孩站了出来，说完就飞快地往外跑去。
赵氏急了：星强，你给我回来！当初说他是瘟疫的就是村里的罗大夫，否则宁可卖了他，我也不会让你大伯父和三叔扔了他呀。不用麻烦，如果罗大夫确认我是瘟疫，我自己离开。哼，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赵氏恶狠狠地说了一句，然后冲着围在一起的罗家人挥了挥手：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万一这丫头得的是瘟疫，你们再被传染了可怎么办呢？都出去。罗家是赵氏的一言堂，赵氏一句话，罗家人全都默默退了出去。后院只剩了赵氏、罗爱春以及罗家磊。你个死丫头，这些年真是白养你了，翅膀硬了是不是？竟然敢出去将他背回来了，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11世纪穿过来脾气不怎么好的罗家磊怎么可能看得过去？罗家磊上前用了自己所有的力气，直接将赵氏推开了。赵氏已经60多岁，这些年儿孙都长大了，他也很少下地干活，所以身上也没什么力气。冷不丁在没防备的情况下被罗家磊这样一推，他连连后退几步，最后一屁股坐在地上。哎呦，你个小贱人，赔钱货，竟然敢推我！娘，娘，小磊他不是故意的，小磊不是故意的，娘。你给我滚开，你个晦气的东西！赵氏一把将罗爱春推开，抓过罗家磊的胳膊，伸手就在罗家磊身上狠狠地拧了一把。被这样一拧，他感觉自己的腰瞬间就疼麻木了。他清楚地感受到赵氏抓着他的肉拧了360度。常言道尊老爱幼，可是也要看看这个老的值不值得尊。反手，罗家磊的小手就伸到了赵氏的腿间，也学着赵氏的手法，在他的大腿内侧捏了一把软肉的同时360度旋转。哎呦！赵氏哀嚎了一声，松开了罗家磊。疼痛感让他老脸煞白，看着罗家磊的眸光中充满了恨意。正当赵氏疼的想找棍子狠狠去打罗家磊时，跑出去找大夫的罗新强回来了，身后跟着一个50多岁的男人，手上拿着一个小箱子。罗家磊在看到进来的罗大夫时，哇的一声就哭了，要多惨有多惨，甚至边哭嘴里还边说着：奶，你就算不喜欢我，也不用拧我吧，好疼，真的好疼呀！罗新强见自家妹子哭了，慌忙的上前，有些紧张的问：二妹哪里疼？哪里疼？告诉大哥。罗家磊边哭边将自己衣服撩了起来，腰间的嫩肉因为赵氏出手太狠，竟然掐出了血，一大片的青紫。进来的罗大夫看到后忙上前，边皱眉给罗家磊腰上上药，边指责着赵氏：我说他六婶儿，小磊好歹也是你罗家的孩子，你怎么能对一个孩子下这么狠的手？我就对他动手怎么啦？还不是因为这死丫头先对我动手的。赵氏不服，罗家磊边抹着眼泪边看着赵氏，哭声不止，吐字清晰。奶，你说我对你动手了，那你也让罗大夫给你看看，我们俩谁伤得重啊？我……赵氏老脸一红，有苦难言呐。他的伤在大腿根儿，这怎么能让别人看呢？他又不是小孩子，没有什么忌讳，可以直接将衣襟撩起来让人看伤。你个死丫头，胡说八道什么呢？我一个富人家的，怎么可以将自己的伤给罗大夫看呢？奶，大夫的眼里只有2
人，病人和普通人。你说我对你动手伤到了你，那你就是病人，还是让人给你看看吧。这死丫头向来八竿子打不出一个屁，今天怎么这么多话，还敢对自己动手？哼，死丫头，看我怎么收拾你。他六婶儿，你说小磊也伤了你，那我给你看看。赵氏心里怄，但是没办法呀，他的伤不能给别人看，只能咬碎了牙往肚子吞。没事儿。奶，如果不是你动手打小姑，我怎么会失手将你推倒呢？罗大夫，你看看。因为长期营养不良，皮肤泛黄的胳膊上全都是青紫，新伤加旧伤，没一块好肉。没事儿，我没事儿，不用看的。罗大夫还想说什么，罗新强忙打断了。叫您过来是想让您再给看看，之前您说我二妹得的是瘟疫，可是我二妹现在好了，您再给看看。闻言，罗大夫被转移了注意力，因为瘟疫的事情人心惶惶，有一个瘟疫大家都恨不得离得远远的。当初罗家的这个丫头确实有染了瘟疫的征兆。来，我给你看看。罗家磊很配合，他自己前世就是医学世家出身的，3岁便能识药，5岁能自己配部分药，10岁可以看一些简单的病症，18岁他中西医结合，在国内小有名气，25岁他已经是世界权威专家。就因为处处压了同父异母的妹妹一头，造成了对方的嫉妒，给他下了一款最新型的毒。在发现自己中毒的那一刻，他将手术刀刺进了对方的心脏。同归于尽，这个结果他很满意，可是没想到老天再次给了他机会。不过这也不能证明对方就没有机会穿越，说罗家庙也活在这个世界，定要他血债血偿。把过脉，看过舌苔，仔细观察过后，罗大夫松了一口气，笑了。小磊这孩子没事儿，不是染了瘟疫。真是太好了，二妹你没事儿。罗家磊却想到自己在树林里刚醒来时嘴里发苦，明明就是有人给他吃了药，会是谁呢？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他六婶儿，小磊这孩子没事儿，就是身子虚，这2天给补补。只白了罗大夫一眼，没说话。罗新强看出来气氛有些尴尬，忙道：罗大夫，我送您出去，今天真麻烦您了。罗大夫前脚刚出门，后脚赵氏便从旁边拿起一根棍子。我打死你个赔钱货，打死你个绞价精，竟敢对我动手，我打死你！罗家磊早有防备，赵氏棍子打过来的时候他就闪开了，可是罗爱春却心疼罗家磊，扑上前去挡棍子，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他回头就看到赵氏的棍子打在小姑身上，情急之下他反身回去推开了罗爱春，可就是这一下，赵氏的棍子已经打在了他身上。瞬间他感觉半个身子都不是自己的了，火辣辣的疼。小贱人，我看你往哪儿跑！罗家磊扭头看了赵氏一眼，抬腿就往外跑，嘴里还不断地喊着：打死人了，打死人了！无论什么时候，最不缺的就是看热闹的，听到声音全都来看发生了什么。罗家磊借着原主的记忆，一路跑到了凹山村的祠堂。赵氏还在被罗家磊掐了大腿中不能自拔，也举着棍子到了祠堂。打死人了！因为赵氏那一下打得太狠，他背上都出血了。哎呦，婶子你这是干什么呀？家磊再怎么说也是个小孩子，
你这是干什么呀？收到消息的族长赶来，看到的就是罗家磊不断地抹着眼泪，赵氏举着棍子，一帮子女人围着他在劝说。都干什么呢？罗六家的，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没什么事儿，就是孩子不听话，我打2下，让他听话。我说老六家的，你这不是昧着良心说瞎话吗？老五，我们家的事情哪里轮得着你说话呀？罗家磊抬头看了一眼被称为老五的妇人，赵氏的妯娌，同一个婆婆。两人年轻还没有分家时就在一个锅里吃饭，多有不和。老五秦氏与赵氏的积怨便越来越深，互看不顺眼，有机会总要上前去踩对方一脚才舒服。敢做不敢当啊！你们将星磊丫头扔进山里，不顾她的死活，村里谁不知道啊？那好歹是条命，如果是我家那几个孩子，我可是舍不得扔啊！老五，你知道什么？你以为我想将星磊扔出去吧？村里的罗大夫说他得的是瘟疫，为了全村人的安全，把他扔出去，也是从我身上割肉啊！好好的站在这儿啊！就是，我刚刚遇到罗大夫还问了，他说艾福家的二丫头啊没有得瘟疫。没有得瘟疫，六婶子为什么要将星磊丫头扔了？罗大夫几天前确实说星磊得了瘟疫，为了不让大家传染，我们才做的那个决定啊。行了，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老六家的，你为什么要打星磊？还下这么狠的手啊？罗家磊因为身体虚，外加被赵氏打了一下，一路跑到祠堂已经是极限，站在原地天旋地转。当族长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再也挺不住，直接倒了下去。当他再次醒来，已经是2天后，依旧在牛棚。睁眼就看到牛棚顶上的茅草，安静听了一会儿，后院没有一个人。他撑着身子起身，还没走出去，就听到墙外面传来赵氏的骂声：“你个晦气的东西，还不好好干活，天天就知道偷懒！”骂晦气，定然是赵氏又在骂罗爱春了。站在空地上，抬头望着蓝蓝的天，他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从此他再也不是罗家磊，而是罗星磊。他刚想说话，人已经跑没影儿了。没一会儿就听到急急的脚步声走进了后院，正向牛棚走来。他抬头看去，便看到罗新强满头大汗地跑了进来，手放在怀里，神秘兮兮的。二妹，你醒了，看大哥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罗新强说着，伸出放在怀里的手，手上放着一只烤得黑乎乎的鸟，手也因为抓着鸟黑黑的。原主的记忆里，这大哥与原主并没有什么交集。罗新强是家里的男孩子，颇为受宠，而原主在罗家没什么地位，每天有干不完的活，也不能像正常孩子那般去玩耍。快吃吧，爹娘这2天不在家，奶不给你东西吃，睡2天了，肯定饿坏了。我赶紧吃了吧，一会儿地里干活的人该回来了。说完，罗新强一溜烟地跑走了。他是真的有点饿了，深吸一口气，将罗新强给他的烤鸟全吃了。许是因为饿太久，胃小了，吃了一个烤鸟，胃就有点憋得慌。正打算将手洗干净，地里干活的人回来了。罗爱春走进角落，看到罗星磊正坐在床边，欣喜极了。小磊，你醒了？醒了。罗爱春上前伸手将他抱进怀里，开心极了，良久才放开了他。
你先坐着，一会儿姑给你拿吃的来啊。话音刚落，前院就传出一个男孩欢喜的叫声：开饭喽！开饭喽！小姑，不用了，我跟你一起去。罗爱春一听这话，脸色就变了，慌忙阻止了罗新磊下床的动作，有些为难地说：你在这里等着，姑去拿，一会儿给你送过来。小姑，奶是不是不打算给我吃东西了？罗爱春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不过还是用哄小孩子的语气哄着罗新磊：不会的，你奶现在正在气头上，等她消消气就好了啊。罗新磊在心底默默地翻了一记白眼儿，消消气，这气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消呢。小姑，你去吧，我不饿。你这孩子怎么能不饿呢？都睡2天了，肚子里那点食儿早就消化了吧？一会儿啊，姑就给你拿过来啊。不用了，大哥刚才给我吃的了。小姑，快去吧，一会儿晚了就没东西吃了。这是罗新磊在原主记忆里回忆到的。有时候罗爱春与原主两人因为干活去晚了，就没有饭了，给他们剩下的只有一桌子没有收拾的碗筷。在这个缺衣少口粮的年代，每个吃过的碗都相当干净，他们甚至连汤都没得喝，很多次都是饿着肚子靠喝凉水挺过来的。罗爱春走了，罗新磊自己坐在床边，一遍又一遍地将原主的记忆翻了又翻，除了憋气还是憋气。原主从出生有记忆开始，除了干活还是干活，一直跟着罗爱春睡牛棚。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他已经在脑子里开始规划，来到这个世界要做点什么，才可以让自己以最快的速度站起来。罗新磊回头就看到比他大2岁，在家里却比较受宠的姐姐，手上拿着一个窝头，站在柴火堆那里，一副想靠近又不敢靠近的样子。他看着罗新梅没有出声，因为原主恨这个唯一的姐姐。同样都是爹娘生的，姐姐比她更加受宠，平常也只是干一些轻松的活计，夜里也是跟着爹娘一起睡。原主曾一度认为是这个姐姐抢走了她所有的疼爱。见罗新磊只看着自己不说话，罗新梅眼底闪过一丝失落，伸手将自己手上的窝头放在了柴火堆上，转身就离开了。窝头中掺杂了野菜，在阳光的照耀下有些发黑，但在罗新磊的眼中却有些发亮，甚至镀了一层光晕，暖暖的。起身走到柴火堆旁边，伸手拿过窝头咬了一口，满口粮食的香味儿。窝头是凉的，所以有些发硬，他吃得很慢。吃到一半的时候，一个稚嫩的声音叫了起来：来人呐，快来人呐，赔钱货偷窝头吃，赔钱货偷窝头吃。罗新磊甚至没有看清楚是谁，声音已经从后院传到了前院。几息时间，就听到赵氏愤怒的声音：这个小贱人，不给吃的竟然敢偷东西，看我今天不打死他！娘，小磊不会偷东西的，他不会偷东西的。你给我走开！你个晦气的东西，就知道维护这个赔钱货！我罗家怎么会有你们这么2个玩意儿？赵氏骂的话要多难听有多难听。罗新磊从床上站了起来，抬头看着赵氏，声音清脆：奶，我没有偷东西吃。还说没有偷东西吃？你手里的窝头是怎么回事啊？啊，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好你个小贱人，竟然敢偷东西吃，看我今天不打死你！赵氏从一边的柴火堆找到一根长棍，对
对着罗兴磊就挥了过去。看我今天不打死你！他是将前2天在村里丢人的恨全都记到了罗兴磊的头上。这2天秦氏在村里没少说他的坏话，甚至说他虐待自己孙女儿。他今天还就真虐待了，又能怎么样？我没有偷吃。看到赵氏的表情时，他知道今天这顿打是逃不掉了。棍子没有落下，比罗兴磊高出1头半的罗兴强挡在了他面前，握住了赵氏落下来的棍子。奶，二妹没有偷东西吃。兴强，你给我让开！赵氏很生气，可是骨子里他对男孙还是颇为疼爱的。奶，二妹真没有偷东西吃，这个窝头是我让小梅给小磊拿过来的。罗兴强话刚说完，罗兴梅就站了出来，虽然有些害怕赵氏，但还是颤着身子走过来，脆声声道：奶，二妹的窝头是我拿过来的。哟，这二房的几个孩子什么时候这么齐心了？小强、小梅，你们平时不是不管小磊的死活吗？我还以为他是捡来的，不是你们二房的人呢。人群中一直没有说话的罗兴平上前，伸手就推了三婶宋巧月一把。三婶儿，我们二房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说话。宋巧月连连后退，被一个半大小子伸手推了，他的脸瞬间就红了，又气又恼。罗兴平，你知不知尊重长辈啊？竟然敢这样推我！罗兴平白了宋巧月一眼，没说话，走上前挡在罗兴梅的面前，眼神直直地看着赵氏，掷地有声道：奶，爹娘去外婆家还没有回来，若是你现在将小磊打死了，我爹娘回来您要怎么跟他们交代？交代什么？罗家我老婆子当家，我教训一个丫头片子，你爹娘还想反天不成？赵氏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有些闪躲。老二媳妇是什么性子他可是清楚得很，平常看着笑呵呵的，但真生起气来。爹娘不在家，二妹做错了什么都由我们这些当哥哥的来承担，奶如果感觉不出气就打我吧。站在罗兴强后面的罗兴磊看着罗兴平，眼神闪了闪，这家里还有一个腹黑的呀，不过莫名的感觉这些哥哥姐姐很暖。在家里什么都要与他争一争，小的时候若不是有爷爷奶奶护着，他恐怕早就被后妈整死了，但有什么用呢？后来还不是被同父异母的妹妹毒死，才传到这儿来了。他不愿意看着别人替他挨打，挪动了一下身子，他从罗兴强的身后走了出来，与罗兴平站在一起，同样直直地看着赵氏。奶，如果因为前2天您打我，我跑出去在村子里给您丢了人，你可以直接打我。你胡说八道什么？明明就是你偷了窝头来吃，还敢不承认？今天我就要打死你！奶如果要打死二妹，就连我们一起打死吧。罗兴强上前，直接将罗兴平与罗兴磊护在了身后。一边站着的怕怕的罗兴梅见2个哥哥都护着妹妹，他自己也想护着，鼓足了勇气，他上前站在了罗兴磊身边。站在人群中5岁的罗兴笑，小脸纠结成了包子，可是看到哥哥姐姐都站在一起，也迈开自己的小萝卜腿儿，上前牵住了罗兴梅的手。二房的孩子站在了一起，挑战赵氏的威严。这是第一次在罗家有人敢挑战他。正犹豫的时候，一个声音响起来：娘，不是我这个当三婶的说，二哥二嫂不在，这些孩子一个个都要反了。您要是再不给好好管管，回来指不定二哥和二嫂还要怨您不管呢。偷东西传出去多丢人呐！三婶宋巧月站在一边阴阳怪气地说：
赵氏听到三儿媳这样说，立刻就来了火气。前2天老二家的死丫头刚让他在村里丢人，现在又气他，不打以后家里谁还听他的？行，你们几个一个都别想跑了。娘，他们还是孩子，二哥二嫂知道了肯定会心疼的，让他们认错就行了吧，娘。赵氏一把就推开了罗爱春。晦气的东西！说完看向了罗兴磊兄妹几个，恶狠狠地说：你们几个跟我到前面去。罗兴磊几人齐齐地跪在了地上，5个人由大到小，老大罗兴强，老二罗兴平，老三罗兴梅，老四罗兴磊，老5罗兴孝。赵氏手上拿着藤条，绕着几人转了一圈，眸光盯在罗兴磊身上。说吧，怎么偷的窝头？奶，刚才在后院的时候，大哥已经说了，窝头是我给妹妹的。罗兴梅难得壮着胆子说了一句：你闭嘴，你个死丫头！赵氏甩手将藤条直接打在了罗兴梅的后背。罗兴梅疼得额头瞬间流出了冷汗，身子颤巍巍的，随时都要倒下去的样子。因为入春，身上的衣服都单薄，一藤条下去，罗兴梅的后背已经渗出血来，外加长期营养不良，受了这一鞭子，小脸煞白。奶，窝头是我吃的，你要打就打我。他还是不忍心看别人替自己挨打。赵氏一手指着罗兴磊，面目狰狞。哎呦，你个赔钱货，终于肯承认东西是自己偷的。这锅他不背。我没有偷，这窝头是怎么来的已经解释过2遍了，奶既然不信，那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奶。你说，我看你今天能问出个话来。我是不是罗家人？罗兴磊很干脆的就问了出来，堂屋里所有人都傻眼了。罗六砰的一声，拳头直接砸在炕桌上。这是什么混账话？你怎么不是罗家人啊？罗六在罗家基本没什么存在感，但只要他生气，还是有几分威严的。连赵氏都站在一边闭上了嘴。爷，既然我是罗家人，为什么罗家没有我吃的饭？姐给我拿过来一个窝头，奶都非说是我偷的，还是说家里没有出一个小偷，奶心里不舒服，非要给我安一个小偷的罪名？罗兴磊眼睛直直地看着罗六，罗六撂了撂眼皮儿，扫了赵氏一眼，有些不悦。赵氏回瞪罗六一眼，罗六刚刚起来的那种气势瞬间蔫了点儿。你奶打你是心疼粮食，咱家人口多，粮食不多。爷，您都说了我是罗家人，那我吃家里的粮食就成了浪费吗？罗兴磊问得罗六一愣一愣的，想甩手不管，可是家里的晚辈都看着，就不能不管。这是什么话？一个小小的晚辈是要反天了？他算是看出来了，原主的爷爷就是个雷声大雨点小的。赵氏一瞪眼，罗六立刻就怂了。爷，我吃口东西就反了天了，爹娘不在，连个替我们说话的人都没有，三婶子2句话就能让奶打我们，爹娘要在，肯定不是这样的。小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什么叫我2句话就让你奶打你们了？藤条又不在我手里，我也没抓着你奶让打你们呀。三婶子宋巧月瞬间不干了，说得很是理直气壮。若是原主早就已经吓得6神无主了，但现在的罗兴磊可是当真不会惯着这些人。人在做，天在看，三婶说自己没做，敢发誓吗？你，
我为什么要听你一个小丫头的话呢？毛都没长齐呢。三婶既然不敢发誓，那就证明我说的是对的。他虽然现在还没有正式接触到这个世界的规则，但上辈子的小说和电视剧也不是白看的。这个朝代在历史上虽然没有，可是古人都很相信誓言。行了，闹什么闹？一天天的没个消停的日子，就为了一个窝头至于吗？以后小磊跟着大家一起吃。罗六低沉着声音，憋着一股子怒火，说完后甚至不敢看赵氏一眼，慌忙离开了。三婶子宋氏狠狠地白了罗兴磊一眼，推着自己的孩子与自己的男人罗爱宝离开了。小婶子李秋也瞪了自家男人一眼，乖如小兔一般扶着大肚子的李秋离开了。大伯父罗爱贵一家也离开了。整个堂屋瞬间就剩下二房罗兴磊兄妹5个，外加罗爱春与赵氏。火气将所有的恨都记在罗兴磊一个人身上，扭头看着罗爱春命令道：爱春，一会儿去将桌子收拾了。知道了，娘。罗兴磊将罗爱梅从地上扶了起来，有些担心。还能挺得住吗？没事的。罗爱梅摇了摇头，声音很小，有气无力。罗兴磊没有多说话，扶着罗爱梅去了东厢房，老二罗爱福2口子住的屋子。罗家住的院子是之前一土财主住过的，修建各方面挺好，就是年头太长，很多地方早就已经坑坑洼洼，在罗兴磊的眼里更像危房，但有危房住也比住牛棚强。罗兴磊将罗兴梅送到东厢房后就回去了，从前院到后院，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堆放杂物的，过去是一个后门，再过去是一个柴火堆，柴火堆旁边是牛棚，码得整整齐齐的柴火相当于一面墙。正考虑着要不要想办法去哪里弄点草药，罗爱春就已经收拾完过来了。小磊，你真是吓死姑了。我没事。他勉强扯出一抹笑。小磊，你今天真是太胆大了。罗兴磊微微皱眉。哎，我的意思是，你不该那样跟你奶说话，万一他打你，你这身子才刚刚好，还很虚，受不了那一下。没事的。他轻轻摇头。罗爱春看着罗兴磊，好一会儿才道：小磊，你变了。无比郑重地看着眼前这个包子小姑。死过一次又被抛弃的人，必须自己保护自己。小磊，你今天的表现太让我意外了，不过我还是喜欢你能自己保护自己。我也会保护你的。罗兴磊伸手轻轻环住罗爱春的腰，感受着罗爱春怀里的温度，有一种前世妈妈抱自己的感觉，他有些留恋。良久，罗爱春轻轻地推开罗兴磊，十分认真地看着他道：小磊，无论什么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罗兴磊感觉有些奇怪，但还是重重地点了点头。他自然会保护好自己，现在的他早就已经不是以前软弱可欺的原主了。行了，你自己在家里待着，过去地里干活了。罗爱春走了，罗兴磊想着罗兴梅身上的伤，决定出去看看。这个村就叫凹山村，三面环山，山里肯定有能用的草药。春耕季，大家都在地里忙活，罗兴磊自己出门后往右边的山里去了。原主的记忆里，凹山村分为左山、中山与右山。左山很多人走，
越过左山再走5里地就是县城，中山基本很少有人去，有时猎人会在秋天时组队进去。右山似乎有什么传言，没有人去。同时右山也是村里人用来吓唬孩子的，再不听话就将你扔进右山去，孩子瞬间就乖了。他之所以选择去右山，完全是因为距离家近。许是因为没有人去右山的原因，刚刚走进山脚就看到许多草药。罗兴磊因为身体虚，看到有些能直接服用的，当场就嚼了。一来补身子，二来也能填一下肚子，连吃带摘，他拿了不少回去。回到家，将草药洗干净后，拿了空碗，洗干净从外面拿回来的石头当杵。将药处理好之后，他拿着处理好的药去了东厢房，整个人直接趴在炕上，屋里没人。他上前从后面轻轻掀开了罗兴梅的衣服，给上完了药，人只是哼呵了2声便没了动静。他也没有叫醒罗兴梅，直接离开了。罗家每天吃2顿饭，早上1顿，中午1顿，晚上不吃饭。夜里罗兴磊饿得前胸贴后背，翻来覆去睡不着。小磊，姑，我白天睡多了，是不是动作太大将你吵醒了？罗爱春从床上坐了起来，下床从柴火堆的一角拿出一个窝头，放到了罗兴磊的手里。来吃吧，知道你饿了。姑，你哪来的？罗家的窝头可都是有数的，白天罗兴梅给他的窝头是省出来的口粮，那么小姑给他的这个呢？快吃吧，晌午吃饭的时候我就给你留了，还没来得及拿来呢。你奶他们就发现你在吃窝头了，我只能悄悄地藏起来了。姑，你吃吧，这是你中午的口粮，下午干了一下午的活，你肯定自己都没吃饱。行了，你这孩子，姑都是成年人了，你是孩子还在长身体，不吃饱怎么行啊？我不饿，就是白天睡多了。姑，你吃吧，白天干了一天的活也没闲着呢。快吃了啊，你奶今天给了我2个窝头呢。那还不是因为这2天活多，奶怕你吃少了没力气干活嘛。你这孩子性子变了，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要不吃就放一边，明天我就扔外面去喂鸡。说罗爱春没什么脾气，但当他真的生气时，10头牛都拉不回来。一人一半。原主了解这个包子小姑的脾气，罗兴磊不是很了解，但有记忆他也不敢真试探，毕竟那是粮食呀，他现在也是真的饿了。罗爱春也知道自己不吃，罗兴磊不会吃的，于是将手中的窝头掰成了1大1小2块，大的自然给了罗兴磊。罗兴磊也不好矫情，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依旧很硬，但现在已经不像中午那般难以下咽了，甚至感觉特别香，但不能快，拉嗓子眼儿。多了，躺下去正打算睡，就听到罗爱春说话：小磊，以后我要跟你奶顶嘴了。罗兴磊沉思了片刻，并没有问罗爱春为什么，只是重重地应了一声。以后一个人的时候要照顾好自己。原本困意来袭的罗兴磊瞬间就清醒了。你要干什么去啊？你爷奶给我物色了一个婆家，我过几天就要过去了。罗兴磊瞬间皱眉，心中失落，空荡荡的，仿佛失去了什么东西一般。沉默良久都没有说话，因为不知道说什么。我是一个不祥的人，
能找到夏家已经很好了，我会回来看你的。罗新磊心情很沉闷，什么话都没有说，闷闷的，心口仿佛压着一块石头。好啦，对方人很不错，也没有孩子，进门不用当后娘，都挺好的。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没有媳妇儿呀？罗兴雷可不相信罗爱春的话。真的，你个丫头，还不相信姑的话了？对方呢，就是年纪大了一些。说到了这里，黑暗中的他眼底闪过一丝失落。不过年纪大了会疼人吗？罗兴磊没有再问，也没有接话。罗爱春是他穿过来之后对他最好的，在原主的记忆中，所有的罗家人加一起也比不过一个罗爱春在他心里的位置，他们都是彼此的唯一。好，睡吧姑，明天早起还要干活呢。兴磊第一次上了罗家的饭桌，因为人多，男人一桌女人一桌，桌子中间3个菜，一盘水煮土豆，看不出来里面放了什么调料，一盘过了水的野菜，一盘酱菜，每人一碗苞米碴子粥，水米的比例在1比9，外加一盆子窝头。众人坐好之后，谁也没有动筷子，男人那桌都开始吃了，女人这桌还没人敢动。赵氏站起来，直接将窝头盆子拉到自己面前，伸手开始给众人分窝头。成年女人每人2个，因为现在是春耕，罗爱春需要干活，所以这2天赵氏会给她2个，怕她干活的时候没有力气。所有的女孩子每人1个。但到了罗兴磊那里的时候，赵氏直接将本属于罗兴磊的窝头放到了小儿媳妇李秋的碗里。刚要开口说话，他身边的罗爱春慌忙伸手拉住了他，冲他微微摇头，然后将自己碗里的窝头给罗兴磊拿了一个，并且小声地在他耳边问道：一个够不？不够2个都给你，我不饿。我不饿，我喝粥就行。罗爱春皱眉，还想将窝头放到罗兴磊碗里。坐在一边的老三媳妇宋巧月语气酸酸地开口了：哟，三姐，你这是2个窝头吃不完呀，吃不完给我们家小一吧，这2天孩子忙着跟着我去地里摘野菜，一直喊饿呢。说完，宋巧月直接伸手过来，就要去拿罗爱春碗里的窝头。罗兴磊看到了，慌忙伸手去拿走了一个，声音清脆：刚才奶把属于我的窝头给小婶子了，小姑是心疼我，看我没有才将她的分1个给我的。嘿呦，这是什么话呀？她是你小姑，就不是我家小一的小姑了。在众人注视的眸光下，直接拿走了罗爱春碗里的另一个窝头。三姐，你既然不饿，那就给我家小一吃了吧。说完，他真的将拿在手里的窝头放到了罗兴一的碗里，还笑眯眯地说：小一，还不赶快谢谢你小姑。我不谢，他都给罗兴磊那个没人要的东西窝头了，为什么不能给我啊？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罗兴一的肩膀轻得像是在掸灰尘，嘴上虽然说着教训的话，但表情可是乐开了花。罗兴一仰着小脸，一副很委屈的样子，直接看着罗爱春就吼道：他不过是个晦气的东西，凭什么谢他？你这孩子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才多大点人呢，就想着找夫家，我看你是要反了天了。娘不是说那晦气的东西就要嫁给老赖头了，没人要的东西，罗兴一的话还没有说完，宋氏这次是真的急了，直接伸手就捂住了他的嘴巴，怕自家女儿将一些不该说的当着人面说出来。罗兴一这次是真的疼了，
鼻涕眼泪全出来了，哭得那叫一个惨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走之前还不忘记回头笑呵呵地冲赵氏道：娘，这孩子一点也不听话，我带出去管教管教。行了，快去吧，这么吵，一会儿你爹该生气了。是。宋氏抓着罗星一的后衣领，直接将人像拎小鸡那般拎走了。小姑，快吃吧。我不饿，你吃吧。罗星雷有些生气，这小姑是真的包子呀，没看到桌上几个女人全都对窝头放出了狼光吗？一会儿小姑要下地干活，不吃东西没有力气的，快吃吧。我不吃就拿过来，推来推去的，粮食还有多余的。海春，既然你那么撑，以后就少给你分一个窝头。小姑，快吃吧。罗爱春不敢再说话，可是骨子里对罗星磊的关心还是让他将一个窝头分成了2半。看到被塞进手里的窝头，罗星磊心里五味杂陈，没有推辞，将半个窝头吃了。粥也喝了，桌上的菜他也尝了，只是放了一点点盐，其他什么都没有。菜他是想多吃点的，可是太少了，人多，一人夹一筷子就没有了。盘子洗干净后才回到了牛棚。罗爱春已经拿着锄头的农具去地里干活去了，而他满脑子都是罗星一刚才在饭桌上说的话。小姑要嫁给老赖头。想到老赖头，他的脑海中就闪过一个人影儿，粗布衣裳，补丁压着补丁，绿豆小眼儿一笑就成了一条缝儿，张嘴说话因为缺牙有些漏气，剩下的几颗牙全都是黑黄色的，吐字不清，个头1.6米多点，弯腰驼背大约1.5米，秃顶，脑袋的皮肤全是疙瘩，走路时鞋子都是落在地上磨的那种。总之要多邋遢有多邋遢的那种。罗星雷脸都黑了，这就是昨天晚上小姑跟他说的对方没有孩子都挺好的，这明明是从狼窝跳到火坑里去。老赖头的脾气可是不好的，又比小姑大了约20多岁，一个老男人一辈子没有碰过女人，但是想想就不能嫁。小磊呀，既然吃饱了就去地里干活吧，小姨比你小都知道去给大人帮忙，你这个好吃懒做的东西，竟然一直偷懒也不动。我说让你去地里干活，听到没有？你不去摘野菜，中午就别吃饭了。好狗不挡道。你竟然敢骂我是狗！宋氏彻底怒了，转身去一边找了一根长棍，拿着就冲罗星磊挥了过来。罗星磊本能的去躲避棍子，身子灵活的跳上了床，往里走了走。牛棚有顶，宋氏的棍子太长，直着是打不到站在床上的罗星磊的。罗星磊正盘算着要不要跑出去，或者给这个疯女人一点教训的时候，宋氏也跟着站上了床，手上的棍子依旧握在手里，愤怒到了极致，他手上的力气也大了几分。在挥棍子的时候，打到了牛棚顶那根本来就不怎么结实的木头，瞬间整个牛棚就像是被人拆了一个支点，坍塌了。在顶掉下来的一瞬间，罗星雷以最快的速度冲出去，但宋氏整个人都被压在了里面。牛棚坍塌下来的动静有点大，外面听到这么大的响声，罗家人全部集中到了后院。大家看着罗星磊，罗星磊看着大家。哟，哼，一个人在后院牛棚都能塌了，我看你们以后住哪儿？这时老三罗爱宝笑盈盈地开口说：娘，小磊不会以为您要给他和三姐重新安排一个地方住吧？牛棚一直都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就塌了呢？
还重新安排地方，想什么美事儿呢？娘，这话您就说错了。小磊自从上次病了以后就变了，以前多听话的孩子，说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从那次回来以后，不但敢顶撞您和爹，还跑到外面让您和爹丢脸。大伯娘这些日子在村子可没少在背后说您坏话。哼，她一个小丫头片子，想反了天不成？娘，你说小磊这丫头是不是中邪了？自从上次回来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都敢去村里告您的状，她还有什么不敢的？我真怕您不给她安排一个住的地方，她敢去族长那里闹。这个家里我说了算。罗兴磊看到他这个好三叔这样不留余力地抹黑他，想必是打着什么主意的。三叔，您这话就说错了。牛棚是我和小姑住的地方，我比任何人都爱惜，又怎么会将牛棚弄塌了呢？再说我一个小孩子，哪有那样的力气呀？这可不一定，谁知道你是怎么弄的？这后院就你一个人，牛棚塌了，难不成你还想说别人弄塌的？三叔怎么知道是三婶子将牛棚弄塌了？罗爱宝皱眉，回头看到人群中站着的女儿问道：小姨，你娘呢？娘说找这个没人要的东西去摘野菜，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下了。罗爱宝听到这话，哪里还能淡定啊，直勾勾地看着罗兴磊问：你三婶呢？三婶刚才过来拿棍子，不小心将牛棚弄塌了，将自己埋里面了。你正当他还想骂人的时候，塌下来的牛棚轻轻动了一下，里面传出微弱的声音：哎呦，救命啊！罗爱宝第一时间冲了过去，伸手就开始扒。他家9岁的儿子罗兴旺与罗兴一两人也冲了上去，开始帮忙。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将老三媳妇救出来！哦，其他男人也都上去帮忙了。很快，老三媳妇宋氏就被救了出来，直接砸在了宋氏的脸上，整个人是仰面被砸的，成了猪头。你没事吧？哎呀，哎呦喂！你说是不是兴磊故意整你的，你才会被压在牛棚下面？宋氏连连点头，甚至愤怒地看着罗兴磊，仿佛就是因为罗兴磊自己才被压在下面的。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小小年纪，心肠就如此歹毒。我罗兴磊发誓，没有干过将人埋在牛棚的事情，如若做过，明日必死。他本人是不相信誓言这些东西的，前世那些跟女朋友跟媳妇儿保证怎么样的，后来也没怎么样呀。再说他又没干那事儿，问心无愧。老三，先将你媳妇儿送屋里去，这些日子消停点儿，等你爹娘回来再收拾你。罗兴磊没说话，众人散了，罗爱春也走了，后院没人。回身看到塌下来的东西，他只能自己一个人在那默默地整理。如果下午不简单整出来，晚上都没有地方睡。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罗爱春也从地里回来，帮着一起将牛棚简单收拾出来时，已夜深人静。下面放点茅草，上面我们铺个褥子，今天晚上就先这样凑合一晚，明天下午姑干活回来再一点点的搭啊。好。也不知是两人运气不好，还是连老天爷都看不过去，刚睡着约1个时辰，便开始不停地打雷闪电。罗兴磊被惊醒。小磊，我们拿着东西去房檐下面吧，看样子要下暴雨了。两人刚刚将褥子与茅草移到屋檐下，豆大的雨滴就打了下来，瞬间就下大了。两人谁也没有说话，就站在屋檐下，
安安静静的等到天亮，雨才停了下来。我去做早饭，小磊，你要是困呢，就在这个茅草垛子上眯一会儿。看着牛棚的位置，去拿了铁锹，在牛棚的角落挖了起来。他需要尽快将牛棚搭建起来，这样才有睡的地方。饭后空着肚子，他悄悄去了右山，在山脚下边走边捡了一些补气的草药，就直接吃了，然后便找找看有没有可以卖的。皇天不负有心人，在他找了近半个时辰后，终于看到了一个让他惊喜到嘴巴快咧到耳朵根的药——野参。小心翼翼地将野参挖了出来，看天色尚早，他以最快的速度往县里走去。从凹山村到县里只需要翻过左山便可以了。走走停停1个时辰，终于翻过了山头，继续走5里地才到县里。正是中午，人来人往，他直奔药铺去了。找了一家大点的药铺，刚进去，一个小药童上前便对罗新磊凶巴巴地吼道：出去出去，一个小叫花子，谁让你进来的？脏了我们的地儿。被赶出来的罗新磊抬头看了一眼牌匾，转身找了附近一家看着门帘比较小的药铺。刚进去，一个40岁的大叔便笑盈盈地问：小丫头啊，你需要什么药？罗新磊扫了一眼，收拾得很干净，里面的药柜和桌子有些年头了，这里位置有些偏僻，有点冷清，平常似乎没什么人。收药吗？他并没有回答罗新磊的话，而是笑呵呵地说：丫头，你等一下。丫头，我这里庙小，没有什么人，也赚不到什么钱，药便不收了，这2个包子给你吃吧。这个给你，换包子。丫头啊，这个恐怕不行，你这参少说也能卖5两银子，我这包子自己家做的，菜包子外面1文5一个，你亏大了，叔不能占你这个便宜。罗新磊看了一眼包子，有些饿，但还是轻声说：那算了，谢谢大叔。说完他便要走。小丫头，你先别走啊。笑得很是和蔼。要不这样，你先进里面坐，包子你先吃着，我进去与我家夫人商量一下。与男人一起返回到铺子里，看着眼前的包子，罗新磊感觉自己的唾液不停地分泌着，可他并没有伸手去动这个包子，而是将头扭到一边，打量起这个小药铺。大约1炷香的时间，男人出来了，身后跟着一个胖胖的女人，慈眉善目，小麦肤色，眼睛很大，笑起来让人感觉很亲近。胖女人出来便打量着罗新磊，看到桌子上的2个包子没有动，她便笑呵呵地上前问道：丫头，你不饿吗？给的包子你怎么不吃啊？饿，但无功不受禄。再说大叔也没有同意我用野参可以换包子，包子便不是我的。来吃吧，你说的这个婶子跟你换，不过单是2个包子不行，婶子再给你1两银子如何？说完，女人还挺不好意思的讪笑2声，这才道：那个婶子家这个药铺啊，没什么人来，平常来的呢也都是附近一些买不起药的村民，也赚不了什么钱。你看1两成不？罗新磊不了解现在的行情，所以卖多少钱对他来说没有概念，只想着能先饱餐一顿便好。现在有包子吃，还有1两银子可以拿，他自然是同意的。好，谢谢婶子。他很喜欢这个铺子老板与老板娘的为人，很正直又善良。哎呀，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是婶子占了便宜呢，你叫我胖婶儿就行了啊。
胖婶乐呵呵地说完后，又看了看罗兴磊的小脸说：你先吃这2个包子，婶子去给你下碗面，今天呢一定要吃饱了才行。胖婶进里面的时候，看了一眼身边的男人，将身收起来吧，一会儿我再给丫头钱。好。男人乐呵呵地将身收了起来，收的时候非常小心翼翼。他细心看了，这可是有100年以上成分的野参。罗兴磊很饿，但前世良好的教养让他做不出来什么过于粗鲁的动作，动作文雅地拿着包子吃。男人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脸上的笑意就没有下去过，看着罗兴磊的眼神中带着疑惑，因为他的动作一点也不像个村里丫头，更像是千金小姐。就行，叔今天占了你便宜，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就直接来找我，你看病抓药，叔都不收你钱。他也不好占一个孩子的便宜，他家也没有多少钱，所以从别的地方弥补一点是可以的。罗兴磊将嘴里的包子吞了下去，软糯糯地说了声：那便谢谢李叔了。哎呀，应该是叔谢谢你呀。丫头家在哪里啊？凹山村。凹山村。李兴诧异极了，凹山村他是听过的，因为这个位置有些背，如果翻个山头，那距离县城很近，如果走大路，马车恐怕也需要1个时辰。看着丫头的穿着，定然不是坐马车，不可能天不亮就出发了吧。罗兴磊见李兴的反应，有些好奇。李叔知道凹山村？当然知道，有时候我也会去那边采药，所以知道北山那边有一个凹山村。你是翻山过来的？罗兴磊已经拿起第2个包子开始吃，白菜包子没放什么调料，很淡，可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很香，是他目前来到这个时空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哈哈哈哈！你这丫头不得了啊，竟然1个人能翻过山头来县里。罗兴磊面色有些羞红，但是没说话，安安静静地吃包子，时不时地喝一口水。丫头啊，你认识草药？我闻到你身上有草药味儿。因为要来县里，怕路上称不到，所以便随身带了些草药充饥。草药充饥？快把你手给我，叔给你瞧瞧。罗兴磊还没动，李兴便已经将他放在桌上的手抓了过来，然后搭在了他的脉搏上，而他到嘴边要说的话也被打断了。你这丫头，再饿也不能吃草药，是药3分毒，你不认识药，不知道草药有没有毒，万一吃到不好的药，那可如何是好啊？真是。后面的话李兴没说完，因为把罗兴磊的脉并没有什么异样，只是身子有些虚弱，营养不良造成的。哎呀，你这丫头运气不错，没有吃到什么不该吃的东西，还好，以后不可以乱吃草药了。爷爷奶奶很宠他，所以有上门来求着他们的，全都对他很恭敬，可以说是巴结。他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爷爷怕他被世俗蒙蔽了眼睛，每次都会跟他讲很多事情，从小便开始讲，所以在看人方面他还是很准的。他能感觉到李叔与胖婶身上散发出来的善意，所以也愿意与他们多聊两句。来到这里，似乎除了小姑一个大人对他很好外，李叔就是第2个。李叔，我懂医，不会乱吃，我会控制量的。李兴顿时瞪圆了眼睛，有些不可思议。丫头啊，你没跟叔开玩笑吧？就算你懂医，那可能也只是学了一些皮毛，药有很多，有些药长得也很相似，可是药性便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万万不可大意呀。李叔，
胖婶晚上是不是起夜的次数多，到了冬天便会巨寒？正常人穿一个袄便可以，胖婶需要2个。阴天的时候，胖婶身上会有疼痛感，下雨便下不了床。你，我懂一。丫头，你是从哪里听说的这些？他家夫人的老毛病，街坊四邻的都知道。如果有心想要打听，很容易就能问出来。看出来的。罗兴磊说着，端起碗将里面的水喝完了，吃过2个包子，那种极度的饥饿感消失了些，不是那么难受了。你这孩子，原以为你是个好孩子，没想到你竟是个坑蒙拐骗的。李兴很不高兴，他10几岁便跟着师傅学医，到了30岁的时候才可以独当一面。因为师傅膝下无子，后来师傅去世时才将这间铺子全都给了他。一个看起来只有6岁的孩子，生下来什么都不懂，又怎么可能懂医？还将自家夫人的毛病说得那般清楚，不是打听的是什么？李兴有些生气，转身走到柜台后面，在最下面将自己刚刚放的野参拿了出来，有些心疼，但还是拿着出来走到桌前，放在桌上。这面来喽！紧跟着他的身影便出现了，打断了李兴要说的话。丫头快吃吧，吃一碗热乎的面舒服。当家的，你怎么还没有将参收起来？这会儿没有人进来看病，万一被有心之人看到了怎么办呢？胖婶便自己将参快速地收起来，然后乐呵呵地走到柜台后面，将参放了回去，抬头看到外面的2个人都看着他，他笑呵呵地对罗兴磊说：丫头快吃吧，过一会儿面就不好吃了，刚煮出来的吃起来口感正好。谢谢胖婶。胖婶早就看出来罗兴磊很饿，可是这孩子并没有狼吞虎咽，这吃相让人看着很舒服，越看越喜欢。他对胖婶使了一个眼神儿，自己转身往后面走去。孩子，你慢慢吃，我后面还有些活就先去忙了。一碗白面，罗兴磊吃得很香，而且很珍惜这碗面。后院，胖婶进去后有些不满地看着李兴。我说当家的，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差呀？这孩子饿了，竟然开始学骗子。他说你晚上起夜次数多，冬天怕冷。我是想将分还给他，让他去别处。东西给他可以，那毕竟是个孩子，能做出这种事情肯定是因为太饿了，你又何必这样计较呢？我只是……哎呀，行了，孩子饿了，我愿意给他一口吃的，他很乖很听话，我相信这孩子就算骗人也是有苦衷的。可是他看起来才6岁，说自己懂医，还说你身上的那些毛病是他看出来的，你信吗？胖婶自然不相信。我说你是越活越回去了，跟一个小孩子计较啥？孩子可能是怕你不收他的参，所以才会那样说话的，你就不能让着点儿？他说什么你顺着，不信就完了。我只是想着……哎呀，好了，别想了，你既然不愿意收那个参，那就还给丫头。一会儿出去，等孩子吃完饭再说。啊？哦。李兴应了，正打算往外走，胖婶忙叫住了他。你等等，先别走。走到他身边，往他手里放了2个热乎乎的鸡蛋。这2个鸡蛋也是我给孩子煮的，可能是饿极了。你如果不想让他以后再骗人，就把鸡蛋给他，让他以后好好的，别再干骗人的事情。不是所有人都会像我们一样的。李兴看着手里的2个鸡蛋，再看看忙碌的那个身影，嘴角微微勾起。他媳妇儿就是善良。的时候，罗兴磊的一碗面已经下肚了。
这会儿小人正拿着他的笔站在桌子面前写东西。他看了一眼，有些不悦，可是想到刚刚院子里媳妇儿说的话，又笑了。他不能跟一个孩子计较。上前再次将那个参拿了出来，走到罗新磊身边，就见他停了笔，并轻轻吹着刚刚写过的那张处方纸，随即递给自己。这个方子可以治胖婶的病，煎服后的药渣留下来可以让胖婶泡脚，对身体大有好处。他说得很冷静。李欣看着眼前的东西，迟疑了一下接了过来，也没细看。总之他是不怎么相信这么小的孩子会看病，将手上的参往前递了递。丫头啊，这个你收回去吧。罗新磊刚刚还淡淡的神情立刻垮了下来，他伸手轻轻将参往李欣的方向推了一下，也想到李欣为何这样做，声音很淡很冷。李叔，收回去吧，吃了你们的东西就当是换了。李叔不相信我会医术，可以不用这个方子便是。说完，罗新磊绕开李欣就要走。李欣有些着急，东西没有还回去，不能让人就这样走了。可是看到罗新磊的背影，他到了嘴边的话就收了回去，慌忙从一边的柜台里面拿出来1两银子。丫头，你等等。李欣快速上前拦住了他的去路，将他的手拉了过来，然后将1两银子塞他手里，怕别人看到，将银子塞进去之后，他便将他的小手握紧，说了一句只有他们自己能听懂的话：这是我们谈好的。罗新磊手指微动，感觉到硬硬的有些硌手，便知道是银子。他没有说话。李欣已经拉起了他的另外一只手，将2个温热的鸡蛋塞进他手里。拿着吧，这是你婶子给你的。不用了，已经吃过面了。你这丫头脾气还挺硬，这东西是你婶子给的，拿着赶紧回去吧，走回去也要不少时间。谢谢。然后便快速离开了。他并没有直接回去，而是绕了一圈去买东西了。他不打算留下这钱，而是计划去买点东西，总得先吃饱了才有办法想事情。这会儿他已经吃饱了，可家里还有小姑，还有那些为了他不饿肚子拿了一个窝头而被赵氏打的罗星梅等人，全都是吃的。最后他身上只剩下点碎银子，还有几十文钱。看了看天色，他这才打算回家。回去的路上因为填饱了肚子，所以脚程便快了些，可身后背着很多东西，又重又累的，快到家的时候天都暗了。他并没有先回家，而是去了右山找了一个死去的树洞，拿出来几个包子几个点心，还有他给小姑买的烧鸡，其他的都被他放进了背篓，一起放进树洞，然后又用树枝遮挡了一下，这才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家走去。罗新磊刚刚走到后门，便看到一个人影，他往前走了2步，便看到小姑站在那里东张西望。你这孩子跑哪儿去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没干什么，一时贪玩回来晚了。罗爱春没有说什么，姑侄俩才坐到牛棚位置的草垛子上。罗爱春神秘兮兮的从一边拿出来一个鸡蛋和一个馒头，塞到罗新磊手里。快吃吧，你中午都没有回来吃饭，我专门给你留的。他微微皱眉，鸡蛋馒头，家里有这些吃的也不会落到小姑手里啊。他不由抬头问道：小姑，这些哪来的？罗爱春笑了，在黑暗的夜里他笑得有些不自在，不过他料定罗新磊看不到他的表情，他这才道：你忘记啦，今天是你爷寿辰，家里吃食多，姑就偷着给你留了。哦，姑，你吃饱了吗？
你吃吧，我不饿。你吃吧，我今天一直在厨房忙活，吃得很饱。哦，我也不饿。罗星磊轻声地说着，将自己拿出来本想给罗爱春的吃食，默默地又收回到了身后。罗爱春似想起来什么道：今天你大姑二姑一家都回来了，你爹娘也从你老家赶回来了，不过吃过饭他们又走了。听说你老的病不太好。哦，平常爹娘都会带其他人去，不会带原主去，并没有太多的感情，所以他不关心。今天晚上恐怕有大暴雨，我们可能是睡不了觉了。他话刚说完，你这孩子，姑给你的你就快吃啊，肚子都叫了。觉到饿，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肚子会叫，许是回来的时候走路太多了。快吃吧，这馒头也不能让人看到，如果让别人看到，恐怕又是事儿。罗星磊迟疑了一下，将自己藏在身后用一块布包起来的东西拿了出来，放在两人面前。姑，咱们一起吃。姑不饿，姑中午吃很饱，你快吃吧。说完，他有些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东西。这是什么？罗星磊还没有说话，此时又传出来一声咕噜肚子响的声音。罗爱春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轻轻揉了揉肚子，干笑道：姑不饿，你吃吧。罗星磊没有说话，将布包上的结解开，然后从里面拿出一个小油纸包，打开，肉香味儿立刻传了出来。罗爱春这次都顾不得肚子叫，也顾不得不好意思，他慌忙站了起来，看着罗星磊紧张地问道：小磊，这些东西哪里来的？你快告诉姑。我今天在山里遇到一个老人，老人崴了脚，我便将他送回家，他为了感谢我给的，还给了我银钱呢。山里？咱们这附近没有什么老人，你是怎么遇到的？人家又怎么会给你吃食还给钱？那个老人穿得很好，他是出来采药的，不小心伤到了。罗爱春这下信了，他们这附近的山里总能遇到其他地方过来采药的。不过他有些紧张地看着罗星磊。丫头，银钱你收着吧，别让人看到。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吃饱饭才行。只是这么多吃食，我们今天晚上吃不完。姑，快吃吧，吃不完放着我们明天吃。星磊，咱俩一块吃啊。好。不过他刚刚撕下来的另一块鸡块还没有吃，便看到从前院走过来的一个身影，是罗星梅，正漫步往牛棚这里走来。罗爱春刚刚放到嘴边的鸡腿拿了下来，罗星雷只是愣了一下，没有动，看着罗星梅一步步靠近。在还有10步远的距离处，罗星梅停了一下，声音有些胆怯：小姑，四妹，一会儿可能还要下暴雨，牛棚现在也没办法住，不如你们先跟我去住吧。昨天晚上他睡得死，不知道下雨，到早上起来才知道的。可是吃过早饭，他想找四妹说今天晚上让他先进屋住时，就没有找到人。后来爹娘回来了，大姑二姑一大家子都来了，还有其他村的人来一起吃饭，他依旧没有看到四妹。本已经上炕了，可是翻来覆去，他认为自己还是应该让小姑和四妹一起与他进屋睡，想一步步靠近两人。可是越走近，他便闻到了肉香味儿，有些不可思议。紧跟着便看到他家总受人欺负的四妹妹递给自己一个鸡腿。给你。罗星梅不敢接，更不敢相信有整大块的鸡腿给自己吃，他仿佛在做梦一般。罗星雷有些不耐烦：你不吃鸡腿，我们便不去你的屋里睡。
罗星梅颤抖着手上前接过了那个鸡腿，沉甸甸的，她还是有些不敢相信。可是在鼻尖环绕的香气不是假的。你这孩子跑哪儿去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西梅，快吃啊，别站着，让别人发现就不好了。罗星梅连忙点头，然后将鸡腿放进嘴里，满口都是肉香，她只感觉像是在梦里。三人一起去了罗家二房的屋里。屋里没有油灯，不过三人已经习惯了这种黑。罗星梅睡的依旧是之前自家住的，而罗星磊便与小姑睡的他们从外面带来的自己的褥子上。一夜好梦。天快亮的时候，罗爱春便醒了。她静静听了听，外面早就已经不下了。她刚起身，身边的罗星磊便醒了。小姑，天还没亮呢。没事儿，你睡吧。再扭头便看到罗星梅已经醒来了，正看着自己。见他看过来，罗星梅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四妹，咋？那天我后背的药，谢谢你。你是因为我受伤，给你上药是应该的。我那天你进屋，小五看到了，是他告诉我的，但是你放心，他没有告诉别人。拿过来的小布包，他伸手拿了过来，直接推到了罗星梅面前。他相信罗星梅懂他的意思。罗星梅有些诧异地上前掀开布，看到里面3个鸡蛋，还有几块精致的点心，几个包子，瞬间瞪圆了眼睛。四妹，这些东西你哪里来的？别人给的。就这些，你关起门来与自家兄弟分享，每个人还能吃点儿。如果你拿出去，可能谁也吃不到了。你放心，我一定不会告诉其他人。一会儿吃过早饭，我就叫大哥、二哥还有小五3个人过来吃，不告诉别人。你们吃就好。罗星梅有些失落，但没有说话。这个妹妹从小跟她不亲，她想让妹妹跟在自己身边，姐姐长姐姐短。可是似乎是自己想多了。她说完之后便直接离开了。早上的这会儿时间，她还能收拾一下牛棚。这2天没什么事儿，她一定要早点将牛棚收拾出来。罗星磊自己一个人在收拾牛棚，他需要先挖4个坑出来，方便栽个柱子，然后再上顶。说干就干，虽然他身子弱，可是这2天他吃饱了饭，有力气，将干活当成一种锻炼，便不感觉累。昨天早上他就开始挖了，第1个坑挖了一半，今天又挖了很长时间。第1个总算是挖出了他满意的深度。就在他要挖第2个的时候，罗星强、罗星平、罗星梅以及罗星笑几个人全过来了，眼神都亮亮的。罗星雷感觉到眸光，回头便看到几人正看着自己。四妹，你是不是要搭牛棚？我帮你。不用了，我自己来就行。罗星磊不想让他们帮忙，他这个人性子冷，从小家里就他一个。后来有了继妹，他和继妹不对付，便不喜欢与别人来往。至于其他孩子，那更加不与他来往，因为他便是很多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所以没人愿意与他玩，他便一个人独行习惯了。给罗星梅鸡腿是因为这个姐姐替她挨了打，给点心、包子和鸡蛋是因为这2个哥哥1个弟弟曾经为了她站出来过。我们几个一起帮你，快些。这几个坑我可以自己挖，如果要将棚搭起来，还需要几根木头。那行，你自己在这里挖，我带星平他们去山里砍几个细点的树回来。
罗星梅站在一边，有些害羞地说：四妹，东西哥哥和弟弟吃了，他们说想帮你。他看出来了，这应该就是吃别人的嘴软，拿别人的手短吧。哥哥们不去地里干活，爷奶顶多就是骂2句，其他人也说不出来什么。我不能帮你了，我要去给地里干活的人送水。好。罗星雷也不指望罗星梅帮自己，他轻轻点头，理解罗星梅的难处。这个时空不单单是罗六家是这样的，村里其他人家也是这样。几岁的女孩子就要跟着家里大人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在村里司空见惯。饭后他继续去挖，可是挖着挖着，瓦片似乎碰到了什么东西，声音有些不对劲儿。他跪在地上，伸出自己的小手开始拨土。很快他便看到一个瓷片，他又多扒拉了2下，终于看清是什么东西了。一个小小的坛子，口子很大，能容进去一个成年人的大手，不是很深，小而精致，盖子用布绑得很结实。他用手抱了一下，很沉，他的力气竟然只能移动一点点。他以为是谁埋的酒，可是这种重量似乎又不像是酒。迟疑了一下，他便伸手轻轻拽了一下坛子口绑着的绳结，绳子因为粘头太久，轻轻一拽便掉了。他又拿下了上面的布，入目看到的便是黄灿灿的金锭子。他皱了皱眉，转身看了一眼，发现四周没人。他走到一个角落，拿过来点草铺好，这才伸手将里面的东西拿了出来。除金锭子外，其他的全都是玉，玉佩有6个，其中4个为2对，1对是龙凤，还有1对他没有认出来是什么，但是2个是需要镶嵌的，大的套小的，小的在里面，可以认为是1个，也可以拆开为2个，另外2个都是单独的。他细细看了一眼上面的雕刻，都极精细，前世他也见过不少的好东西，看到这些可谓是极品中的极品。3个玉钗，4个步摇，还有6对耳坠，4个手镯，1个金的，3个玉的，其中有一个红如血的手镯很吸引他。他伸手摸了摸，竟然还是触手升温的，当真是好东西。不过看过之后，他便将所有的东西又装了回去，最后将那个红如血的手镯也放了进去，打算直接埋到土里。这里的东西也不是无主的，罗家人住在这里，按说这些东西肯定不是他们埋的，但是也可以归于他们。可是他并不想将这件事情告诉罗家人。可是他手拿开的时候，那个原本成人才可以戴的红如血的手镯竟然诡异的缩小，仿佛为他量身打造的一般，戴在了他的手腕上。罗星磊诧异极了，他抬起手看着手腕上的镯子，顿了顿，伸手便想将镯子摘下来，可是任凭他怎么用力，想尽什么办法，镯子就是摘不下来，戴在他细细的手腕上，不大不小，刚刚好。来的时候，便听到前院有脚步声过来，似乎还是小跑的。他慌忙将塞子盖回去，将布放上，然后用绳子绑了一下，随手直接放进他挖的第一个坑里。当他回头时，便看到罗星梅气喘吁吁地站在他身后，冲他笑。看到罗星梅的笑容，罗星磊不由一怔，心里暖暖的。他轻声说了一句：我送完水了，跑回来帮你一起干。谢谢。罗星梅有些不好意思，急忙摆手：四妹，我们是一家人，应该的。到天快黑的时候，坑就挖好了，
在地里干完活回来的罗爱春看到挖好的4个坑笑了。明天我们就可以先搭起来了。罗兴磊轻轻点头，肚子有点饿了。罗家每天都吃2顿饭，这会儿晚上了是不会再吃东西了，所以罗兴磊打算趁着天黑去右山将他藏起来的吃食拿回来。树洞很大，虽然下过暴雨，但里面还是干的。他看了看小背篓里的东西，直接将里面的东西全都拿了出来。罗兴磊从后门进去，将东西先放在草堆上，然后将后门关上，这才回去坐在草堆上，伸手拿了一块点心慢慢吃着。没一会儿，罗爱春就过来了，走到罗兴磊身边，笑呵呵地说：今天累坏了吧？一个人挖了1天。不累，我和星三姐一起挖的。哦，星梅过来帮你了？和三姐一起挖的。伸手从一边拿过一个点心给罗爱春。小姑吃。就昨天一起拿回来的，我分开了，这些被我放在外面，刚刚拿回来了。姑不饿，留着一会儿我去拿被褥的时候给你三姐吃。你们孩子爱吃这些东西，姑都是大人了，不喜欢吃。小姑吃吧，这里还有呢。昨天那老人给你这么多呢？感谢我，所以给的多了些。小姑吃吧，一会儿我给三姐拿几个过去。好。也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下雨。会。你这孩子之前胆小，现在胆子不小了，可是却冷了不少。小姑还是希望你能像同龄的孩子一般，开开心心的长大。被30多岁的女人揉着脑袋，这心情莫名的有些怪。不过她也没说什么，已经穿过来了，重活一世，她需要好好的活下去。好，以后就像同龄孩子一般，开开心心的。这时，罗兴梅小小的身影又过来了。小姑、四妹，棚子还没有搭好，先来屋里睡吧。于是，罗兴雷与罗爱春2人又去了2房的屋里。去的时候，罗兴磊将剩下的吃食全带到了屋里。不过，他们刚刚进屋，对面的屋子里就走出来人，正好看到2人进屋的身影。第2天，就听到一个脚步极重撞开门跑进来的声音。他连身影都没有看清楚，人便已经跑了，嘴里不停地叫着：爷、奶、娘，不好了，赔钱货上炕睡觉了，赔钱货上炕睡觉了。没事的，别担心。这些吃食收起来，别让别人看到。好。娘，这件事情您可不能不管呐。二哥二嫂不在家，兴磊这丫头就跑到屋里去睡，她小姑也跟着一起去睡了。这要是丢了什么东西，回来二嫂不得拆了家呀？还要说您连门都看不好呢。罗老太太赵氏没有说话，不过脸色有些难堪。宋氏在一边继续：娘，大前天晚上就下了大雨呢，二哥二嫂前天回来也没有说让兴磊回屋里睡，证明他们是不愿意的。这丫头自己跑回去，就怕二哥二嫂回来会生气呢，到时候呀还要连累您被埋怨。有什么好埋怨的？欢氏去娘家这么多天，我什么话都没说，她有什么好说的？反了她了。这不是亲家娘生病了，二嫂不得不回去照顾吗？罗兴磊听着他们的话，直接无视，打算出去后院忙活棚子的事情。可刚刚出来，赵氏那无处发泄的火又立刻升起。好你个死丫头，竟然真的敢跑到屋里去睡，看我不打死你！三婶娘大清早的真是好兴致，我就算回屋里睡，也是回我爹娘的屋里睡。身为爹娘的女儿，
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宋氏想到自己因为牛棚伤到，这会儿看到罗新磊的眸光就跟淬了毒一般，放着狠厉的光。你这丫头怎么能说这种话？我明明看到你小姑也跟你进去了，你是你爹娘的孩子没错，可你这些年一直跟着你小姑，谁知道你是不是进屋偷东西？到时候你娘回来指不定要冤枉别人的。我打死你个赔钱货，竟然敢偷东西！罗爱春也从灶间跑了出来，看到罗新磊在院子里跑，赵氏在后面追，他便有些着急，慌忙上前挡住了赵氏。娘，你这是怎么了？我让新磊跟您道歉。你滚开，你个不要脸的玩意儿，竟然进你二哥二嫂的屋，这么大的人了，现在还在娘家，我这老脸真是没地方搁了。娘，你还将你奶气成这样？我奶为什么会气成这样？还不是因为三婶娘。如果没有三婶娘在一边煽风点火，我奶也不会气成这样。你，邢强，你让开，我替你娘教教你妹。三婶娘，我妹做错什么事情，只有我爹娘来教，还不需要你来教。可是当他看到罗新强身后那个胳膊上的一抹红时，他眼前一亮，指着罗新磊的手腕。你胳膊上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也不是你的，也与你无关。您快看看，新磊那丫头不知道从哪里得了一个玉镯子，那东西肯定是她偷来的，您快给看看呐！将东西拿出来。拿什么？当然是你手上的东西啦！你小小年纪竟然有玉镯，肯定是从别人家偷来的。罗家磊大脑飞快地转动，在想着办法。他迟疑了一下，还是将两手背在身后，不愿意将东西拿出来。玉镯子这样的东西，别人家都说得很好，要不便是戴在手上的，怎么可能被我偷？再说，我一个小孩子，偷大人的手镯也没用，我2只手一起塞进去都大。乃是觉得三婶娘说什么就是什么吗？而且我罗新磊就算饿死，也不会干偷鸡摸狗的勾当。前2天我看到三婶娘手上戴了一个银镯子呢，这个家里奶当家，那是不是三婶娘的东西便是奶的？你胡说什么呢？那个银镯子是我娘的，我只是借过来戴2天，过几日便还回去了。前些天他回娘家，他娘偷偷给了他一个银镯子，这2天他戴的时候都极小心，不成想竟被这个小贱人看到了。赵氏回头看向宋氏，眸光凉凉的。你娘的镯子？娘，你也知道的，我娘家兄弟多，现在还有没娶媳妇儿的。前几天我回娘家，正好看到我娘收拾东西，我看到银镯子，实在是喜欢，就求着我娘让我戴几天，过几天呢，我就打算还回去了。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也不敢拿的时间久啊。拿给我看看。娘，您想看，自然是能看的。您等着，媳妇儿这边进去给您拿。宋氏走了，赵氏看着罗新磊，眸光犀利。你当真没有玉镯子？奶觉得我应该去哪里弄个玉镯子？奶，您看吧，就我这胳膊，谁家玉镯子会做这么小呀？三婶娘定然是眼花了。我这衣袖里倒是有一块补的红布。金贵的东西，一个小丫头片子身上怎么可能有？一定是老三媳妇儿看花了眼。赵氏不愿意大家都出来，直接摆了摆手。行了行了，都忙自己的事情去，别在这里待着。罗新磊站在院子里，看到宋氏拿着东西，一脸肉疼的样子，去了堂屋。他本想去后院，可还没走，就被向来看着胆小的姐姐拉回到了屋子里。我给你缠起来，这会别人就看不出来了。这不是我的，我想摘下来。那我帮你。罗星没说完，
跑去将门关上，这才转身回来看着罗星磊，伸手碰到罗星磊手上的玉镯，他诧异的结巴道：热的，可能天气热吧。哦，那我帮你拿下来。两人在屋子里试了很多办法，可是最后也没有将玉镯拿下来。眼看着就要到吃饭的时间了，罗星磊也知道玉有灵性，既然真的拿不下来，就没有再往下拿的必要了，证明这个手镯与他有缘。再说昨天的时候是成人大小，当自己碰到之后变缩小了，这其中肯定有点什么。想了想，他说：姐，你帮我缠上吧。好，谢谢。不用谢谢，你是我妹妹。罗星磊对这句话没有什么感觉，只是笑了笑便转身出去了。早饭过后，罗星磊整理着牛棚，在考虑要不要用原来的木头时，罗兴强几人就过来了。罗兴强说：四妹，昨天我们砍了树，但是没有杆，可能暂时用不了。没关系，就用那个。搭起棚子只是为了暂时有个住的地方，他肯定会想办法，不会长期住这里。至于棚子后期会怎么样，他考虑不到。行吗？可以的，大哥，就我们几个人手不够，有没有什么办法呀？哥，你去将柱子、二牛他们叫过来帮忙，等他们忙完，每人一块点心。刚才三妹已经将点心拿出来看过了，他们只吃了包子，点心还有，应该够分的。行，你们几个将这里收拾出来，我去找人。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先去看看昨天砍的树，一会儿和大哥他们一起抬回来。我跟二哥去。罗星梅刚想动手，三房的罗星一便跑过来叫道：罗青梅，奶让你跟那个没人要的一起去打猪草，然后给祖奶那边送去。姐，我想去便不去。没事儿，奶都说了，不做又没有饭吃了，我去打猪草，到时候给祖奶那边送过去，你在这里等着大哥二哥他们。眼飞快地上前，将最角落那个坑的侧面凿出一个洞，然后将它埋在草里的坛子抱过来，直接放了进去，又将土掩埋了些，完全看不出来。刚刚做完这些，罗兴强就带人从后院回来了，好几个大小伙子，两人一跟抬进来的，然后老二罗兴平与另一个人去抬剩下的。院子里留下4个人开始栽。树已经是光秃秃的桩子，只是高低有些差距，但并不影响搭出来一个简易的棚子。柱子甚至边卖力地干边道：罗兴强，你没有骗我们吧？你就这点出息啊？一个点心就能让你惦记成这样？可不咋的，我妹天天眼馋别人的，我拿回去分她一半，她肯定开心。哎呀，你快好好干，你天天跟着你爹给别人家盖屋子，如果你今天能给我弄好了，我一会给你2块。真的呀？柱子眼睛亮亮的，干活时更加卖力了。他本就一直跟着他爹给人盖屋子什么的，现在搭个棚子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几个少年还有半大小子一起上，不到吃午饭的时间，棚子就搭好了。你们先去山口那里等我，我拿了东西就过来。四妹，剩下的你自己收拾一下，大哥先去给他们东西。好，谢谢大哥。有了自己住的地方，今天晚上不用再进屋，三婶娘宋氏就不会乱点火。入夜，罗兴磊去抱了铺盖卷回到后院，将东西铺上，心情极好地坐在简易床上，肚子有些饿。不过今天没什么东西吃了，明天要去趟县里才行。小磊，你到底是二哥的孩子，等二哥二嫂回来，多和他们亲近亲近。罗兴磊敏感地听出了这话里其他的意思，直接问道：齐家来人了？
没有，我只是想你跟你爹娘的关系好点儿。原主的记忆里，爹娘对他来说很陌生，因为很小他便一直跟在小姑身边。罗家与他最亲近的也是小姑。你奶嘴上不饶人，但真有什么事情还是会疼人的。以后你做事小心些，跟你爹娘亲近亲近，有你娘护你，其他人不敢拿你怎么样的。姑，是不是他们让你嫁人？嫁人肯定是要嫁的，我这老姑娘一直住在娘家，已经让家里人抬不起头了。不行，姑说找个人嫁，我赞同。但如果是齐家那边给你介绍的人，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姑嫁的。孩子了，说话做事要小心，男女7岁不同席，出去了也别和村里男孩子野。姑，如果真的嫁人走了，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多和你爹娘亲近。先强几个嘴上不说，可心里还是喜欢你的。如果现在他还听不出来有事儿，就真的太傻了。你什么时候过去？我想跟姑过去看看，这样我放心。话虽然这样说，脑子里已经在想着如何才能破坏掉这桩亲事儿。不过都说他小姑是克夫的，如果成亲当天出点事情，对方想要活命，就得将他姑退回来。这样姑是委屈了一时，但不会委屈一辈子。以后他会想办法的。若姑真找不到合适的，他就给姑养老。唉，过些天吧。罗爱春的话，罗新磊不信。他打算用吃的贿赂哥哥姐姐，让他们帮忙盯着小姑，有什么动静也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他。自己打定了主意，便不愿意听罗爱春说的那些哄小孩的话，淡淡的说：姑，睡吧，我困了。翌日吃过早饭，悄悄出门。他先去右山，从树洞里拿出了小背篓，这才翻左山往县城去。一路走走停停，到了县里，他已饿得前胸贴后背。在街上找了一个面摊，要了一碗面。吃过面后，感觉整个人又活了。他这才打算去买点东西，还没走2步，就遇到了李兴。哎呦，小丫头呀，你这几天可是让我好找啊！快跟我来。任由李兴将他拉回了药铺。药铺生意依旧冷清，胖婶在外面看着，见到罗新磊来，脸上乐开了花。哎呦，丫头你可算来了，快给胖婶再看看。我开的方子吃了？是，就按你开的方子服用的，效果是真的好。这2天呐，我起夜都少了呢。如今吃过了方子，胖婶与李兴2人对罗新磊那叫一个佩服。胖婶放心吧，还是那个方子，在服用10天后换，你的病症少则20天，多则1个月，定然根治。真的吗？哎呦，那太好了。哎，丫头啊，上次的事情你别见怪，不是我与你婶子不相信你，而是你这年纪太小了。满8岁，我还以为你只有5、6岁呢。营养不良，不长个。李兴一个男人只是感觉心酸，胖婶那可是了不得了，眼泪都跟着掉了出来。丫头你等着啊，婶子这就进去给你做点吃的，你吃得饱饱的。别，胖婶不用去了，我刚才在面摊已经吃了1碗面了，这会儿什么都吃不下。胖婶见罗新磊连吃的都不要，微沉思了片刻，从身上拿出来1两银子。丫头，这个你拿着。不用，您太客气了，上次您已经用1碗面付过了诊金了。我今天过来原本是需要一些药材的，不如李叔胖婶就让我自己配一副药，这诊金就不要了。这丫头啊，以后我这里有病症复杂的，你能不能给看看？
可以，不过我看着要戴尾纱帽，李叔和胖婶要替我保密，看诊赚的银子我们平分。行，就这么办。丫头，要不你再坐一会儿，婶子进去给你烙点饼，你带回家吃。好，那便谢谢胖婶啦。哎呀，无碍，你先在这里坐会儿，我去烙。胖婶进去，罗兴雷与李兴便聊起了如何医治病人。越聊，李兴对罗兴雷的态度越是恭敬，一点不拿他当一个孩子看。丫头啊，你年纪轻轻的就懂如此多医术，这……李兴话还没有说完，就有病人上门了。来的是一对母子，母亲头发花白，儿子约30-40岁的样子。刚到药铺门，不断的咳嗽声就传了进来。儿子在后面不停地拍着母亲的背，眼底满是担忧。这是常客，老人家患有咳疾，可每次我开的药效果都不大。治咳疾的？是。药不对，一会儿你先给病人施针，穴位分别是……你不需要把脉？李叔可自己决定。刘婶儿啊，您这咳疾一直不见好，今天我先为您施针，然后再换。行，都听你的，我这把老骨头交给你了，我就信你。先换一种办法，接下来的几天你都要带你娘过来，我需要连续好几日为你娘施针。好，只要我娘的病情能有好转，我愿意日日送我娘过来施针。没关系，你若是当差的时候，我去你家也一样；若你不当差，就送你娘过来。如此便麻烦李大夫了。罗兴雷早就已经写好药方，直接递给李兴。丫头啊，这管用吗？李叔都已经施针了，现在才问这些话，是不是晚了些？李叔，我能不能自己配药啊？能，需要什么药自己去拿便可。这位夫人的儿子可是在县衙当差的，不可糊弄啊。李叔在怕？哎呀，我只是怕效果不大，得罪了刘大志啊。李叔大可放心，快去抓药吧。他说完后便自己去药柜拿药。他需要的药很简单，而且是不常用到的，刚才他已经观察过了。正巧那几个抽屉都在角落，他可以碰到。李兴抓药的时候也会时不时地低头看罗兴雷一眼，见他严肃认真的表情，不觉又信服了几分。丫头啊，我看你拿的药好像是泻。没什么，就是一些冲服的药，我这边没什么事了，明日我便过来坐诊。好。刚才丫头给刘老夫人开的方子他细看了，目前看不出任何问题，甚至可以称之为妙。一个马上8岁的丫头就能开出这样的方，这让他感觉自己这些年从师傅那儿学来的本事都还给师傅了，当真是惭愧。胖婶给罗兴磊烙了不少饼，罗兴磊只拿了4个，说明天还要过来，胖婶这才作罢。走到街上，他又买了一些东西，这才往回家去。今天因为回家的时间早，他便绕着山走了一大圈儿，在右山那个树洞将东西放好，这才回家去。从后门进去，将门关上，就听到前院的叫喊声。我说大嫂，水烧好没啊？我等着洗脸呢。是三叔罗爱宝的声音。不过平常这些活都是小姑的，怎么今天成了大伯母在干？他还没有走进新搭的棚子里，就听到有脚步声小跑过来。小磊，你去哪儿了？这里面的馒头是小姑给你留的。小姑给他留的馒头？为什么小姑不自己给他？心中油然升起一丝不好的预感，他慌忙快步走到罗新梅面前，急切地问道：被新的夫家接走了。罗新梅的话还没有说完，罗新磊便已经疯了一般，拉开后门就跑了出去。
罗星梅不敢叫，但又担心，正着急呢，就看到二哥罗兴平从前院走了过来。他慌忙上前：二哥怎么办？小磊听到小姑被新的副驾接走，就跑出去了，天都快黑了，哎呀，这出事怎么办呢？你先回去睡，别将小磊出去的事情告诉别人，我去看看。你告诉大哥，如果我太晚没回来，就让他告诉奶我在二柱家睡的。好。罗新磊疯了一样的往齐家村的方向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要救小姑，绝对不可以让小姑往火坑里跳。小磊，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去？接小姑走的人是不是齐家村老赖头？你见过老赖头吧？难道让小姑后半生与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吗？这都是家里的安排，你一个姑娘家的不能去。二哥，我必须去，我不会眼睁睁看着小姑跳进火坑而不管。我们现在过去时间来不及。你现在让开，就算过去是半夜我也要去。行，二哥帮你。说完他就跑了。齐家村距离凹山村不近，平常牛车都需要1个时辰，走路就得2个时辰。罗兴磊就算是用跑的也得近2个时辰，而且他人小身子弱，想要真跑过去很难。跑了3刻钟，罗兴磊的腿上就跟灌了铅一般，很沉重。可他告诉自己不能停，如果连他都放弃了，小姑就真的没有活路了。眼睛里已经在转圈圈，冒着黑点儿，他改跑为走，身子摇摇晃晃。这时身后传来牛车的声音，不等他回头，就已传来声音：小妹快上来，小妹快来。罗兴平直接跳下车，伸手去拉罗兴磊。可是当他碰到罗兴磊胳膊的时候，只感觉他身子在发颤，一副快要站不稳的样子。见罗兴磊这个样子，直接伸手将人抱上牛车。牛车继续往齐家村赶去。罗兴磊坐上牛车，缓了好久，这才慢慢恢复力气。他并没有问牛车是哪来的，而是静静地看着牛车快到齐家村村口的时候，才让停下。小姑。自然。罗兴磊淡淡地回了一句，抬脚就往记忆中的老赖头家走去。他记得小姑说过，老赖头家在东头，与其他人家并不挨着。你打算如何做？小姑都已经嫁过来了，不是你我可以左右的。到地方，或许就有办法了。他就有些庆幸，自己昨天配好了药，一会儿没准可能派上用场。往东走着，远远的就看到2间茅草屋，里面还有些光亮。他下意识地加快步子，罗兴平也跟着他加快步子，但一句话也没有说。距离茅草屋还有约100米的时候，他听到了小姑的叫声。罗兴磊身子一僵，直接小跑过去。走到茅草屋附近，他便缓了步子，刻意踮起脚尖，轻轻往前走去，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到窗户前。我说老赖头，那婆子可是说了，你要打得狠点才行，这样她就不能克死你了。哼，老子一定比你命长。这不会是死了吧？老赖头，你怕什么？他命硬着呢，肯定死不了，应该是晕过去了。来，用这个给泼醒。你也别浪费这些酒啊，泼他身上都不止。老赖头，你去拿点水进来，直接给泼醒。是不是差不多了？这春宵一刻值千金呢。
老赖头，你没见过女人啊？当然没见过，如果见过女人，我还用娶一个命硬的回来克我。行了，老赖头，咱可是说好的，我们帮着你将她娶回来，这帮忙可不是白帮的。李成，你这话说的啊，叔答应你的事情还能不作数啊？一会儿我先上，然后你们上，我们就是玩个3天3夜也行啊。这些人，他一定要这些人付出代价。一会儿如果我伸手打碎了碗，你就去村里喊人。小姑，我是小磊。别冲动，我们一起想办法。小姑，开门呀，我是小磊。听我的安排，一会儿去找人，快躲起来。自己上前，直接伸手在门上拍了起来。哪儿来的小屁孩？谁让你来这里的？打扰老子的好事儿！我来找小姑的，我一个人在家里害怕。叔，是不是娘家来人了？我听说婶子在娘家那边有个特疼爱的小侄女，就叫小磊。你是不是？是，我是小磊。小姑，我找小姑。进来吧，你姑累一天睡了，你别吵醒她。哦。看了一眼在炕一边的小姑，他慌乱地走上前去。老赖头关好门，转身与炕上2个男人交流了一下眼神，意味深长地笑了。罗兴磊上前，坐在边上的齐立志伸手拦住他。哎，你这丫头可别打扰你姑睡觉，来给我们几个倒酒，喝点我们也该离开了。哎呀，这喜酒是真香啊。是。几个男人因为突然来了一个小丫头，心里高兴，只顾喝酒，自然也没有看到罗兴磊的小动作。喝着喝着，老赖头看着罗兴磊，露出邪恶的笑容。嘿嘿，丫头，既然你是来找你姑的，那今天晚上就跟你姑一起睡。哦。1、2、3、9、10。哎呀！当罗兴磊数到10的时候，3人同时捂住肚子，随即争先恐后的下炕往外跑，一脸的痛苦。在窗户那里一直盯着的罗兴平自然看到了罗兴磊的小动作，对这个小妹也是有了新认识。看着男人们都飞快地跑到后面树林里去排泄了，他才忙进屋。小磊，我们现在走吗？现在自然不能走，他们打了小姑也不能白打。我们打回去。你去灶间将药倒进水里。啊，这是什么药？你去下完药看看，就知道是什么药了。哦。不用，我们力气不够。快去吧，在他们回来之前将药放进去。哦。罗兴平刚刚进去放好出来，老赖头几个人就冲回来，然后一起冲进灶间抢水喝。罗兴平见状，眼底闪过一丝金光，默默地看着他们。这几个人开始一会儿去树林里拉，一会儿回来灶间抢水喝，来来回回地折腾了快1个时辰。时间已经很晚了，你不困？我还真有点儿。你先躲开，我进去了。罗兴平知道他接下来还有动作，也不嫌弃被小好几岁的妹妹指使，自己主动将自己藏了起来，眼底闪着金光，看戏。小姑！几人一怔，齐立志声音虚弱地说：该不会死了吧？老赖头心里一痛，他费尽心思娶回来的，一次都还没睡就死了。于是抬脚就往屋里跑去，
齐立志与齐立成两人也慌忙跟上去，他们可没想着闹出人命来。罗新磊小小的身子蹲在地上，不停地颤抖。看到老赖头先进来，他颤巍巍地指着罗爱春的方向，声音发颤，但咬字清楚。被子刚才飘起来了。被子哪能飘起来？你这丫头胡说八道！几人见状，上前去确认罗爱春到底有没有死。刚上去就看到被子上面被掀开了一部分，甚至还被血染了一些。齐立成看了一眼，瞳孔瞬间放大，指着被子也跟着颤抖起来。你这是干什么？血？立成，有血不是很正常，至于大惊小怪的吗？齐立志也认识点字儿，看到血字同样脸色惨白。两人对视一眼，皆看到对方的惶恐。齐立成看向老赖头，故意激他：你不怕，你去将被子掀了。老赖头先喝了酒，而后罗爱春晕过去，在最后罗兴磊来了。可是没喝两口，他们就开始拉，拉完渴，喝完又拉。在这种折磨下，他早就怒了，经这么一点，立刻上前伸手就将被子给掀了。了被子上的字，两人皆吓得跪在地上，齐齐发抖。你们两个龟儿子，这是干什么？血债血偿，血债血偿。你们两个这是干什么？我不过是打了那扫把星，出了点血，怎么就血债血偿了？老赖头依旧不懂。齐立志与齐立成两人慌慌张张地想往外跑，可是到门口才发现门怎么也打不开。两人想到身上的不适，炕上昏迷的罗爱春，打不开的门，瞬间就明白了血债血偿的意思，对着老赖头就打了过去。被人打，是个男人都忍不下来。你个龟孙子，竟然敢打老子！三人谁也不吃亏，很快便你来我往地打了起来。小妹，你很厉害啊！一会儿他们打得差不多，你就去村里喊老赖头家死人了，带过来的人越多越好。成。罗兴平应完声，见里面的人竟越打越狠，忍不住问他：他们几个是不是疯了？没有，是做贼心虚。他们打了小姑，被我下了药，感觉身体很不舒服。其实经过1个时辰的折腾，他们体内的药已经没多少了。这会儿他们打起来，大概是感觉自己肚子不疼了，那股要死的感觉过去了，误认为是挨打。血债血偿的原因，他们都怕死，所以才会让别人打自己打得越狠越好。是的，从开始的你抢我夺，这会儿已经成了抢着挨打，换着来，一下比一下狠。你是如何知道他们有这样的心理？当然是抓住他们迷信的心理，而且他们也不会拿他一个小孩当一回事儿。罗爱春更是大字不识一个，被子里突然出现了血债血偿4个字儿，才有现在的局面。还好他的血不白流。误打误撞，你去找人吧，我在这里守着，不过最好别让人看到你。罗兴平走了，罗兴磊去灶间，在灶口点了一把火，然后又将柴往外放了放，与地上的柴连在一起，确保一会能着，这才慢悠悠地出去了。很快的，齐家村人来了。当他们冲进屋子的时候，就看到老赖头与齐立成、齐立志3个人一起互相轮流打着对方，全都一脸舒爽又害怕的样子。再看看炕上躺着的罗爱春，大家一时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有人先去确定罗爱春没死，这才放下心来。还不等大家说话，灶间起火了。其他人出来看到灶间起火，已经往这边着了。没一会儿，这火想救也救不了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赖头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化为灰烬。随后
一行人全都浩浩荡荡地去了祠堂。罗兴磊看着人离开，松了一口气。他谅这些人也不敢再将小姑怎么样，只怕明天就会早早派人将小姑送回罗家。小妹，我们现在怎么办？还回去吗？我们现在回去。行，他们也受到了惩罚，明天小姑估计就会被送回来。你有没有想过，小姑被送回来，她以后怎么办？没事，总会有办法的。他有医术，先让小姑受点委屈，他赚点银子在县里给小姑租个小院子先住着，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老的情况不太好，我们打算过2天去老家看看，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不去了。老以前对你挺好的，你3岁那年落水，娘手里银子不够，没办法给你抓药，后来是老专门过来给你送的药，走了好几个时辰的路。哦，那就去吧。罗兴平见他情绪不高，便不再说什么。两人一路摸黑回家，回到凹山村，罗兴雷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差点就要回不来了。二哥，这个点儿我们也不能回去，你去河边等着。啊？你去哪里？我陪着你，这天还黑着呢。我去方便，你跟着不方便。你去吧，我会自己小心的。我在这里等着你，你就在前面方便吧。天黑什么也看不到的。罗兴磊无法，到了右山附近便跑进了林子。他走了挺远的路，才到树洞拿了吃的，这才返回去。小磊，小磊！二哥，别叫了，在招来人。你去哪里了？这天黑的，万一出事情怎么办？没事，我会保护自己的。走到河边，罗兴雷洗了洗手，用手捧了点河水，也不嫌弃，喝了点儿，这才将饼子拿出来。你这哪来的？他闻到了白面的味道，是纯白面的，这得多奢侈。不是偷的，快吃吧，吃吧，一会儿早点回去，还能睡一会儿。哎，小磊，你跟二哥说实话，这饼子哪里来的？我帮助了一个人，他给我的。以前对白面饼子他是不屑一顾的，现在就这样没有菜，纯吃饼子都能让他很满足。果然是环境造就人呐。当真？二哥若是不相信，那我也没有办法。不是不信，只是不想你偷东西。我们家是穷，但绝对不可以干偷盗之事。大二哥认为家里能拿出来纯白面饼子，还是村子里哪家能拿出来纯白面饼子？二哥，回家吧，一会儿天就亮了。行，我先出去，你把后门关了再睡。二哥不睡。我走之前跟小梅说了，说我在别人家住，我先不回来，你不用管我，我先走了，你关了门再睡。哦，知道了。以前总羡慕别人有哥哥，自己都是形单影只，现在自己也有哥哥了。关好门，躺进棚子里，没一会儿就睡着了。他再次醒来是被吵醒的，听到吵架的内容，他一个机灵就从床上起来，直接往外面跑。赵氏在外面骂得厉害，嫁给你了就是你们家的，凭什么送回来？你又没死，什么克夫都是谣言。人是我送回来了，我送来的东西你们不想退便不退。老赖头说完转身就走，仿佛身后有狼追一般。回来，你给我回来！地上破席子上面躺着罗爱春，身上的血迹已经看不出来了，换了一身破旧的衣裳。小姑，小姑！这晦气的东西，
都嫁出去了，竟然还能被送回来，这日子没法过了。大哥二哥，我们一起将小姑抬进去吧。不能进，她已经嫁出去了，便不再是我罗家的人了。都嫁出去了，还能被退回来？脸色白得像张纸，别再死在家里呀，晦气。奶，小姑也是您的女儿，她是嫁出去了，可她依旧姓罗呀。村里人都看着呢，只能最大限度地为小姑争取。赵氏本就气不顺，闻言更是气得要死，开口就骂：什么？你小姑已经嫁了3次，刚才老赖头过来身上都是伤，丢下人就跟见鬼一般的跑了，想必这中间定然没什么好事儿，你可别搅和，快给我滚开！小姑只是运气不好，前2任夫君都死了，那老赖头是什么人？成亲当天晚上将小姑打个半死，回来还不受亲娘的垂怜，当真是命苦啊。村里人指指点点，这会儿已经分成了2派。一派说赵氏太过分，再怎么样也是自己的孩子，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人赶出去，这不是将人往绝路上逼吗？另一派则指着罗爱春说晦气，更有人说罗爱春脸色白如纸，看样子活不久了，这种人万万是不能让进家门的。小姑想到在齐家村的事情，他的脸色有些不好，再看看周围的环境以及围着他指指点点的人群，他身子晃了晃，眼底一片死寂。既然醒了，就自己回齐家村去，老赖头将你送回来，应该是怕你醒不过来，现在醒来了，就不会有什么事儿了，快回去吧。罗爱春面如死灰，一句话都没说，对着赵氏跪下去，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然后强打着精神就往外走，一句话也没说。以后别回来了，我罗家就当没你这个女儿。行了行了，都散了吧，别在这里围着了。罗新雷感觉到罗爱春的不对劲儿，扶着他走出村口，还没说话，就听到罗爱春对他道：小磊，回去吧，姑没事儿，以后要乖乖听话，别和你奶顶嘴，要照顾好自己。姑，老赖头送你回来的时候已经说了，不让你再回去，你现在要去哪里呀？没事儿，昨天晚上不过闹了点别扭，我这就回去了，你快回去吧啊。星雷，二哥，怎么了？我过来看看。罗新平说着，眼神看向别处。罗新磊慌忙回头，便看到罗爱春竟一眨眼的功夫不见了。小姑呢？进右山了。罗新磊抬腿就往右山走，罗新平紧跟着。人在最后的爆发期，动作极快，罗新磊与罗新平紧跟着就进来了，可还是被罗爱春甩在身后。死不如赖活着，就算所有人都不要你，我要你，小磊要你，小磊需要你啊，小姑。罗新磊说不出来的慌张，这个世界小姑对他最好。星磊，小姑在这里。他喊了一声，慌忙上前抱住了罗爱春。罗新磊赶紧跑过去，就看到已经挂在粗壮树枝上的绳子，他惊慌失措，歇斯底里地叫了一声：小姑！他魂儿都没了。罗爱春如梦初醒一般，听到这一声小姑，他死寂的眸子中多了一丝情绪，回头就看到罗新磊惨白惨白的小脸。小姑，你这是干什么呀？奶不要你，我要你，我会想办法安置你的。小姑，别做傻事儿。小磊，罗爱春悲呼一声，抱着罗星磊，眼泪不断地掉下来。
身子轻颤，她哭得放纵，似乎要将自己这些年的委屈全都哭出来。罗新磊不断地拿自己的小手轻拍着罗爱春的后背，任由罗爱春的眼泪掉在自己衣服上。一切不好的情绪待哭过之后全都会好起来。也不知道哪里来的绳子，看样子挂上去有些日子了，就这么被罗爱春发现了。难不成想死就能运气好找到绳子？罗兴平就静静地站在一边，看着罗兴磊小大人一般地安慰着小姑。他张了张嘴想劝两人先离开，可又实在不知道离开之后能去哪里。小姑，啊，二哥，你回去吧，我要带小姑去一个地方。我跟你一起去。二哥回去吧，将小姑安置好了，我便回家。跟你一起去不太方便。小姑，你停一停，我们往前走走，一会儿我会找地方安顿你的。你这傻孩子。罗新磊想去拿吃的，但是因为罗爱春的状态，他一点也不放心，只能默默地带着他走到了树洞，从树洞里拿出来吃的递给罗爱春。小姑快吃。小磊，你这是哪里来的？咱可不能去偷啊。小姑，我没偷也没抢，这都是正路上来的，你先安心吃吧，吃完我们再想想怎么办。小姑，快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办事儿，你现在不吃哪有什么力气啊？你和姑一起吃，姑不饿。吃吧，我早就吃过了，这会儿也不怎么饿。小姑，吃完东西我们就回去吧。不回去了，我嫁了3次，第3次被这样推回来，罗家的脸都让我丢尽了，再回去你奶恐怕就要被我气死了。小姑，我可以给你安排好，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回去。小姑，你以后会生活得很好，也会遇到爱自己的那个人，但是如果你现在不回去，我怕以后你的日子过得好了，再找个好人家，到时候家里人眼红，再去打扰你的生活。能苟活着便好，哪有什么好不好的生活啊？小姑，这件事情你必须听我的，我们必须回去，哪怕是与奶奶断绝了关系，如果是这样更好，我是为了你以后打算。小磊，你奶奶生我养我，但是到我出嫁之后，一直给罗家带来的是耻辱，因为我家里人在村里都抬不起头来了，或者我就不应该活在这个世上。他本想让罗爱春回去与家里闹翻，这样以后罗爱春的生活会少一分打扰。可是看到小姑这样，他心疼了，也心软了。就因为他这一刻的心软，以后招来了不少的麻烦。小姑，你不愿意去，那咱就不去了。吃完饭咱们去县城，翻山过去。小磊，我们去县城干什么呀？那里不是我们该去的。你回去吧，小姑在山里找个地方搭个小棚子也能活。去县城我有办法的。罗新磊说的肯定，一点不像是假的，也不容罗爱春拒绝。就这样，在罗新磊的拉扯下，罗爱春跟着罗新磊去了县里。一个大人，衣服破不说，身上还有能看到的伤痕。再说了，罗爱春就来过县城1次，这是第2次。他拘束的走路都低着脑袋。两人一路走到药铺门口，李兴早就在门口等着了，看到罗兴磊无比的亲切。哎呦，你可算是来了，叔等你很久了。这是我姑。小姑，这是李大夫，这个药铺的老板。李大夫好。快，里面请。小磊，我们还是走吧，我们都不用看病，进药铺干什么？姑，先进去坐吧，别担心。在后院忙活，看到罗兴磊很开心。这位是丫头的姑姑，
去准备点吃的。招呼罗新磊两人到了一间屋里，屋里有2张床1张桌子，是为病人准备的。你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姑，你在这里坐一下，我出去一趟马上回来。罗爱春完全没有喊出来，罗新磊就跟着李兴出去了。院子里，罗新磊告诉李兴，最近刘老夫人的病按照老办法治，3天后再换药，并且告诉了他办法。李兴乐呵呵地去给刘老夫人看了病。罗新磊回了屋，罗爱春紧张地站起来，手都不知道放哪里，担心地问：小磊，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回去吧。姑，不回去了，你还能回哪里去啊？小姑，放心吧，我有安排。小磊，我之前帮过李大夫的忙，一来二去就熟悉了。帮忙？你之前一直都在村子里呀？李大夫经常去山里采药，有一次我进山玩帮过他。很快，胖婶端了2碗面条，罗爱春不好意思，罗新磊坦然接受。李家2口子的恩情他会还的。谢谢胖婶儿。不客气，这赶了挺远的路，快吃吧。谢谢。有都是自己人，快吃吧。我外面还有点活，就先去忙了啊。小姑快吃吧，一会儿我还要回家呢。罗新磊吃东西快，吃完饭就出去找李兴。李兴刚刚送走刘老夫人到后院，与罗新磊遇上。李叔，我想请你帮我个忙。你说。附近有没有可靠的人家愿意出租屋子的，1间就够了。丫头啊，你是想给你姑找啊？暂时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后面我会有别的安排。你等一会儿，我问问你胖婶儿。好。没一会儿，李兴与胖婶俩出来了，脸上都带着笑意。胖婶开口说：你这丫头还找什么地方呀？就让你姑住我家。会不会不方便呀？不会不方便，家里就2个老人，2个孩子，我和你李叔一般都住在这儿，家里有空屋子，让你姑先住着。行，那便谢谢李叔和胖婶了。明日一早，李叔不必担心，正常情况下我都会过来，若家里有急事会耽搁一段时间，但处理完也会过来。行，我知道了，我们去前面吧，一会儿没准有病人。李叔先过去，我去跟小姑说一声。好。李兴走了，罗新磊进去找罗爱春时，罗爱春手上端着2个碗，一脸不安地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小磊，我们走吧。小姑，我和李叔说好了，你先暂时住在他们家，过些日子我给你换地方。这怎么行啊？打扰人家多不好。小姑，听我安排吧，你身上的伤需要好好治，一会儿我再给你抓点药。胖婶和李叔人很好，你不用担心。胖婶家里就2位老人，2个孩子，李叔和胖婶就住在这里，不会有闲话的。小姑，我去前面和李叔忙了，你把碗给胖婶送过去吧。既然你担心占了人家便宜，那就干点活呗。最近正是换季，小病小灾的挺多，多半是普通百姓过来看病。李兴先把脉，然后再让罗新磊把脉，那些病人也没说什么。罗新磊把完脉后就会立即去抓药，他人小但动作灵活，高处药棍碰不到的直接踩凳子上去。他给前一个人抓药的时候，李兴便开始给下一个人把脉写方子。有的病人罗新磊不用把脉，直接便能看出来，对李兴的方子有的也会做一些细微的调整。一天下来，2人合作还算愉快，不过还是有些手忙脚乱的。天色不早了，李兴让他留下来，罗新磊拒绝了，他还是要回去的。他要回去，罗爱春就紧张了。
原本下午跟着胖婶儿干了一下午的活，没有那般拘束了。可这会儿熟悉的人要走，他便又紧张起来。小姑，我明天就来了，时辰不早了，我先回去。没事儿，这丫头聪明着呢，别担心，我现在带你回家。他蹑手蹑脚地上前，想看看后门是不是开着，还没推，门就从里面打开了，露出罗新平不悦的脸。阿哥，我找了你一整天，去哪里了？安排小姑去了。安排好了？我若想问你如何安排小姑的，你会如实告诉我吗？不会。看着没说话直接转身离开的罗新平，罗新磊微微皱眉，也没多想，进院子关门，进棚里躺床上开始喘息。来就听到前院吵吵闹闹的，仿佛要打起来了。你们几个小兔崽子胆子大了，竟然敢偷家里的钱，看我不打死你们！奶，我们没偷，真的没有。就是他们偷的，他们没偷怎么会有糕点？昨天二狗子都在我面前显摆了，说就是强哥给他们的。罗兴旺，你少胡说八道，我们根本没有偷家里的钱。那糕点哪来的？还有奶的钱丢了，不是你们还能有谁？此刻前院罗家人都在，罗新强、罗新平、罗新梅、罗新孝站在一边，赵氏与罗新旺还有其他人站在一边，明显两边对峙。你说是我们偷的，那你拿出来证据。还要什么证据啊？钱丢了，你们又有糕点，可不就是你们偷的吗？污蔑！翻天了，翻天了！这些小鬼崽子要吃人呐！竟然敢偷家里的银钱，今天我就打死你们！罗新磊上前伸手推开赵氏拿着鞭子的手。好你个死丫头，天天白天不见人影，也不给家里干活，现在竟然敢推我，我看银钱就是你偷的。我平常连堂屋都进不去，怎么偷？就是他偷的，他这2天都没有回家吃饭，没偷银钱早就饿死在外面了，肯定是他偷完在外面买好吃的了。罗新磊真想上前去锤爆了罗新旺的狗头，这熊孩子就知道瞎咋呼，而且特别反常。都松手，别打了！院子里谁也没有想到罗新磊会冲上去打人，大家一时都愣住了。罗新磊已经伸手将罗新旺兜里的东西拿了出来，直接将自己手里的东西打开。油纸包里是鸡腿，很大个儿，已经被吃了一半。罗兴旺，你口口声声说东西是我们偷的，那这个呢？你怎么解释？我之前一直看戏的宋氏没想到战火会引到自己儿子身上。兴磊，你别污蔑兴旺，我家兴旺这孩子老实，银钱不是他偷的。那三婶娘的意思是，这鸡腿是你给罗兴旺买的？是。哦，奶，家里的银钱一向不是由您掌管吗？这也没有分家，各家就算是出去做工，银钱也应该是上交给您的。三婶娘还有银钱给罗兴旺买鸡腿，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钱呢。但在场的所有人看向罗爱宝的眼神都变了，变成指责。罗爱宝不干了，他出去做活的银钱可都交给自家娘了，现在被人这样误会，怎么能忍得了啊？娘，银钱我可都上交了，您也知道的。那你媳妇儿给兴旺买鸡腿是怎么回事啊？小月，你跟我说说这是怎么回事？买鸡腿的银钱哪里来的？宋氏百口莫辩，他感觉自己被一个漩涡卷了进去，越来越深，讲不清甩不掉。罗爱宝是个急性子，平常对宋氏不错，但只要牵扯到男人尊严的问题，他可是不干的，直接动手了，抬手就给宋氏一巴掌。罗爱宝，你竟然敢打我！
我就打你了怎么样？说，买鸡腿的钱哪里来的？一边看戏的罗新平冷不丁来了句：兴旺，你这鸡腿不是三婶娘买的吧？昨天我看到三婶娘和狗剩爹说话，是不是狗剩爹给你买的？罗兴旺懵了，不就一个鸡腿啊？爹打娘，现在平哥怎么还说到狗剩爹身上去了？他一时没懂，所以没说话，心里虚，默默地垂下了头。但这表现看在其他人眼里就不是这样想的。一个官夫给别人家孩子买吃的，两家关系还一般，怎么想都不对劲儿啊。罗兴磊嘴角抽了抽，打量了一下罗兴平，没看出来呀，这还是个黑芝麻馅儿的。他只是将战火升级为家庭矛盾，而罗兴平的一句话就上升到整个罗家的面子和道德问题，够绝。罗兴平，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三婶娘，我也是随口说说。昨天我确实看到你和狗剩爹有说有笑的，而且刚才三叔也说他赚的银钱都拿回家交给奶奶了。那兴旺这鸡腿总不能是兴旺偷银钱买的，刚才三婶娘也说这鸡腿是你买的。宋氏现在真的是被架在火上烤，他只是想维护一下儿子。罗兴平与罗兴磊两个崽子竟然三言两语将事情弄成现在这样。罗爱宝，你混蛋，你居然敢打我！说完推了一下罗爱宝，转身进屋收拾东西，在罗家人眼皮子底下光明正大的带着两个孩子罗兴旺与罗兴一哭哭闹闹的回娘家去了。气氛也不怎么好，罗兴磊依旧没有分到窝头，只有一碗菜汤。他也没计较，喝完就打算离开，便听到赵氏不悦的声音传来：老二家的，你们今天收拾一下，明天你们大伯父送你们去外婆家。终于可以见到爹和娘了。邢梅一起去挖野菜，新磊将大家换下的脏衣服洗了。罗兴磊没说话，直接转身出去。洗衣服什么的等着吧。原主之前确实没少洗衣服，家里很多活他都会干，可是现在谁傻谁干。也没在家里待，他直接去了县里。因为没吃饱，到县里的时候整个人都有些虚脱了。刚进门，胖婶就塞给他一个鸡蛋。看这脸色差的，快吃吧，我去给你烙个饼啊。谢谢胖婶儿。哟，跟我还客气什么？你姑今天没过来，让她留在家里帮忙了。你一会儿要不要跟婶子回家去看看？麻烦胖婶照顾我小姑了，今天便不过去看她了，过些日子我再去看她。好。丫头，你医术不错，昨天的银钱我分你。不用了，李叔先留着吧，这2天的都不用给我，小姑在您家里还要麻烦您照顾呢。哎，不麻烦，我爹娘说你姑很勤快，他们很喜欢。今天家里的早饭就是你姑做的。小姑是个闲不住的，让她干点活，心里舒服。好，那便不见外了。李兴说。两人聊了一会儿天，眼见着第一位病人上门了，两人就开始忙活起来。多半都是发烧咳嗽，也有些是其他类的病人。今天的病人没有昨天多，两人忙一会儿还能说一会儿话。罗兴磊便抽空告诉李兴，今天过后的几天可能来不了了。李兴也没多问，就告诉他忙完家里的事情再过来就好。晚上回家时已入夜，罗家人都睡了。罗兴磊想着后门肯定被关了，正纠结着，便看到了罗兴平。阿哥，今天没洗衣服就跑，奶他们都说明日要惩罚你，你自己心里有个数。还有，以后不要回来这么晚。哦，他看出来了，罗兴平这是特意帮自己留了门。我不追问你去哪里，但
你想好之后必须告诉我。多谢二哥帮我留门。罗兴平颇不情愿地应了一声，转身先进去回了前院。现在在罗家的处境，他一定要想办法尽快逆转才行。不知何时睡去，再次醒来是被赵氏抽了一巴掌醒过来的，脸上火辣辣的疼，没说话，站在床上居高临下。昨天让你给家里人洗衣服，你为什么不洗？都是有手有脚有爹娘有儿女的，为何要我伺候？翻天了，让你洗一下衣服怎么啦？天天吃着家里的饭，活儿也不干。我告诉你，家里不养吃白饭的。好，那我不吃了，活儿我也不干。天天就一碗清可见底的野菜汤，还想换取他的劳动力。好，不吃是吧？以后不要上桌。赵氏被气到，转身离开，放了狠话。罗兴磊没吃，出去进山里溜达了一圈，挖了点草药，直接嚼了，嘴里全是苦涩的味道，但他也能忍。这些东西吃了，对他身体恢复有好处。今天要被送到外婆家，罗兴磊没有在山里多待，回到家的时候，大伯父罗爱贵已经从村里借了牛车，随着罗爱贵等人前去关家。关家距离凹山村不近，赶着牛车还用了1个时辰才到。最近关家村聊得最多的便是关山年的媳妇儿不行了，已经病了好些日子了，女儿女婿都在，饭都吃不下了。这不就是关山年闺女儿家的那几个孩子吗？他们怎么都来了？是不是关山年家的老婆子不行了？对，前面的那个人呢，是关家亲家大伯哥，上次我见过。这怎么都来了？罗兴磊抬头看去，关山年家挺大，门是实木的，不大，但在关家村也算是数1数2的。罗爱全还没有敲门，坐了一路的罗兴孝早就迫不及待地跳下车，撒腿往里边跑去，边跑嘴里边叫着娘。关小妮也从堂屋里出来，就看到自己家的几个孩子都来了，包括让他心情复杂的罗兴磊。关三壮将罗爱贵与罗爱全两人迎进了堂屋坐着，院子里就剩下关小妮与罗兴磊几个。罗兴孝更是抱着关小妮的腿不撒手。关小妮长相普通，但五官还算端正，给人的感觉很干净，有一种特别的气息。这是罗兴磊的第一感觉。是不是闯祸了？没有。娘，这次的事情不是我们的错，是奶他们冤枉我。后来奶就说将我们都送来外婆家。兴强，你跟娘说说，兴旺说的糕点哪里来的？反正不是偷的，那银钱明显就是罗兴旺偷的，贼喊捉贼。兴强、兴平，你们2个进去看看外婆，一会儿你大伯父与小叔回去的时候，你们2个跟着回去。原本也没想留下。你们跟我进来看看外婆。罗兴磊迟疑了，感觉自己在这里像个多余的。不过他很平静，安安静静地站着，没打算进去招人烦，心中思考着是不是找个机会去县里住，离开罗家。正当他想得入神，手被一只软乎乎的小手拉住了。小磊，我们也进去看看外婆吧。其实我每次来外婆家，外婆都会问你为什么没来，她总是念着你。他轻轻点头。罗兴梅笑呵呵地拉着罗兴磊一起进了堂屋，沧桑的声音中满是对孙辈的疼爱，说话声音有气无力。兴强这孩子长个儿了，今年15，过2年呢就能说亲了。兴平这孩子性子闷，总感觉像个小老头儿，才13岁的年纪，可不能这样啊。
总这样闷着，以后谁家闺女会喜欢你这样的？孙氏话说完，突然看到进来的2个丫头，刚刚还开心的脸上露出一抹惊喜。来，快过来，小磊来了，快让孩子过来。罗新磊没动，罗新梅笑呵呵地拉着罗新磊上前，甜甜地叫了一声：外婆。乖孩子，小磊，快过来让外婆看看。罗新磊是个大夫，一眼就能看出来孙氏抬手时很费力，本想拒绝，可是看到孙氏眼底的疼惜，迟疑了一下，还是轻轻地伸出自己的手。孙氏握住罗新磊的手，便不愿意放下了。老人枯瘦的手指温热得很干燥，眼底有光闪过，眸光一直看着罗新磊，半天没有说出话来。罗新磊距离近，看到了孙氏眼底是泪花，心中微怔。罗家其他孩子都站到了一边，默默地看着。关小妮神色复杂地看着炕边的小身子，眼底闪过一抹痛意。屋里气氛微变，有些微妙，有些紧张，谁也没有说话。孩子来了，就让小磊陪我些日子吧。关小妮身子僵硬，但还是轻轻点头。外婆，我也不回去。好好好，都不回去，都留下来。这时关三壮媳妇孟香香走进来，看了一眼屋里的孩子，笑着对孙氏说：娘，亲家大柏哥和小叔来了，想过来看看您。是他们送孩子过来的吧？是。过来吧。小磊呀，要不要上炕上来陪外婆坐一会儿啊？上了炕，罗新磊就安安静静地坐在孙氏身边，他能感觉到身边人对自己的疼爱不像是假的。这时关三壮带着罗爱贵与罗爱全进来了，两人专门送人的，至于探病什么的只是顺便，而且两人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带，关家也不计较这个。几个大人在寒暄，罗爱全是个能说的，进来就问孙氏的病情什么的。坐在孙氏身边的罗新磊则悄咪咪地给孙氏把脉。孙氏一手抓着他的手，他另一只小手仿佛把玩孙氏的手，其实已经在探脉。好一会儿他才松开，神色松懈下来。这病也不是没治，说起来也不难治，怎么这么长时间都不见好转呢？难不成关家没有给看病？但他刚才进来的时候明明闻到了药味儿。罗新磊一直在走神，对于虚伪的问候场面他是一点也不喜欢看。直到罗爱贵等人都出去了，他这才回神。屋子里只有孙氏、罗新梅与他三人，其他人都走了。这孩子想什么呢？想这么入神？指了指另一边的炕柜，摸索着从自己半靠的枕头下面摸出来一个钥匙，放到罗新磊的手里。去，把那个柜子打开。没多想，转身去打开，入眼看到的就是有纸包，但闻到了糕点和糖的味道。小梅呀，你去将门关上，也到炕上来。哦。孙氏将油纸包打开，里面是糕点。快吃吧，一会儿其他人要回来了。谢谢外婆。快吃吧，别光顾着说话了。孙氏是打心眼里疼罗新磊，硬生生地给他吃了2块糕点。罗新梅吃了1块，后来说什么也不吃了，偷吃就这样结束了。是关小妮。娘，新强和新平跟着回去了，新笑留下来了。孩子还小，你总不在家，留下就留下。活这么大岁数，怎么能看不懂今天罗家人来干什么？星梅在家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没什么事儿，
就是心笑着孩子想我了，总是吵吵着要过来。家里人惦记着您生病了，就让孩子大伯父他们送过来看看您身体如何。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罗家那一大家子是什么样的，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吗？你娘我只是病了，还没有糊涂。娘，星梅、小磊，你们两个去外面玩吧。这小孩子家家的都喜欢玩，陪我这个老太太坐在这里干聊天，你们怕是坐不住啊。扶我躺着。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小磊这孩子我看着是个乖巧聪明的，你好好带他。都过去了，他就是你的孩子。就算他以前做错了事情，现在孩子也大了，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不要再对他视而不见了。好，我会好好照顾他的。娘，你放心吧。你这孩子性子倔，一旦认定了什么事情便很难改变。可他到底是个孩子呀，当年的事情他还太小了。我知道，我不怪他。他现在叫你一声娘，你就要对他视如己出。你前几天回家，家里爱春那孩子不是出嫁了吗？以后小磊一个人，你让他跟你回屋睡，别让孩子再住牛棚了。我知道。我如今这个样子，也不知道还有几天活，就希望你们都好好的，我就算死，也没有牵挂了。娘，您可不能乱说，大夫说了，吃过药就会好起来的，您别操心，不会有事儿的。两人在这边聊天，关家院子里，罗星磊与罗星梅站着干瞪眼儿。罗星梅想要出去玩，叫罗星磊一起，但罗星磊可不愿意与一帮小屁孩玩。正僵持着，外面一群小孩子跑了进来。星梅，这是小磊。是的，二妮姐。哼，一个小丫头片子，来咱家也是浪费粮食。蓉蓉，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小磊来咱家都是客人。二妮，你有没有搞错呀？他们来的时候可是什么都没有带，还不是来蹭吃蹭喝的。关大壮与姚芳芳一共2子2女，大儿子去年底娶妻，二女儿已经出嫁，家里现在就剩下刚刚15岁的关亮亮与12岁的关蓉蓉。关二壮与钱凤来只有3个女儿，没有儿子。关三壮与孟香香2男1女。在农村，没有儿子就是无根，没有顶门立户的，所以关二壮与钱凤来平常在家里干活最多，吃亏也最多。蓉蓉姐是吧？哼，谁是你姐啊？我妈就生了我和我姐2个人，可没有生妹妹。哦，我就是想问问，你说我丫头片子，难不成你是男孩？你欺负人！赵然听到孩子的哭声，下意识以为孩子们打架了，全都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这是怎么了？蓉蓉怎么哭了？还哭得这么伤心？你们谁欺负她了？小磊，说吧，怎么回事？去村子里串门的姚芳芳回来了，老远就听到自家蓉蓉的哭声，脚步都快了几分，还没有进院子里就嚷嚷开了。蓉蓉怎么了？谁欺负蓉蓉了？娘！这是怎么了？你们谁欺负的蓉蓉？大伯娘，没人欺负蓉蓉。娘，就是他，是他欺负我的。小妮儿，不是我这个当大嫂的说，
你家这闺女刚来就欺负蓉蓉，我们蓉蓉可是很少这样哭的。到底怎么回事啊？安妮姐回来问我姐，我是不是小磊？我姐说是的。安妮姐便说，她记忆中我是第一次来外婆家。蓉蓉便说，一个丫头片子来外婆家也是浪费粮食。安妮姐便对蓉蓉说，来了就是客人，希望蓉蓉不要这样说话。蓉蓉就问安妮姐有没有搞错，我们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就是来外婆家蹭吃蹭喝的。我便问蓉蓉，她是不是蓉蓉姐？因为我有记忆第一次来，怕认错了人。蓉蓉姐便说，大舅娘只生了她与姐姐2个人，没有妹妹。我就说，刚才蓉蓉姐说我一个丫头片子，难不成她是男孩？蓉蓉姐就哭了，说我欺负她。姚氏听到这些话，再看看院子里孩子们的表情，就知道罗兴磊没有骗人。哭哭哭就知道哭，人家就说了你不是男孩你就哭，真是没用的东西。娘，孩子有什么资格啊？就算你小姑家人来咱家什么都不拿，那也不是你一个孩子该操心的事情。可是他们来了要吃饭的。就算吃饭那也不是你的。你给我记住了，以后你自己长大了去别人家要带东西，不然别人会骂我们没教养。哦。关小妮的脸色就青一下白一下，难看极了，就差指着她鼻子说他们一家吃白饭的还是第一次。关小妮一个大人又是外嫁女，有些话确实不好说出口，只能硬生生忍着。但罗兴磊可不打算忍，他看到自家姐姐哭了，垂着脑袋，那眼泪都将脚尖上的地皮打湿了。想到赵氏那次对他们打鞭子时，罗兴梅可是上前护着他的。大舅娘说的对呢，去别人家是应该带东西。我大伯父和小叔来坐了会儿就回去了，现在就我和姐还有星笑留下来了。我们出门的时候家里给了银钱，让买点东西带着，但因为时间赶就没有买。姐，你比我大，这钱还是你拿着吧，我怕丢了。明天咱们去镇上买点面啥的，在大舅娘家也不能白吃白喝呀。这是啪啪啪打姚氏的脸。长这么大，第一次拿铜板，他身子都不会动了。一直站在一边没说话的孟香香上来打圆场。大嫂小妹，都是小孩子家说着闹的，就别吵了，娘还病着呢，被娘听到不好呀。罗兴磊刚才一句在大舅娘家也不能白吃白喝，噎到了姚氏，这回也没有吵闹的心思了，转身冷着脸拉着关蓉蓉回自己屋去了。你跟我来。关小妮回头，罗兴磊就站在他3步距离。铜板哪里来的？铜板是我自己的。你一个孩子哪来的铜板？说，你奶丢的铜板是不是你拿的？他丢了多少，我拿出来多少，数也对不上吧。你说这铜板不是你奶的，那你从哪里来的？你一个孩子哪来的钱？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来路光明正大。关小妮被气到了，抬手想要打罗兴磊。如果你不说，这铜板拿走，还有我可以养你长大，但以后别叫我娘。罗兴磊真是要被气笑了。关小妮在罗家的时候，原主也很少叫关小妮娘，平常除了干活就是干活，不干活的时候就在后面牛棚，都与罗爱春相依为命的。铜板拿出来了，就没有收回去的道理。这几天我吃住会在外婆家，这是我的口粮钱。然后不等关小妮发作，直接抬步离开。见罗兴磊去了孙氏屋里，他也跟着进去了。一些，你大嫂说的话别往心里去。我没往心里去，就是带星梅他们出去吧，我和小磊说会儿话。初次见面，他算是看出来了，关小妮是个脾气倔强的。小磊，别生气，你娘就那个性子。你跟外婆说说，这些铜板哪里来的？
外婆应该知道这些铜板哪里来的，刚才我在院子里都说了。瞎说八道，你奶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吗？要带东西来，那定然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怎么可能悄无声息的？的确不是奶给的，但这铜板也不是我偷的。不是偷的就行，咱们可以穷，但绝对不可以干鸡鸣狗盗的事情，记住了吗？他都不相信我，外婆相信我。孙氏听到罗新磊称关小妮为他，心里有些酸涩，但没有说。外婆相信你是个好孩子，不会说谎的。我前几天在山里救了一个人，那个好心人给的，还给了吃的。那天大雨，我住的棚子塌了，大哥他们帮我一起搭棚子，我便将吃的分给他们。村里也有孩子帮忙，这件事情让三叔家的兴旺知道了，兴旺就冤枉我偷钱。这钱是兴旺偷的，而且还拿去买了鸡腿。你奶生气，便将你们都送了过来。嘿，赵氏这人还真是乖孩子，你娘性子烈又倔，她心是好的。这件事情你不用解释，外婆帮你解释。这铜板收起来吧。拿出来了，就留着买东西吧。我和姐还有星笑确实要在外婆家住些日子，也不能真的吃干饭。你是个乖巧的，之前一直跟着你小姑，现在你小姑出嫁了，以后啊就跟着你娘睡。铜板最后罗新磊也没有收，直到吃饭时间，关家人都回来，罗新磊就去堂屋吃饭了。关家的伙食明显要比罗家好很多，也是男女分桌，但大家吃的东西基本都是提前分好的。每个孩子都有窝头，谁也不会饿到。玉米面糊糊里还有一点油腥。罗新磊走到关山年面前，一个精瘦的老头，精神很好，眼神犀利，说话底气很足，身体很健康。外公，哎，这丫头真是长大了，好几年都不见了呢。真是好孩子。关蓉蓉就站在一边，怎么看罗新磊都不顺眼。现在听到关山年的夸奖，更加生气了。一个赔钱货有什么可夸奖的？爷爷从来都没有这样夸过自己。爷爷，小磊很久不来咱家了，我和二妮带他出去玩。行，你们一起出去玩，照顾好小磊、星梅他们。笑一大帮子出去玩。关家村这边也有河，与凹山村的那个连着，不过关家村这边的明显更宽一些。不用害怕，我们一起玩。这个所谓的玩，并不是真正的玩。女孩子，尤其10岁左右的，已经可以帮家里分担一些了。有人会挖野菜，有人会打猪草，基本大家都是一起说说笑笑，边聊天边干活。关家为了2头猪，打猪草的活儿向来都是家里孩子干。女孩子里二妮最大，她也颇照顾罗新磊。小磊，你就跟在我们身边好了，不用干活。为什么不干活呀？难道他不吃饭吗？蓉蓉，有些事情适可而止。你中午的时候已经为难过小磊了，现在不要再说话了。二妮，我为什么不能说话？他们是拿了铜板出来，可是谁知道那些铜板最后会不会又被带回去啊？关蓉蓉不乐意，手上拿着镰刀，现在被关二妮这样一吼，心里的气更盛了，直接将镰刀往罗新磊那边一扔，嘴里还十分不屑地说：二妮，今天下午他不干活，那我也不干活。罗新磊一直都站在一边，当真没想到天降横祸，关蓉蓉竟然大胆到直接将镰刀冲他扔过来，一时间所有人吓傻了。罗新磊倒是想躲呀，可他也没有什么身手，后退的同时伸出胳膊捂住自己的头。他衣服本就短，现在抬胳膊，整个小胳膊都在外面，镰刀就那样划了过去。
刀划破皮肉的痛瞬间席卷而来，罗新磊脸色瞬间煞白，胳膊上的血就那样流在他的小脸上，伤口有些深，横着下去的，罗新磊又倒了下去。大家都看到血流了下来，没注意到到底伤到了哪里。小磊，他刚才就在罗新磊一步之遥，他现在直接扑到罗新磊身边，眼泪哗哗往下掉，紧张的都不敢拿手去碰他。罗新笑在不远处玩，看到镰刀被关蓉蓉扔出去，砍到了二姐，他小脸白了一瞬，撒丫子就往关家跑。当回到关家的时候，小脸上满是泪。关小妮与关山年正在孙氏的屋里说话，听到罗新笑的声音，关小妮冲出来，就看到儿子小脸煞白，哭成了泪人。行，娘，快，二姐被砍了，好多血，好多血。罗新笑话说不全乎了，自己只顾边说边往外跑。关小妮听到血就往外冲，大脑一片空白。关家其他媳妇儿在屋里听到动静也出来了，看到关小妮匆匆离开。关山年在孙氏屋门口有些不放心，扫了一眼院子里几个儿媳妇儿。你们跟过去看看，星笑说好多血，是不是孩子打架了？关山年都发话了，其他的自然跟着去了。另一边，罗新磊只感觉自己胳膊很疼，还很烫，耳边全都是罗新梅的哭声。他张了张嘴，感觉嗓子说不出话来，伸出另一只手拉住了罗新梅的胳膊。小磊，你还活着，你还活着。走，我带你回去，带你去找大夫。罗新磊只感觉身上很烫，仿佛有火在烧他。他微微垂眸，就看到血顺着胳膊流到了他用布条包起来的镯子上，可他感觉到了一股亮光，刺得眼睛疼。这似乎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到，流下去的血到了镯子那里就不再往下了，全都渗了进去。秀梅，你扶着小磊，我们快点去找大夫。好。小磊，然后慌忙跑过来，直接将人抱进怀里，来不及检查就往回跑。跟着关小妮一起过来的关家媳妇儿们看到关小妮抱着的孩子身上都是血，全都吓傻了。哎呀，小妮，我找三叔套牛车，你抱着孩子过来。二嫂，你快回家找娘拿银子。只能感觉到有人抱着她跑得很快，耳边传来女人紧张中交杂着恐惧的呢喃声。小磊别怕，娘在呢，娘带你去找大夫。小磊，你一定要坚持住啊，娘不许你有事儿，一定要乖乖的。他感觉不到胳膊上的疼，只感觉自己被烧死了，太灼人，后来便直接晕了过去。当罗新磊再次醒来，已经是2天后。休息会儿吧，以前不见你好好疼她，现在知道心疼了。娘，她再怎么说也是我女儿。知道她是你女儿就好，这孩子真是遭罪了，这胳膊上怕是要留下伤疤了。只要她好好的活着，比什么都强。我听孩子们说，当时镰刀是冲着小磊头去的，要不是小磊后退一步用胳膊挡了，现在恐怕活不下去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罗新磊就在2人说话中醒来的，他以为自己活不了，那天灼烧的感觉太真实，他一度以为自己被烧死了，没想到还活着。迷迷糊糊地睁开眼，便看到关小妮惊喜的表情。你醒了？行了，你快去给孩子做碗面糊糊来，2天没吃东西了，肯定饿了。哎，我这就去。外婆，乖，还疼吗？以后都会好起来的，你这次啊，
是遭了大罪了。外婆别哭，我没事。罗新磊心里有些酸，他想起了前世的奶奶。妈妈死得早，他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奶奶见到他受委屈也是这样，哒哒的掉泪。外婆别哭，你哭我心疼，伤口也跟着疼。好好好，外婆不哭了，不哭了。说着慌忙胡乱擦着自己的眼泪。这时门被推开，二妮、罗星梅等一众孩子走了进来，除了罪魁祸首关蓉蓉。小磊，我没事。孩子之间的友谊是最纯真的，看着他们的笑容，罗新磊心情也好了点儿。关小妮目露心疼地看着他，也没有说什么，直接端过碗，手上拿着勺子，态度强硬。你胳膊伤了，我喂你。罗新磊想说自己可以，但是对上关小妮的眼神，他沉默没说话，任由关小妮喂自己吃。你这次伤得很重，都看得见骨头了。你大舅已经打过蓉蓉了，蓉蓉也在炕上躺着，虽没你伤得重，但也得躺几天。关小妮见他不语，剩下的话都吞进肚子里没说。其实他也很生气，但那天他抱着小磊进院子的时候，大哥就已经在打蓉蓉了。他这个当姑姑的还能说什么呀？这2天先好好的养着。关小妮最后只说了这一句，拿着碗就出去了。磊刚醒，体力有些跟不上，喝了点面糊糊，又沉沉睡过去了。当他再次醒来，天快黑了。关山年在屋里与孙氏两人不知道说着什么，声音很小。罗行磊感觉伤口有些不舒服，在屋里他又不能看，迟疑了一下，找借口说要去茅厕，下炕出屋了。二妮和罗星梅两人怕罗星磊晕，一起陪着出去了。一个人行吗？我陪你进去吧。没事的，你们在这里等我就好了。可是这溃烂的伤口不及时处理，会越来越严重。他不禁有些怀念以前的手术刀、针和线，还有药物。如果有这些东西，他自己就能处理。当他想着，手里似乎有些不对，低头就看到一把匕首泛着寒光，还有针线。他惊讶地看着手上的东西，凭空出来的，是个人都得吓死。片刻之后，他便镇定心神，看着手上的东西，心里默念消失。果然东西没了，但刚才的东西哪里来的呢？正想着，脑袋微晕，场景转换，他出现在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入眼看到的便是一片药田。罗星磊惊呆了，随即就是大喜，有药，他的伤口就有救了。扭头再打量，药田旁边有一口井，站在井边就能碰到里面的水。旁边还有3间屋子，他所能看到的地方不大，其他看不到的地方全都是白浓浓的雾，透着一股子神秘。有人吗？他迟疑之后喊了一声，回答他的是一片平静。犹豫了一会儿，他上前来到屋门口，伸手推开屋门，里面是一个制药房，旁边还有书架和书桌。他缓步上前，在书桌上看到一本书，上面写着《随心记》。他伸手拿过《随心记》，打开慢慢看了起来。现在存在的是一个空间，能进来的则是有缘人。随心记是空间的上一个主人留下来的，解释了一下空间的一些事情，药田、井，还有这几间屋子。对方记得很简单，只有前面几页他能看到。能看到的最后一页上面写着：恭喜有缘人得到空间，血浊会升级，与空间主人在外救多少世人对等。就这简单的一句话，罗星磊明白了，
救的人越多，空间升级就会越快。而血镯，他抬头看了看自己胳膊上被布条缠起来的镯子，难怪那天被砍之后，他只感觉全身烧灼，血也没有流到手上，似乎全都被镯子吸收了。应该是他的血开启了空间。这般想，他是不是还要谢谢关蓉蓉？没有关蓉蓉的误打误撞，他恐怕不会这么快开启空间，也算是因祸得福。是，胳膊伤了就慢些。没事就好，我们喊你你没出声，以为你晕倒在里面了。没事，我们回去吧。罗星磊跟着回去了，他心情不是很平静，胳膊上的伤口还在发炎，疼，但是他现在又没办法说，只能先忍着，找机会再进空间。小妮儿啊，你回来也有些日子了，明天跟艾夫回去吧。爹，娘现在这样，我就是回去也不放心啊。生死有命。爹，小妮，你爹说的对，外婆。小磊，外婆，我胳膊伤了，暂时不想回家，我想留下来。是啊，爹娘，你们让我回去，小磊胳膊伤了，回去之后家里人问我怎么说呀？你回去吧，出来也有些日子了，咱爹娘嘴上不说，肯定会想你的。没关系，我陪你留着，等娘病好了我们再回去。于是乎，关山年与孙氏想让两人回去的想法泡汤了。罗星梅、罗星磊与孙氏还有关小妮一起睡。夜深，罗星磊伤口疼，总想着怎么再去空间一趟，就听到了母女俩的对话声，关于他的。别再闹别扭了，小磊这孩子很好，他今天晚上听说你不想回去，才故意说自己伤口的事情。这孩子呀，聪明着呢。唉，关小妮重重叹了一口气。我就是心里想到他之前说的那番话，难受。那个时候他才多大呀？一个3岁的孩子。再说你家那些人，哪一个是省油的灯啊？他们在小磊面前乱说几句，他一个孩子自然就当真了。你怎么就这么倔呢？娘，你知道的，有些事情经不起考验。他才3岁呀，那么小一点儿，被别人挑唆几句就要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我这心里不好受啊。有什么不好受的？一个3岁的孩子，你还真要跟他记一辈子的仇吗？从你将他抱回去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是你的孩子，他能遇到你也是缘分，好好待他。这几年你对他不管不问的，他一直都跟着你小姑子。现在小姑子嫁人了，以后他在罗家，除了你们还有谁疼啊？我知道了。艾福性子闷，他一个男人家的，也不容易发现这些事情。平常对星梅也是那样。艾福恐怕一直都觉得小磊过得不错呢。在艾福面前，家婆就算再有不满，也不会做得太过分。但到底是个男人，也会经常不在家。那天看到他满脸的血，真的吓到我了。我怕他就这样离我而去了。能活着就是万幸了。我听二妮说了当时的场景，这要是真砍头上，那就是一条命啊。是啊，幸亏孩子机灵，想想都后怕。以前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我会好好待他的，视如己出。她就是你的女儿，10月怀胎生的，没人比你更清楚。我知道。这孩子额头都是汗，也不知道是不是做噩梦了。只怕是孩子身子太虚了，好好的一个孩子，在你家婆手底下，看给折磨成什么样了。男孩女孩有什么不一样的？哎呀，
真是。娘说的是，得亏二嫂遇到了您这样一个好婆婆，若放在罗家，怕是活不下去了。女人嫁到夫家，本就有很多束缚，都是女人，我也是从她那个时候过来的。你二嫂这些年因为孩子的事情，心里也不痛快，我只能尽量保证她不吃亏，私底下还是要她自己立得起来才行，没人能护得了她一辈子。我这老骨头万一走了，你大嫂三嫂怕是对你二嫂不会手下留情啊。个人有个人的命啊。是啊，所以我和你爹打算最近分家。能分了，大哥家大海已经成亲了，用不了多久家里就会添人了，总在一起恐怕会出事儿。这次蓉蓉的事情我看得清楚，你大哥这次是被逼急了才会动手打孩子，以前他从来都不管，所以大房的几个孩子被你大嫂老了不管了，管不动了。娘，分家您和爹打算跟谁过啊？老三吧，我走了就是你爹，以后你爹动不了，老大媳妇儿怕是一口热水都不会给你爹烧，老二媳妇太懦弱，老三媳妇儿虽然也计较，但秉性还行，有老三在，你爹吃不了苦，我也就放心了。娘，跟三哥过便跟三哥过，别老说些不吉利的话，您会好起来的。明天带小磊再去看看大夫，孩子伤口那么深，现在天气热，就怕长不好啊。我明天早上和艾父一起去。你好好的，娘就放心了。睡吧。震惊，在这里面他收到了2个信息。第一，他可能不是关小妮亲生的。第二，孙氏他们有分家的念头，是因为这次关蓉蓉伤了自己才决定的。至于孙氏他们说的3岁发生了什么，他更是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因为3岁那年发生了让关小妮伤心的事情，关小妮才会对罗新磊不怎么管，任其发展。很快，耳边就传来孙氏与关小妮2人均匀的呼吸声，然后自己悄悄进了空间，走到井边，用挂在井边的葫芦勺舀了水，忍着痛直接浇在伤口上。他想将上面的黑色药物冲掉，然后再进行治疗。原以为会很疼，可是这井水浇上去之后，想象中的疼并没有出现，反而有些舒服，之前那股子疼痛感也消散了一些。罗新磊有些不敢相信，不过随即就淡定了，这里是空间，怕是里面的东西都极好。冲了药物，他就那般敞着伤口，然后在药田里找到自己需要的药材，拿进药房捣碎，制成药膏，这才拿着刀子将自己化脓的地方一点点刮了下来。翌日清晨，这孩子今天看起来气色还不错呀。外婆，我能治好你的病。好好好，我们小磊有这份心就好了。外婆，我说真的，你让我试试吧。好，不过这件事情要保密，咱先吃饭，吃过饭后啊，外婆让他们都出去，这样就剩我们2个人，你想怎么治都行。好。2人在聊天，很快关小妮端来了饭。吃完饭，孙氏就由着罗新磊胡来，转身从空间里拿了针包。孙氏平躺着，身子很疲惫，刚才的面糊糊他就喝了2口，有些咽不下去。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外婆躺着，小磊想怎么给外婆看病就怎么给外婆看。孙氏的状态很差，说完话后人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这是怎么了？还将门关上了？
外婆睡着了，我怕吵到她。走吧，娘带你去镇上。我不想去。这怎么可以？跟娘去镇上，你这胳膊上的伤，再让那个大夫给瞧瞧。说着，已经伸手拉住了罗新磊的另一只手，直接将人带了出去。记得给你娘抓药回来。哎，我知道。关小妮应了一声，便与罗爱福往门外走。还没出院子，就听到有人叫关小妮：“小妮儿，小妮儿，等一下！大嫂有事儿啊？”姚氏抹了抹眼上并不存在的眼泪，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看着关小妮，凄凄爱爱地说：“小妮儿啊，你要去镇上给小磊看胳膊吧？”“嗯。”“小妮儿，蓉蓉这孩子是皮，但好歹是你亲侄女儿，你大哥下手也太狠了。孩子这几天一直趴着，整个人瘦了一圈，身上的伤也没好，整夜疼得睡不着啊。你大哥也没给孩子抓药，既然你要去镇上，回来的时候给小妮儿带点吃的药，还有外伤可以敷的。小妮儿，麻烦你了啊，这孩子伤得太重了，整个后背没一块好肉，我也脱不开身呐。那你和爱福快去吧啊，早去早回，我先回屋照顾蓉蓉了。大嫂。姚氏的脚步飞快，就像身后有鬼在撵一般，麻溜地进屋去了，也不管关小妮接下来要说什么。走吧，时辰也不早了。大嫂还真是想空手套白狼，又要内服又要外敷，这些药又不是大风刮来的，我用什么给他买？分明就是故意的。蓉蓉将小磊伤了，我们什么话都没说，他到底还说大哥下手重，又想让我们给带药。我不带，虽然蓉蓉也是我的侄女儿，但小磊还是我女儿呢。别生气了，一会儿给小磊看完再给娘抓点药，若是有剩余的银钱，给蓉蓉买点药也没什么。这怎么可以？我们就这点银钱，怕是给小磊看完再给娘抓点药就没有银钱了。罗爱福不说话了，不知道在想什么。一路到了镇子上，一会儿就给小磊看看，给娘抓药，蓉蓉的事情不管。这事儿你不管，回家大嫂恐怕要闹。她这2天明显憋着气，也许这就是她找的借口。要闹就让她闹，如果不是小磊机灵后退了一步，又命大没砍到脑袋，后果不堪设想，她还有什么脸闹啊？你看着办吧，这些日子我做工的银钱都在你那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一路到了医馆，关小妮进去之后，脸上就带了笑容，看着坐堂的大夫：“马大夫，我们又来了，您给孩子看看。”这孩子现在脸色看起来还行，过来。是。胳膊被放在马大夫面前的方桌上，马大夫动作很轻，一点点将包着伤口的布一点点解开。当看到伤口的时候，他脸上一喜：“你们这是……”马大夫怎么了？恢复的不好吗？上次你给看完之后，回去我们都没敢动的。看着像恢复的不错。马大夫真是神医啊，这伤口愈合的真好。行医几十年，从来没有人叫过他神医。现在关小妮一句神医，马大夫立刻有些飘了，想问他们去哪里找哪个大夫重新给孩子看伤口的话，硬生生地吞了回去。伤口愈合的不错，回家好好养着就可以了。不用再上点药吗？不用了，养着就行，小孩子恢复得快。好，那您再给我娘抓点药吧。好。他都能看出来，这个马大夫恐怕是个半吊子。坐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马大夫写好了药方，然后又去抓了药，再看着关小妮给钱。他深深有一种无力感，明明不用花银子的事情，白白浪费了银子。经过简单接触，罗新磊发现了罗爱福在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奇葩，但是放在现代，那就是个标准的好男人，很疼媳妇儿，会软语劝关小妮，也会霸道又强势。
这点从他非要跟着关小妮来关家就能看出来。一路回到关家村，刚进关家院子，姚氏似乎一直在盯着。人还没走到院中间呢，姚氏就满脸笑容地迎了出来。小妮啊，真是辛苦你了。大嫂，这是娘的药，你若是要去给娘煎药，那便拿着。小妮，我以为这是给蓉蓉的药呢。既然是娘的药，那还是你来吧。我这粗手笨脚的，就怕煎药的时候再出差错。我来煎。你这布袋里是什么？给蓉蓉抓的药吗？大嫂，这里面是玉米面。上次孩子们过来的时候不是带了铜板吗？我又添了点，毕竟好几口子在家里吃饭呢。小妮儿，蓉蓉的药呢？这孩子这会儿还在疼得直哭呢。我跟他说呀，小姑去镇上给抓药了，蓉蓉很感动，非说以后要好好孝顺你呢。大嫂，我这身上银钱就那么多，我走的时候你让我带药，忘记给银钱了。我这去给小磊都没有买药，就给娘买了点儿，然后就回来了。什么？你没买？银钱？那大夫也不给我药啊。你怎么不先买了药再去买面呢？蓉蓉可是疼得直哭呢，刚才还在我耳边说小姑对她真好，现在你这不是让孩子伤心吗？哎，蓉蓉这孩子，你是不是因为蓉蓉犯一点小错伤了小磊就故意没买啊？大嫂怎么能这样想呢？蓉蓉也是我侄女儿，我买玉米面还不是因为这几个孩子来了，我也不能在家里白吃白喝不是？我去镇上先买的面，以为银钱够，去了才知道不够。我还想着给小磊买上点药呢，过2天等艾福拿了工钱，我再去镇上给小磊买药。那你下次去的时候再给蓉蓉带吧。哎，这孩子疼的哟，我先进去看看孩子。一直在屋里听着动静的关家二嫂钱凤来见到姚氏进去了，这才出来笑着对关小妮说：小妮回来了。钱氏性子温和，又因为没有生出来儿子比较软弱，所以关小妮与他关系还是极好的。两人说话，罗新磊便进东堂屋看孙氏。小磊回来了，胳膊上的伤怎么样啊？大夫给开了药没？愈合得很好，大夫说不用上药，给外婆抓了药。罗新磊在孙氏的房间里待到吃过午饭，便找借口一个人出了关家，去后面山里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进空间处理药材。处理好药材后，他干脆在空间里将药煎好，然后快速回到了关家。刚到院子就闻到一股子药味儿。罗新磊眼睁睁地看着关小妮将药煎好，然后起身要端给孙氏。我给外婆送去吧。这药金贵着呢，万一你不小心洒了怎么办啊？别胡闹。见关小妮走了，罗新磊上前跟着。孙氏在睡觉，听到动静睁开眼。关小妮上前说：娘，药煎好了，我扶你起来喝。过一会儿吧，再晾晾。行，那您先躺着，我出去将药渣收拾一下，再进来扶你。罗新磊顾不得其他，直接上前将原有的药碗收进空间，将自己空间里的端了出来。外婆，我扶您起来喝药吧，我刚才摸了，温度刚好，再晾会更苦了。孙氏笑着点头，还是端起碗喝了。但他感觉到手中的碗不是自家常用的碗，这碗好像不是他家的。外婆，我把碗送灶间去。他到灶间的时候，关小妮刚收拾好药渣，见罗新磊将碗拿回来，还笑着问：你外婆将药喝完了？明明说烫，怎么突然就喝了？罗新磊倒是看到一边的条桌上还放着一碗药，这是留给明天早上喝的。关小妮洗好碗去外面倒水的时候，
罗新雷以最快的速度将那碗留着明天早上喝的药给换了。你在干什么啊？我就看看是什么东西。那是你外婆的药，明天要喝的。行了，出去吧。哦，站在院子里想着，明天如何将剩下那2副药给换了，这样就不用麻烦了。晚上大家刚上炕还没有睡，突然撕心裂肺的哭声在关家响起。蓉蓉这是怎么了？这样哭啊？你大嫂白天让你带药，你没带，这会儿就哭上了。别去，就在屋里待着。哦。老大，怎么回事啊？爹，您睡吧，没事儿。这都哭成这样了，一家人还怎么睡？你娘还病着呢。爹，您去睡吧，我进去让他们别哭了。哎呦，活不下去了，这还让不让人活呀？娘，你带我走吧，我也不活了，太疼了，连药都没有。小姑明明说了要给我买药，可是最后什么都没有买。我就是光着捡来的，没人疼，没人爱。蓉蓉说什么傻话呢？你是从娘肚子里出来的，没人疼你，娘疼你。娘，我疼，好疼啊，我好疼。一场闹剧最后由关山年答应明天让关三壮专门去镇上给关蓉蓉买点药而结束。翌日，小磊这是又要给外婆治病啊？是呀。今天他便大大方方地将针包从衣服里面拿了出来。孙氏看到打开针包后，一排晃眼的银针，脸色变了。小磊，你这……外婆，我需要给你施针，你现在放松身体。我先给外婆施完针再解释好吗？好不容易施完了针，关小妮就来了。最近怎么总是关门呢？关小妮看着孙氏喝完药离开后，孙氏便有些迫不及待地拉着罗新磊的手。小磊，外婆，我跟你说的事情，你能不能先不要告诉别人？好，你说，外婆听着。你怎么会医术的？还有你那些针。外婆，针是我师傅给的。师傅？你何时有师傅了？是我4岁的时候遇到的。师傅看我资质过人，便教我医术，所以我已经学了好几年了。师傅说我现在可以单独医治病人。你师傅他在哪儿啊？师傅不让我说。你这孩子，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家里讲呢？放心，外婆会替你保密的。不过你会医术啊，外婆很惊讶。谢谢外婆帮我保密。你有这样的能力，外婆很开心，以后就不会有人欺负你了。两人又说了一些有的没的，罗新磊就说自己要出去玩，孙氏放他走了。小磊，你怎么乱跑？身上的伤还没好，应该好好养着。已经不怎么疼了，在屋里待不住，就出来看看。罗新梅拉着他的另一只手，说什么也不松开，当真是一个当姐姐的对妹妹各种呵护。你就待我身边，哪儿也别去，别再受伤了。上次你受伤真是吓死我了。好。接触下来，这个姐姐其实也挺好的。不远处一群少年走了过来，带头的便是关蓉蓉的二哥关亮亮，今年15。新梅，你带着小磊先回去吧，他这身子还没好利索呢。他回头便看到关亮亮一脸得意的带着一群少年走了过来，眼神不怀好意。小磊，听二妮儿的，我们先回去吧。我才刚出来，就是为了出来玩的，还没站一会儿呢。我现在不想回去。亮亮哥，你这是干什么？让开，
我想干什么还由不得你一个丫头片子来管。你想干什么？让开，不然我连你一起揍。说吧，你想干什么？当然是揍你，要不是因为你，蓉蓉也不至于伤成那样。那他用镰刀杀我的事情如何算？你又没死。是呀，关蓉蓉也没死呀。罗星磊，今天不给你点教训，你都不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在关亮亮手抬起来的时候，罗星磊的手也抬了起来，两手相撞，关亮亮感觉自己整条胳膊都麻了，甚至连力气都没有了。他还感觉到了自己手上痛了一下，心底一阵后怕，后背发凉，嘴上倒是十分硬气。你要打我，我只是挡了一下，怎么就伤了你了？出血了吗？在哪里？我看看。我胳膊麻了。胳膊麻了？刚才你想打我，就突然胳膊麻了，是不是遭报应了？关亮亮脸黑了，可是他不敢再上前打罗星磊，又有气咽不下，只死死地盯着罗星磊。你想为关蓉蓉报仇，可是她的伤不是我打的，是大舅打的。你想报仇，应该回去找大舅。那也是我爹因为你才打的，如果不是因为你，我爹会打蓉蓉。因为我？为何要因为我？你们心里没点逼数啊？考虑到对方可能听不懂这话。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砍了我一刀，大舅若不打他，这仇我会自己报。别以为就你会护着妹妹，我也有哥哥，2个呢。来的时候雄赳赳气昂昂，走的时候落荒而逃。小磊，你刚才太厉害了，真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了。亮亮哥在家里可横了，平常我们都不敢招惹他，没想到今天在你这里吃了亏。不过回家之后啊，你可要小心点儿，亮亮万一告诉大伯娘，大伯娘怕是又要闹了。没事。哦，对了，刚才他说胳膊麻了，是怎么回事啊？应该是真的遭报应了。说的也是，本就是蓉蓉不对，现在他竟然还来找事儿，真是过分。不提他了。你在这里站着，我们干活儿，你就陪我们聊天。好。晚上回到关家，几人还没有进院子，就听到姚氏又闹开了。哎呦，真是活不下去了，都来欺负我们，这日子没法过了。姚氏哭天喊地的，这动静活活像死了爹娘。因为姚氏的哭声，竟然还吸引来不少看热闹的村民。真是丢死人了，自己家里的事情非要让村里人都来看热闹。大致是因为关亮亮胳膊麻的事情，他的针上可有药。大嫂，有什么话起来说，这是干什么呀？大嫂，你这哭天喊地的，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三壮可是一大早就去给蓉蓉买过药了，这会儿药也用上了，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我干什么？我能干什么？亮亮可是我的命根子，他现在一个胳膊竟然动不了，你说这让我怎么活？都是罗青磊呀！亮亮说就是罗青磊干的。直接冲了出来，他不解地看着姚氏。大嫂，亮亮胳膊怎么了？还有和小磊有什么关系啊？他只是个孩子。你还说你养的好女儿，先是因为他蓉蓉受了伤，现在亮亮胳膊全麻还动不了，你说说这让我怎么活呀？今天不给个交代，这事儿没完。关小妮气够呛，脸都黑了，在自己娘家被娘家嫂子指着鼻子骂，是个人都忍不了。大嫂，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小磊一个8岁孩子，亮亮今年已经15了。我想问问你，说小磊伤了亮亮，那怎么伤的？外面二妮一众孩子回来了，姚氏看到罗新磊疯了一样，想要冲上前动手。关小妮动作更快，直接冲上前将罗新磊护在身后。
大嫂，有话说话，你还想对我孩子动手？你给我让开！我要问问他到底是怎么伤的亮亮。小磊，你说说怎么回事？我今天去找二妮姐他们，亮亮看到我冲上来就说是因为我大舅才打了蓉蓉，所以他要替妹妹报仇，抬手就要打我。我害怕，伸手挡了一下，结果亮亮就说我伤他，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关蓉蓉伤了罗新磊的事情在关家村可是传开了，这会听到亮亮还要去找人家麻烦，门口看热闹的人议论开了。这姚氏怎么回事啊？这样欺负小妮的孩子也太过分了，本来就是蓉蓉那丫头有错在先，现在亮亮又去找茬。这两个孩子就欺负小妮儿的孩子，小妮儿能怎么样啊？到底是自己娘家大嫂，也不能翻脸。哎呀，这以后还要上娘家的门啊。是呀，真是为难了小妮，自己孩子被伤了，有些话也不能说，现在还要被姚氏倒打一耙。小妮儿这孩子在我们村里长大，性子直，但是人心眼儿好，可没有什么对不起姚氏的地方。姚氏为什么要这样针对小妮儿啊？这还不简单，小妮拖家带口的在关家有些日子了，这还不是因为孙婶的病，不然小妮恐怕呀早就回去了。说的也是，这也不能怪小妮儿。不过我听说小妮儿也给家里买东西，也不是白吃白喝的，姚氏至于吗？这还不简单，姚氏没占到便宜呗。姚氏听到那些人说话，立刻就怒了，扭头就骂：你们知道什么？是他伤了亮亮，亮亮这会儿胳膊都不能动了。你让亮亮出来，让大家看看，小磊一个小姑娘家的，怎么能伤得了亮亮？回来了，听到院子里在闹，门口还有看戏的。关山年脸色黑如锅底，关大壮脸色也很不好看。闹什么？是不是我和你娘没死，你们不甘心，想让我们老两口早点死了才能安静啊？都进来，今天有什么话就说清楚。老大家的来说吧。爹，这丫头片子太过分了，她竟然伤了亮亮，亮亮到现在一条胳膊还是麻的，完全不能动。大嫂，做事之前要想清楚，小磊多大，亮亮多大？小磊怎么可能伤得了亮亮？你将亮亮叫出来问问。小妮儿，你心肠咋能这么黑呢？亮亮说到底也是你侄子呀，现在你女儿做了错事了，你竟然还不承认？我女儿做了错事？大嫂，她错在哪儿？跟着孩子出去玩，蓉蓉对着小磊就扔镰刀，当时小磊躲得快，才没有伤到要害。现在倒好，今天刚跟着二妮儿他们出去，亮亮就要替蓉蓉报仇，说话要讲良心啊！我咋就没良心了？你个黑心肝的！哎呦，真是没法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你闭嘴！姚氏平常在他们小家算是说一不二，但关大壮到底是个男人，气势上来，姚氏还是怕的。亮亮，你自己说怎么回事？我说，不说实话我就打死你！是蓉蓉和娘，蓉蓉被爹打了，心里不痛快，娘和蓉蓉让我私底下教训教训罗兴磊。我今天看到罗兴磊和二妮他们在一起，就想上前教训罗兴磊，可是我抬手还没有打到他，他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我胳膊麻了，不会动了。说完，关亮亮这个15岁的少年直接哭了起来，大概是太害怕了，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众人闻言全都看向关亮亮那条耷拉着的胳膊，是很僵硬，仿佛不会动了一般。老三，你去找你双叔过来，先给亮亮看看。哦。关三壮听到吩咐就去了。关大壮可不管儿子胳膊怎么样，气头上伸手就在自己儿子脑勺上打了一把。你闭嘴，再哭给我滚回娘家去！关大壮是真的怒了，妹妹来家里这些日子，媳妇儿一直闹腾，现在连外甥女儿都欺负，真是丢脸死了。行了，别闹腾了，
近2年你们各自孩子也都大了，可以当家做主了。你娘最近病得重，我本想着等你娘好点再提分家的事情，现在看来早分家早省心啊。爹，咋就要分家？要不别分了。好了，事情就这么定了，明天找人过来主持分家的事情。天色不早了，都各自回去休息吧。孙氏早就听到消息了，不过他现在身子还不能动，亏了老二家的三妮跑来跑去，基本已经将事情说了一遍。听到关亮亮要打罗新磊，孙氏脸都黑了。小磊那孩子没事吧？小磊没事，亮亮没打到，不过亮亮的胳膊好像不会动了，我已经让老三去请小双过来给看看。哼，这一天天的没一个省心的，小磊那孩子多乖呀，他们怎么就容不下呢？这亮亮也真是都被姚氏给惯坏了。孩子多都是由自家爹娘教，我也没想到亮亮这孩子啊。这时外面走进来一个小伙子，轻轻唤了一声：爷奶。哎呦，大海啊，还过来坐。关大壮的大儿子，大房一脉唯一没有长歪的。奶，您今天感觉身子如何？好多了，这次开的药管用，今天呀感觉轻快了不少。那就好，那就好。大海，是不是有事想跟你奶和你爷说呀？是有点儿。有话就直说，痛痛快快的。一个大小伙子怎么吞吞吐吐的？大海，有什么话就直说，屋里这会儿没人，爷奶都是自己人，就算你说的不对，我们也不会说出去的。爷奶，明天分家的时候能不能将我单独分出去？大海，你心里怎么想的？我爹现在年纪也不大，亮亮也15了，还能做出这样的糊涂事，可能因为上面有我这个大哥，或许将我分出来，亮亮会慢慢长大。大海，你和你媳妇儿要想好了，分开以后你们就是一个小家，以后的路恐怕并不好走。但如果你真的特想分出去过，我和你爷需要跟你爹娘商量。我想分开。行了，有你这句话就可以了，先回去睡吧，这件事情还需要再看情况。好。哎，听到了吧？自己的亲儿子都不愿意一起过，真是造孽呀。一起去看看爱川吧，带点东西，也不知道她嫁过去之后怎么样了。好。娘，不用去找小姑了，小姑已经被推亲了。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就在小姑出嫁的第2天早上，小姑就被人送回来了。奶妈小姑是扫把星，不让小姑进门，小姑就离开了。离开了？你小姑能去哪儿啊？罗家才是她的家。哎呀，一个女人家的。罗星梅嘴巴动了动，想说小姑应该是跟小磊一起走的，可是话到了嘴边感觉不对，就没说。如果小姑是跟着小磊一起走，那小磊都回来了，小姑能去哪里？那你们小姑去哪里了？不知道。你小姑后来没回家？没有，那天奶不让进门，小姑就再也没回来。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怎么没人告诉我啊？爹娘没问，我便没说。这会儿天黑了，明天我回家去看看，找找爱春，看看村里有没有人知道。我跟你一起回去看看。新梅他们就先在这儿待着，我们明天早点出发，晚上我一个人回来，你留家里找找爱春。行。小磊，你小姑出事没回家，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知道。你小姑在哪儿？她有没有事儿？她很好。
明天我跟你爹回去，你告诉我们你小姑在哪儿，我们去看看。不用了，小姑现在生活挺好的。你这孩子，我们只是想去看看你小姑。罗新磊不说话了，直接闭眼，意识进空间继续看书。小磊，你娘问你话呢。小姑要嫁给老赖头的时候，你们就应该想到是什么下场。现在小姑终于活得像个人了，还是别去打扰了。他说这话一点都不像个孩子，反倒像个大人。虽然这话语中没有指责罗爱福两口子，但却让罗爱福与关小妮脸红了。是呀，当初嫁过去的时候他们便没拦，现在爱春有自己的生活。关小妮声音软了下来。小磊，我们也只是想知道你小姑过得好不好，没别的想法。只要离开罗家，小姑便过得很好。关小妮知道罗爱春在罗家的日子，但她一个儿媳妇能说什么，只能默默不说话。罗爱福却不满。小磊，再这么说，罗家也是你小姑的家。如果是家，就应该睡牛棚，吃了上顿没下顿，那这个家还不如不要。罗爱福被噎了一下，很不满女儿的态度，但这些都是事实，他也变得不好意思起来。哎呀，这些事儿你一个孩子不懂。关小妮自然不愿意在娘家待着，便带着3个孩子与罗爱福一起去了镇上。罗星梅与罗星笑两人就显得有些十分开心，他们很乖，看到街上有卖的吃食或者好玩的，只是看着，眼底充满了羡慕，但不会张口要。姐，那是什么呀？看着真好。好像是糖葫芦，我上次见过村里二丫他们吃过。好吃吗？连糖葫芦都没吃过，罗家真的是虐待孩子。想了想，他直接上前拦住那个卖糖葫芦的，直接买了2串，拿过来走到2人面前递给他们。二姐，你哪来的银钱呢？拿着吃吧，不过这事回去以后烂肚子里不许说。保证不说。我留着，一会儿爹娘出来给他们尝尝，娘肯定没吃过。二姐，一共有10个，我们一人吃2个刚刚好。我不吃，你和小磊吃吧，小磊身上有伤，吃点好东西补补。罗星磊顿时无语了，糖葫芦能补身体，那还要补品干什么？姐，拿着。你们哪来的？娘，二姐买的，你尝尝。你哪来的银钱？外婆给的。行了，这2串你们姐弟3个吃吧，娘不吃。娘肯定没吃过，有10个呢，我们一人吃2个。行了，你和2个姐姐吃，爹和娘不吃。出来的时候外婆给了银钱，让买点肉回去，我们去买吧。你带着孩子在这里等等，我和小磊去买。2人一起往卖肉的铺子走去。这家肉挺好，你外婆有没有说买多少？买点大骨头吧，回家炖汤，对外婆的身子也好。行，来点大骨头。得，您要多少？要。关小妮话还没有说完，铺子里面走出来一个女人，突然倒了下去，伸手指着男人身后，唇都白了。快！翠翠！再看到男人冲上去，女人下身已经有些出血。小磊！罗星磊动作很快，他刚到叫翠翠的女人身边，男人就要抱起她。别动！发现女人身下的血越来越多。你一个孩子！你再啰嗦，她肚子里的孩子就保不住了。笔墨纸砚吗？我给你写个药方。有。整个过程十分安静，关小妮站在一边都傻眼了，仿佛眼前的小丫头不是她的女儿，十分陌生。现在去抓药，不放心的话，可以再找个大夫上门给你夫人看看。好。
将人抱进屋里吧，动作要轻。将翠翠抱到后院的屋里，出来发现罗新雷与关小妮站在后院，他忙道：麻烦你们帮我照顾一下翠翠，我这就去找大夫。关小妮一直没有回过神来，她现在都想象不到自己养大的女儿竟然会给人看病，而且还会扎针，太不可思议了。我4岁的时候在山里遇到师傅，是师傅教我医术的。你师傅不希望人知道他的存在，所以我会医术的事情，家里除了小姑就只有外婆知道。但他会医术的事情，罗家必须有个人知道，不然以后他将银子拿回来没有出处，不好交代。你外婆也知道？这几天清晨我需要帮外婆施针的时候，都会将门关起来。这件事情可能要保密。放心吧，我不会说出去的。谢谢。罗新磊说完之后，直接进了翠翠在的屋子。罗新磊又一次帮翠翠把了脉，发现情况好转，也松了一口气。你是？别激动，你怀孕了，情绪不能激动。他去给你抓药了，顺便找大夫来给你看看。拜托我们在这里照顾一下你。真的吗？是的，你别太激动。真的怀孕了？你现在2个月，胎相不稳，需要平复心情，大喜大悲都不利于胎儿。好。就这简单几句话，肉铺老板已经跑回来，身后还跟着一个大夫。那大夫上前给翠翠把脉，然后抬头看向肉铺老板。2个月，胎相不稳，需要静养，好好保胎。这脉象，刚才先前有流产的征兆，不过这会儿算是保住了。谢谢。行了，好好照顾。你拿过去的药方，我一会儿就给你抓好，让人送过来。谢谢。见没什么事情了，慢慢退出屋，打算离开。关小妮也跟着他一起退了出去，两人没说话。两人刚到门口，身后就传来声音：两位请等一下。罗新磊猜到了，他有些不太想拿。救人只是举手之劳，拿别人的东西他不太愿意。我们走吧。可两人刚走2步，老板就冲了出来。那小背篓里已经装满了肉，看着有30-40斤。别，等等，这些你们拿着，今天真要好好感谢你们，若不是因为你们，孩子怕是保不住了。举手之劳，这肉太多了。我开心，我和翠翠成亲6年，一直没有怀上孩子，中间也吃了不少药，可是一直没有动静，我们都放弃了，想着从哪里抱养一个孩子，没想到孩子来了，这种喜悦的心情，我此刻就想找人分享。那个药今天先让你夫人吃，后天我再过来给她把把脉。还有这2天最好别下床。好，那后天我等您过来。这么多肉，回去要怎么解释？关家分家，有一部分原因还在他身上，难不成他要回去告诉这些人带肉回来庆祝关家分家？这肉太多了，拿回去惹人非议。现在怎么办呀？娘。你说。我有办法将肉先藏起来，如果以后想吃，可以一点点拿出来。他打算把肉收进空间，直接在这里卖不现实，拿去送人。这么多肉送谁呀？罗家那白眼狼？还是别糟蹋肉了。你有什么办法？现在天气热，这些肉如果放不好会坏的。我有办法。行，娘相信你。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把箩筐往没人的地方挪一挪，我将肉收起来。角落很隐蔽，罗新磊让关小妮站在一边挡着自己，而他快速地将里面的肉直接收进空间厨房，里面只剩下2块大骨头。
想了想，他还是留下来一条子肉，约3斤，看着也不少了。好啦，这种本事以后不能当着别人使出来，知道吗？就是家里人也不行。我只在娘面前做过。是不是给别人看病赚的？给星梅和星笑买糖葫芦的银钱也是赚的，这些都是，娘收着吧。你这孩子财不露白，好好拿着吧，这是你自己赚的，你留着花啊。哦，不用给娘，你爹现在每天出去做工，能拿回来点儿，你自己赚的钱那就留起来，以后给你当嫁妆。箩筐里的肉是不是有点多呀？看着有3斤的样子。不多，家里人多，虽然亮亮和蓉蓉对我不好，但家里其他人都对我不错，二妮姐他们我都很喜欢。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怎么去那么久啊？没事儿，遇到一个熟人，耽搁时间了。走吧，回去。娘，是不是买了好多肉？我都闻到肉味儿了。今天肯定给你吃上一小块肉。哦，有肉吃了，有肉吃喽！刚进院子，姚氏看到关小妮回来，阴阳怪气地说：哟，小妮儿，带着孩子去镇上，怎么还背着箩筐啊？这是买了什么好东西啊？就买了点面，再买了2个大骨头，给娘补身子的。姚氏分家的时候占了点便宜，这会气顺，也没有理会关小妮。见人进了堂屋，自己也转身回屋去了。进了屋，关小妮见孙氏竟然直接坐在炕上，心下大喜。娘，您这是能坐起来了？感觉身子一天比一天轻快了。哎呀，真好。娘，这些肉怎么处理？是今天全都做了，还是留下来些？哪儿来的这么多肉啊？一会儿我再跟您说。留一半出来，让你二嫂腌上吧，剩下的今天做了吧，让他们吃个够。哦，好。将肉拿到厨房，跟2个嫂子1个侄媳妇儿一起做饭。因为关小妮拿回来肉，所以很快的关家院子里就飘出来香味儿。原本在屋里正计算小九九的姚氏，立刻就跑到灶间去看。这哪儿来的这么多肉啊？小妮买的。哟，那咱们今天都要沾小妮儿的光啦，才能吃上肉啦。先分家，大家面上还是和和气气的，就连爱作妖的姚氏说话都轻声细语的。一动筷子，孩子们立刻瞄准了肥肉而去，吃得满嘴流油。小磊，你自己吃，心笑让他自己夹。我伤口还没长好，现在不能吃这么油腻的。哦，母女2人说话，坐在一边的姚氏脸色可就不那么好看了，因为她面前除了自己的碗，还放了一个满满当当全是肉片的碗，都快掉出来了。刚才她找的借口是给自家蓉蓉吃的，这会罗兴磊说这些话，不就是打她的脸吗？姚氏在所有人的眸光中将那碗肉端走了，没人说话，先收拾了一番，然后去与孙氏聊天，说了白天发生的事情。娘，小磊会医术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跟我说呀？还帮那丫头保密。行了，有什么好生气的？孩子为难，不想让人知道，我自然要帮着他。这孩子大有出息，你当年见到他也是你的福气。是福气，就是代价大了些。这么多年过去了，没准那孩子已经转世投胎了，别想了。这孩子也真是能耐，给人看了病，人家就给了肉，我是真没有想到啊。那是他的能耐，这事儿他不让说，便别说。罗家人对他不好，你婆婆若是知道他会医术，估计很捧着。可孩子到底年纪小，又是治病救人，出不得半点差错。
娘，放心吧，以后我会盯着她的。年纪小是容易出错，我就怕婆家人知道，然后让她去不停地给人看病，万一这中间出个差错，到头来受罪的还是孩子。你明白就好，你是他娘，就应该护着他。我自然会护着他，只要他以后不说那些自己是捡来的，还闹着要去找亲爹娘的话，掏我心窝子。你呀，我用一条命换了他的命，带他回罗家的那一刻，他这辈子只能是我女儿。如果他的亲爹娘要他，就不会将他扔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别多想了，孩子就是你的。孙氏知道女儿心里有个结，但事情已经发生，改变不了什么。起得很早，因为灶间从今天开始就需要4家用。他想让娘早点吃东西，早到灶间的时候，孟氏已经在灶间摸着天边那一点点亮，在动手洗锅，准备做饭了。怎么不多睡会儿呀？天也亮了，我起来跟三嫂一起做饭。简单，其实也没什么可做的。娘怎么样？昨天晚上睡得好吗？好多了，我看今天没准能下炕走2步呢。孟氏很惊讶。现在分家了，关山年与孙氏跟着老三一家过。孙氏给自己留的银子不多，其他都给了孟氏。以后这个小家算是孟氏当家。不用了，我这里有，我明天去。那怎么行？你昨天还买了肉，爱福也就赚那点银钱，你都花了，回家怎么跟婆婆交代呀？这么多天了，眼看快秋收了，回家不给拿点银钱，你婆婆该闹腾了。娘好多了，再过几天我应该就能回去了，三嫂别担心。这都多少天了还不下炕？你躺着是想等我伺候呢？你看看二妮儿他们，哪个不知道给家里干活儿？我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懒货呢？马大夫的药虽不致死，但这天气伤口应该会化脓，后面应该有关蓉蓉受的。关蓉蓉伤了他不亲自动手已经是仁慈了。饭后，关小妮没去，她主动将门关了，然后站在一边看罗兴雷给孙氏施针。小磊，你外婆的病，明日再试一次针便可以了。我会再抓几副药，剩下的就是调养。今天外婆就可以慢慢下地走动2圈，多活动活动也好。娘那段时间都不吃不喝了，眼看着就要不行了，她心里很乱。现在人好了还能动，叫她如何能不激动啊？行了，都多大的人了，还哭鼻子，也不怕人笑话。这里又没外人。小雷，你快看，你娘哭鼻子可是很少见呢。你这丫头。娘，你哭起来还挺好看的。你这话说的。外婆，这会儿不能大动，您身上有针，一会儿我给您拔了针就能笑了。你明天要去镇上，娘陪你去。好。翌日早上，罗兴磊为孙氏施完最后一针，母女2个就出门了。今天去那肉铺，老板要是再给肉，咱可千万不能再要了，上次给的太多了。那肉没坏吧？没有，娘放心吧。那就好。娘放心吧，如果老板再给肉，咱就拿着，我会给他们报酬的。上次拿的肉是应该给人家银子，不过你手里有银钱，也要省着点花，将银钱留起来，以后给你当嫁妆。这些银钱还是您收着吧。行，娘替你收着，留着给你当嫁妆。娘，我才8岁，你就这么想让我嫁出去啊？其实像你这么大的，现在也有直接定亲的，等到了年纪成亲就是了。别，我自己的事情想自己做主。近起来，相处也像是真正的母女。你们来了。来啦，快进来坐。这是我爹，这是我娘。
知道翠翠有喜，特意过来照顾的。这就是为咱们保住孩子的。爷爷奶奶叫我小磊就好。许家老两口眼底还是有些怀疑。过了一会儿，罗新磊收回手。这2天休息得不错，拍相稳了。不过你这还是要注意些，平常需要下床走动，但不能干重活。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不用太过紧张，怀胎10月，若天天紧张，其他人也会受不了的。该注意的注意到，平常心对待就好了。哎，好。翠翠平常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那个药需要继续喝到什么时候？需要要换药方吗？再喝3天，我送婶子一些保胎的药丸，再吃1个月就没事了。好。许家老两口是将信将疑。婶子今天就可以下床活动活动，在院子里走走。好。又交代了几句，罗新磊便与关小妮出了屋。我爹这眼睛老毛病了，现在看人很模糊，只能看到一个人影。也不是没救。真能治？能不能麻烦小磊大夫给我爹治治？出多少银子我都愿意。要是真治，最近几天他恐怕每天都需要来镇上，总出来是个麻烦。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娘，许爷爷的病要治，恐怕接下来几天我每天都要到镇上来。哦，娘陪你来。小磊真能治啊。就感觉天天来镇上比较麻烦。徐老太太与徐老爷子开始还挺怀疑，这会儿看到丫头下针那劲儿，什么都顾不得了，只以为自己家祖坟冒烟，遇上好人了。许爷爷今天不用吃药，明天我过来的时候会带着的。好。徐老爷子这会儿一脸震惊地站在那里，刚拔过针后，他睁开眼，看人似乎比以前清楚了。徐老太太又拿了一堆肉要送给罗新磊与关小妮。家里也没什么东西，这些肉啊，你们就拿回家打打牙祭。婶子不用了，前天大兄弟给了很多肉，这我们就受之有愧了，哪还能要啊？上次给的还有很多呢。不多，这些拿回家吃。天气热，还是留着卖吧。我们拿回去，这一下子也吃不了这么多，拿一点就行了。这些呀是出诊费，你家丫头可是我们家的恩人呐。儿子儿媳妇成亲多年，一直没孩子，他们老许家日子过得很好，可是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呀。关小妮忙将银子往徐老太太手里放，可徐老太太又怎么肯收，最后干脆将母女2人推了出去，还不忘记问一句明天要不要他们找马车去接。罗新磊拒绝了，说明天他会过来。小磊，这每次来都给肉，这可如何是好啊？放心吧，就这一次，下次就不要了，我会跟他们说的。娘，咱回家包饺子吧。行，你想吃咱就包。你说这刚分家，咱每次回去都带肉，你大舅他们恐怕以为咱这是开心的。难道分家之后娘不开心吗？你这丫头，娘已经是出家的女儿了，现在你外婆家的事呢，娘是不能插手的。那不就得了，您吃的是自己的，管别人说什么呢？再说您就算是不吃，大舅娘会说您的好吗？好，那咱今天中午就吃饺子。走吧，去给你外婆抓点药。娘，中午回家包饺子，面是不是不够啊？要不你去买面，我去抓药，这样快些。行，这银子你拿着。徐老太太给了10两银子，这可是真不少了。关小妮还是第一次手里拿这么多银钱，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办。罗新磊伸手拿了5两，剩下的5两他没动。这些就够了，我去给外婆抓药，一会儿在镇子口见。好。罗新磊没去药店，而是去了杂货铺。他空间里有包药的纸，
但那纸一看就不是什么便宜东西，现在拿出来太扎眼，所以他打算买点普通的，还需要买点装药丸的小瓶子。一起在杂货铺买好之后，他找了一个没人的角落进了空间，在空间里将早早就给孙氏准备好的药包起来，绑好，这才出了空间，慢悠悠地往镇子口走去。路过一家种子铺，还进去买了一些菜种子、瓜果种子，打算抽时间种在空间里。倒是姚氏勤快，先一步做好饭，已经端走了，锅也没洗。关小妮回去的时候，孟氏正洗锅。三嫂，今天中午咱吃饺子。啊，行，那我一会儿去割点韭菜，弄点韭菜鸡蛋的。三嫂，这些够吧？你怎么又乱花钱呢？银钱要留着，家里才刚吃过肉呢。小磊这丫头在镇上捡了1块碎银子，吵着想吃肉饺子，我就都买了。这孩子倒是有福气，既然孩子要吃，我去菜地拿个白菜，吃白菜肉馅的。好。前世厨房他进去过，但土灶他从没见过。前世都用气，也下过厨。他是大夫，经常会做一些药膳给家里人吃。土灶他不会用，很好奇。关小妮见他站在那儿没动，毫不客气地指挥他：别站着了，去添点柴火。这孩子身子还没好利索吧？快出去玩吧，三舅娘来。没一会儿，饺子馅好了，饺子皮也好了，两人捏饺子也是贼快。等到差不多快包完时，关小妮去烧水，孟氏收尾。刚刚做完这些，姚氏就端着碗回来了，打探的眸光一直在转动，看到面案上那些漂亮的饺子，语气很酸。哟，这是吃饺子呀？是呢。肉的？这不是分了点腌肉吗？加了白菜包的，给孩子们解解馋。孟氏的反应那叫一个快呀！对于关小妮拿回来肉的事情，她绝口不提。今天吃饺子呀？二嫂今天中午吃什么呀？糊个饼子。前世看到一边姚氏放下来的脏碗，迟疑了一下，对身后的闺女说：二妮，你先将这些脏碗洗了吧。娘，乖，听话。早上就是他洗的，现在又要他洗，是不是分家了？他还要天天给大伯娘干活呀？那还分个什么家呀？二舅娘，这是大舅娘端起来的碗，你家的二妮姐早上应该洗干净了吧？那个就是吧？二嫂，你这是干什么？都分家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干，你总让二妮这样给洗碗，以后你家二妮岂不是要成他家使坏丫头了？二妮、三妮，跟小磊去奶奶屋，今天呀跟三婶吃，让你娘和你爹自己吃。三婶儿，不用了。怎么不用？你这孩子，行了，快去奶奶那屋放桌子，小磊身上有伤，你和三妮将奶奶扶起来。满院子都是。大房那边又开始闹腾了。娘，我也要吃肉饺子。好，明天娘也给你包。咱家有肉？有，分家的时候每家都分了点儿。你三婶家今天用的肉就是那天分的，娘明天给你做。好。关亮亮回答的有些心不在焉，眼神忍不住往厨房那边飘。姚氏心里开心，没有注意到关亮亮的异样，回头看到炕上趴着的闺女，又开始骂：你这丫头片子，人家罗兴磊都已经在外面跑好几天了，你还在炕上趴着呢，是不是等老娘一直伺候你呢？我告诉你啊，明天早上咱家的饭你去做。娘，我背疼。这都几天了，明天早上你做不好饭，我打死你。关蓉蓉将脸埋进枕头里，呜呜地哭了起来，伤心极了。她身上的伤口真的很疼。别哭了，烦死了。娘，你带我去镇上瞧瞧大夫好不好？你说什么？我哪有钱带你去镇上瞧大夫啊？你这贱命，还用得着看大夫啊？
再说，你三叔不是给你买了药已经敷了吗？别在这里装了。刚分家，咱家都分到了肉，肯定也分到了钱呀。你闭嘴！家里这点东西是你能惦记的？今天就先饶了你，明天起来做饭，我去新屋子那边看看。娘。下午，大家终于用完厨房了，二妮几个人去挖野菜了。关小妮今天下午被叫去新建屋子那边帮忙了，家里只有罗新磊、能慢慢活动的孙氏和趴在炕上的关蓉蓉。罗新磊要给孙氏煎药，所以在院子里忙活，用土炉子还是第一次，有些无从下手，弄得手忙脚乱的，终于弄好了。他将药倒出来，给孙氏端进屋，看着孙氏喝完药，罗新磊这才拿着碗回到灶间。刚进去就看到神情有些紧张的关亮亮扭着身子离开了。罗新磊在关亮亮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闻到了腌肉的味道。翌日吃过早饭。小妮儿啊，你这天天往镇上跑，这是干什么去呀？小磊受伤的胳膊这2天疼，镇子上的大夫要给扎针，所以这2天需要天天去。娘，小姑是不是带小磊去买好吃的了？你还管得挺宽的。娘，我今天能不能吃上肉饺子？能的，中午娘就给你做啊。多了。知道了，娘，放心吧。其实您不用特意跟我过来，这好几天呢，我自己也认识路，慢慢去慢慢回来就好了。镇子上你没去过几次，娘还不是不放心。不过你外婆的病啊快好了，娘今天去买点料子给你做身衣裳。好。这2天先在你外婆家做好，回去的时候你再穿，到时候就说你外婆给的布专门给你做的。要不娘也给姐做一身？好，给你们2个一人做一身新的，你姐的衣服改改还能给新笑穿呢。慢慢悠悠到了镇上，将罗新磊送去肉铺，关小妮自己则去布铺买布料。我这眼睛比以前看得清楚了，今天早上我刚起那会儿最清楚。治疗几天之后会越来越清楚。这药一会儿煎了，分2次喝，药渣再煮水，晚上留着给许爷爷泡脚，对他身体有好处。好。罗新磊进了屋子，给许老头扎针，其他人就在一边看着。许家人现在对罗新磊那可是全身心的相信。扎过针后，罗新磊收起针就要走。留下来一起吃个饭吧。不用了，许奶奶，我娘跟我一起来的，她去忙了，我去找她。那将你娘一起叫过来吃饭，表达一下我们的感谢。那些肉就已经很多了，不可以再给东西了。若您在这般，明天我都不敢来了。好吧。母女俩走得慢，慢悠悠地进村，还没到家门口，就听到姚氏哭闹的声音。真是没法活了呀，这家里竟然出贼了，从前可没有过呀。我是个没本事的，这孩子就想吃口饺子，我都没办法完成孩子的愿望。哎呦，这真是活不下去了。大嫂，你哭什么呀？家里其他的肉也都没了，证明是一个人拿的，还不如看看谁有可能将肉拿了。这孩子虽然嘴馋，但到底是家里人，你这样闹，让村里人听见多不好呀。肉虽然金贵，但没有孩子的名声重要。你说的好听，你家的肉昨天包饺子也没剩下多少，可我家的我们还没吃呢，那么一大块肉啊。二嫂也没吃，也很大一块呢。大海那边应该也没吃，大家都冷静，看看到底是哪个孩子皮拿走了肉。分明就是贼，之前家里东西都好好的，没见过哪个孩子不守规矩，可是今天竟然发生肉被偷的事情，这也太过分了，真是家贼难防。他们几个来了，难不成你是怀疑肉是他们偷的？这话是你自己说的，不过你说的也不错，之前关家孩子可没有拿别人东西的习惯。我听说星梅他们被送过来，
就是因为你家婆婆的银钱被偷了。有些东西怕是遗传吧。大嫂，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我有乱说话吗？那你告诉我，这肉去哪儿了？今天中午家里一直有人，偷肉的人可不可能有机会。昨天吃过中饭，家里人都去忙了，这院子里只有娘、蓉蓉和小磊。蓉蓉病着一直在炕上趴着，娘那就更不可能了，能走动的可就只有小磊一个。小妮儿，你可别怪大嫂说话难听啊，这孩子你不怎么管，一直跟着他那个扫把星姑姑，他真是饿极了，昨天尝到了饺子的美味儿，干脆将肉偷出去吃了。昨天下午小磊出去没有跟家里的孩子玩，一个人在外面待到天黑了才回来的。小磊出去干什么我心里清楚，大嫂，没有查清楚之前你就这样污蔑，小心。娘，外婆，既然大舅娘说肉是我偷的，这么大的事情，这名声我也不敢背，不如让人家外公几个舅舅表哥全都叫回来吧，有些事情还是当面对质的好。行，二妮，你快跑去告诉你爷爷，就说我让他们都回来。好。老二媳妇儿，去给我端个椅子，站这会儿有些累了。好的，娘。小妮呀，你买的料子是给小磊做新衣裳的。给青梅和小磊一人做一身，尤其小磊身上的衣服都没法看了。挺好的，就是颜色太暗，小姑娘家家的买成红色、粉色都好看呢。哎呦，这事儿我还真忘记了。娘，你刚才说给我和小磊做衣裳的？是呀，下次娘买料子的时候会注意，给你们买成粉色或者红色的。这个料子也好看。新衣服呀，他出生以来好像没有穿过新衣服，全都是二哥的衣服改的。姚氏在一边极度的眼红，更加决定一会儿等人回来了好好闹一闹才行，最好让关小妮将新买的料子给自己，这样亮亮就有新衣服穿了。关山年以为出大事了，忙招呼着儿子孙子回家，就看到女人孩子都在院子里，气氛有些不对。这是出什么事儿了？分家的时候，每家分了一块腌肉，今天发现腌肉没了。老大媳妇儿说家里以前没有过贼，还说这贼是小磊。胡闹！声音沙哑，有气无力。肉是昨天下午被偷的，昨天下午家里没人，我一直在炕上，奶生病也在屋里，只有罗新磊一个人在院子里进进出出。蓉蓉啊，你这身子还没好，怎么就出来了呢？快进去屋里歇着，你爷爷回来了，这贼肯定能被抓出来。昨天下午我确实在院子里，不过我一直在给外婆煎药。后来我给外婆端了药回灶间的时候，看到关亮亮从灶间离开，当时我还很奇怪，他很少进灶间，昨天怎么突然进去了？现在我明白了，有人偷吃了肉，还让我来背黑锅。你胡说，我昨天下午根本就没有回家，明明就是你偷的肉，竟然还在这里污蔑我。一下子吃那么多肉，而且还是腌肉，你没少跑茅房吧？关三壮家的关宝宝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难怪今天从早上开始，我就看到亮亮哥一直去茅房。你闭嘴，我没有。我也看到了。我没有。现在看到众人都针对自己儿子，那肯定是不干了，冲上前指着罗兴磊的鼻子就骂：好你个赔钱货贱丫头，竟然敢这样说我家亮亮，看我今天不打死你！大嫂，亮亮有没有偷肉，他今天拉肚子总是事实，若没有乱吃东西，怎么可能拉肚子？正常人拉个肚子，难道就非得是偷吃了东西才行啊？奉劝一句，还是带着关亮亮去看大夫吧，他肠胃弱，又一下吃那么多肉，若不看大夫，他的身体会受不了的。你闭嘴，还敢诅咒我家亮亮！小磊说的不会错，大嫂还是带着亮亮去看看吧。
关亮亮听到罗兴磊的话，心里开始后怕起来。如果罗兴磊说的是真的，那他岂不是要一直拉肚子的感觉真的不好受。小妮儿，小的不懂事儿，你也不懂事儿是吗？一家子都来诅咒我们，他偷了肉，你们还来诅咒亮亮，真是良心被狗吃了呀！爹，这事儿您可得为亮亮做主啊！亮亮，你有没有偷吃肉啊？关亮亮想说没有，可是他这会儿开始肚子疼了，他也不想回答爷爷的话，扭头就往外面跑，打算去茅房。亮亮，爷爷问你话呢，你这是去哪儿？你让开！请将事情说清楚吧。关亮亮情绪激动，刚想骂关宝杰，但一个控制不住，直接拉了。随着声音，气味也跟着出来了。关宝杰距离最近，瞬间变了脸色，直接移开，一脸嫌弃。娘，你带我去看大夫。吃坏东西了，你快进屋，娘给你打水，换身衣服，咱再去镇上。关亮亮，说肉是不是你偷的？是我。行了，都散了吧。罗爱福担心关小妮，他眼神一直看着关小妮。关小妮心里乱，更多的是悲，感觉到有人看自己，回头就对上罗爱福那担忧的眼神，他还有些诧异地问：你怎么没跟大哥他们去啊？那我去了。关小妮原本有些悲伤的心，因为罗爱福这憨憨的表情，竟开心起来。插曲就这样过去了。接下来几天，姚氏乖巧多了，也不再找麻烦了。孙氏的身子也一天天的见好，自己下地不成问题。今天是罗兴磊去许家的最后一天，进了许家门就受到许家热情的接待。丫头，我眼睛好了，我现在看人可清楚了。昨天晚上地上有个小黑虫，我都能看到。今天最后一天，给您在治疗后，您再吃点药就没事了。许爷爷，您的药每天吃1粒，晚上睡觉前吃。好。婶子，你的药早上空腹吃，也是每天吃1粒，以后就不用吃药了，孩子很健康。谢谢。明天我便不过来了。丫头，你家在哪儿啊？这丫头医术好，老头子的眼睛当初看了很多大夫都说没治了，可是没想到最后竟被这丫头给治好了。来这么多天，只知道丫头叫小磊，都不知道丫头家住哪儿，今天一定要打听清楚。明天丫头就不来了，以后万一家里有个病痛的，也可以找丫头。徐奶奶以后若是想找我看病，可以去白泥县的仁济药铺找李大夫，他会通知我的。好，我记住了。丫头啊，我这一家子真是多亏了你了，不然我这大孙子就没了。罗兴磊微微皱眉。徐奶奶，男孩女孩都一样的。徐老太太听完愣了一下，许家其他人也听出罗兴磊话中的意思。翠翠眼底闪过一丝失落。婶子也不是就生这一胎，以后肯定还会生的，都是许家的孩子呢。是，孙女儿我也喜欢，都喜欢。待婶子生完这一胎，许叔和婶子可以去白泥县找我，到时候我给他们调理一下身子，徐奶奶盼望的大孙子会有的。好，到时候我一定让他们去。徐老太太心里更开心了，对罗兴磊稀罕的不行。罗兴磊要走，徐老太太又拉着罗兴磊要给肉。上次你已经付了很多酬劳，这些肉你还是留着卖吧。我先走啦。回凹山村了，孟氏给关小妮装了点面，拿了窝头，让关小妮带回去。三嫂，你这是干什么？我不拿。你这出来的日子够久了，回去的时候不拿点东西，你家婆恐怕是要闹了。带点东西回去，堵住她的嘴，你也省心。不用，
我昨天给买了点东西，到时候带回去，三嫂这些东西留着吧。这女孩啊，就是要穿好点的衣服，好看。下次给他们买衣服，买红的或者粉的。好，我知道了，娘。行了，快点动身吧，要不回去就晚了。这次还带着孩子呢。娘，药你一定要按时吃。放心吧，快走吧。过几天你哥他们暖屋，你就别来了。这才刚回去，总来不太好。娘，您要保重身子，我和小妮过些日子再来看您。行了，快走吧。出来也有些日子了，你也在干活，这回去之后，我们给娘上交多少银钱合适啊？要不别给了。行吗？我们一直在外面，也没在家里吃饭，这些银钱你留着吧，以后防身用。我回家之后会干活，到时候干活赚的工钱再上交给娘。行。娘，您忘记了，我们今天买的肉。肉？上午回来的，您不是说今天下午要回去给奶他们买点肉带回去吗？我们藏在草垛子里了，我去拿。想着带回家的又不能拿回去，想着被嫂子他们看到不好，就放草垛子里了。罗新磊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晃了一下就出来了，手上拎着一条子肉，肥的约2斤。嘿嘿，还是你想的周到，买点肉回去，爹娘应该不会说什么了。正好马上就秋收了，这些肉刚好给家里人添个菜。这一个个丧良心的玩意儿，就娘家事儿多，自己家的事情都不管，一出门就是这么多天，我们罗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呀？娘，我们今天买了些肉，您看是搁您屋里还是放厨房？有了银钱就知道乱花，也不知道省着点儿。行了，这些日子的银钱都交上来吧。娘，我这些日子也没干什么活，没有银钱了，明天我就去找活干，赚了工钱就拿回来。罗新磊便去了后面棚子，发现他的被褥上面有屎，都已经干了，不知道是谁干的。伸手直接将被褥拖着从后门出去，放在地上，起了一把火，直接烧了。二哥罗新平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门口。被褥烧了，你用什么？对了，罗新平没再说话，而是直接去了前面。进到院子，正给床上铺干草，就发现罗新平又回来了，手上还抱着被子。关小妮就跟在罗新平身后，还念叨着他：你这孩子抱着被子去后院干什么？罗新磊听到动静走出棚子，就看到罗新平抱着被子错开自己进了大棚。关小妮到上前，语气不太好地说：你这孩子回来就进棚子，就这么喜欢大棚？我喜欢住在这里。行了，从今天开始跟娘去前面屋里睡啊。娘，我喜欢睡在这里，不想去前面。这时已经在里面放好被子的罗新平出来了，竟开口为罗新磊解了围。娘，他在这里睡习惯了，突然间换个地方，他自己也睡不舒服。小磊，真不去前面跟娘一起睡啊？我喜欢睡这里。二哥，你将被子抱过来，你用什么呀？没事儿，天气热不用。晚上罗新梅竟然跑过来要和罗新磊一起睡，罗新磊拒绝，但又找不到好的理由，最后没办法，两姐妹一起睡的。晚上罗新磊进空间将自己买的菜种子种好之后，累了一身的汗，直接在井水边舀了些，用金帕擦洗了一下，心想着明天去县里要买个浴桶。清晨天亮，做好饭，关小妮见人都上桌了，没看到罗新磊，便不由得问身边的罗新梅：青梅小磊呢？小磊说他不吃。这孩子真是任性，竟然连饭都不吃了。说着他就起身打算往后院去。站住，不许去！
娘，粮食金贵，孩子不饿就不要去叫，他饿了自然会过来吃的。坐下吃饭，我去看看。关小妮刚到后院，就看到罗新磊打开后门，打算出去。关小妮忙叫住他：“小磊，娘，你不吃饭打算去哪儿啊？”“打算去县里，师傅给我派了任务，我需要去县里。”“那你也得吃完饭再去，哪能饿着肚子啊？这去县里路上还要走多久？不吃饭哪来的力气啊？”“娘，你过来找我，奶知道吗？”“知道。”“娘，快去吃吧，我要走了，一会儿该晚了。”“你这孩子，等等娘去拿个窝头。”“娘在外婆家的这些日子，我经常不在家，奶给我派的活我没干，奶就说不干活没饭吃，所以以后我也不会在家吃饭了。”“这是哪里的话呀？哪能不吃饭呢？”“娘，以前在家的时候，家里是什么日子，想必娘也知道。我想刚才娘过来喊我去吃饭，奶是不同意的吧？娘强行过来，回去之后恐怕也没饭吃了。娘不用为我争这些，不在家里吃饭，饿不到我，我也不会在家里待。以后的日子，我可能天天都要去县里。”关小妮心里噎，更加酸涩。在他眼里，女儿再有本事，也只是个孩子。孩子不在家里吃饭，就是他这个当娘的没能力，于是更加难受。罗兴磊倒没什么，冲着关小妮摆摆手：“娘快回去吧，我先走啦。”“你自己喝吧，娘不饿。”“娘喝吧，我特意为娘留的。”“奶说娘不听她的话，去找小磊肯定是不饿，所以就没有给娘份吃的。”“没事儿，我这有。娘，给你留的。”“我也留了一个。”5岁的罗星笑有些不开心，但还是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留的半个窝头拿出来。“我也留了，但是我只有一个窝头。”关小妮眼眶有些红，心中发软，没有任何饥饿感，心里被填得满满的。“行了，你们快将留下来的东西吃了，娘不饿。”“小弟将你的窝头吃了，你还小，在长身体。娘，我和大哥留下来的窝头，你吃一个，给小磊留一个。”“娘不饿，你们吃吧。”关小妮凶巴巴地对几个孩子说完，然后直接回屋去了，也没去厨房收拾。做了一早上饭，他的女儿连口饭都不能吃，他才不去洗碗收拾。当他进屋子，罗爱福正坐着，也没出去。“快吃吧。”关小妮心里泛酸，眼泪瞬间就掉了出来。“小妮，你怎么了？”“爱福，小磊没吃东西。爱福，我想分家。”这话他这个当儿子的也没办法提出来。都是一个家里的，其他孩子都有东西吃，只有小磊没有，她也是我们的女儿啊。”“哎呀，小妮啊，这事儿我没办法提。不过吃饭的时候，小磊不是自己没过来吗？他是不是胳膊上的伤口又开始疼了？”“不是，他不是不过来。”“怎么了？他是不是跟娘闹矛盾了？还是故意拧脾气不吃饭呢？”“哎，行了，你去干活吧。”“哦。”罗爱福就这点好，对关小妮的话言听计从，也不瞎好奇。现在关小妮让他去干活，就真的去了。另一边去县里的罗兴磊，在路上从空间拿出一块糕点，简单当了早饭，便慌忙往县里去。“李叔。”“哎呀，你可算来了。”“李叔这表情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是不是我小姑出事了？”“哎呀，不是，你小姑没事儿，是刘大娘。上次刘大娘来，我不是一直按你说的给治，可是在你没来的第3天就不管用了。我也没办法，本来想去你家找你，但是你小姑不让我去，就只能干等着。你怎么这么多天不来啊？你再不回来，刘大娘的命都保不住了。”“她今天过来没有？”“没有，最近几天都没来。你现在跟我去刘家，让你胖婶儿先看着铺子，咱俩得赶紧去。”大门刚进去是壁影墙，绕过去就看到一个院子，
堂屋、厢房，看着家庭条件不错。正当他打量着，就看到堂屋里走出来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有些诧异，更多的是惊讶。小姑，小磊，小姑怎么在这里啊？哎呀，太着急了，我忘记说了，你小姑现在在刘家干活。刘大娘病得越来越重，不过县衙最近也忙，大致照顾不过来。那天去药铺的时候正好提起来，我想着你小姑天天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儿，就问她愿意来不。对方给工钱，只白天在刘家，大致回来后你小姑就回我家。小姑，带我们进去看看刘老夫人吧。好。罗爱春将他们带进堂屋，进了老太太的内寝，就看到刘老夫人睡着了，脸色苍白，透着一股子死气。李叔带笔和纸了吗？我说你写，需要先抓药。啊，有，带了，你说。罗兴磊在房间里趁其他两人不注意，背过身子，将自己的银针拿出来，一边对刘老夫人施针，一边飞快地念着药方。你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对，李叔，你先回去抓药吧，先抓3副。好。罗爱春站在一边已经傻眼了，他以为是李兴上来给看病，搞半天竟然是他家小磊。小磊什么时候会医术了，还这么厉害？刚才他一直在边上看着，小磊可是边下针边念的药方，一心二用。小磊，老夫人的病没事了。那就好，这2天已经不吃饭了，看着难受。罗爱春从小就是个缺爱的，赵氏又是个重男轻女的，对于小女儿没多少疼爱。后来罗爱春嫁一个死一个的，赵氏就更不待见这个女儿，所以没有什么人关心罗爱春。好人会长命的。小磊，家里怎么样啊？我不知道，这些日子一直在外婆家，昨天晚上才回来。你外婆病怎么样了？好多了，已经能自己下来走动2下，没问题啦。二嫂娘家的事情他听说过，因为关老夫人不行了，二嫂和二哥去了关家，才一直没回来。现在人活过来了，那肯定是小磊给治好的。小磊，你这衣服娘做的，我和姐都有。好，那就好。小姑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小姑，我租个屋子给你住吧。过2天吧，再过些日子我就有银钱了，到时候我自己租一个，或者把银钱给李大哥和嫂子，我还住李家也行。小姑怎么能要你的银子呢？拿着吧，这银子是我给别人看病，对方给的诊费。那也不行，小姑是大人，现在有活计可以自己养自己。待刘夫人身子彻底好了，不需要人伺候了，我就出去找别的活计。我打听了，好好的干，一天能赚不少银钱呢。罗兴磊这才发现，包子一样在罗家逆来顺受的小姑不一样了。李兴回来了，手上拎着药。李兴进来看到人已经醒了，心中对罗兴磊更是信服了些。大娘醒了。谢谢，身上没那么难受了。哎呦，大娘，您可千万别这么说，不是我救了您，是他。小春呐，这是真的。谢谢你呀。老夫人客气了，这药要慢火熬，3碗熬成1碗，明日我再过来。好。小磊，你最近有没有听说瘟疫的事情啊？瘟疫？罗兴磊皱眉，他刚穿过来的时候被罗家人给扔了，当时罗家人嘴里就喊着他是得了瘟疫，后来就没听说了。1个多月前就传得沸沸扬扬，当时闹得很严重，后来就没有听到消息了，说是朝廷想办法控制住了。可是这2天听说又有症状了，这些人不相信我们小药铺，全都去慈恩堂了。李叔有没有接触过？知不知道什么症状啊？没有，只听说先发热，随后身上就开始起疹子，最后化脓而死。传染很快。小磊啊，这种
你有没有办法？没有看到病人，不好下结论，只有看过才知道。我们先回去看看，目前也只是猜测，并不能确定。罗新磊趁着没人，出去在外面溜达了一圈，买了一块布回去，在药铺里做了几个面纱，以备不时之需。李兴留罗新磊吃晚饭，罗新磊没吃，直接出铺子打算回去，就看到一边墙角处头发脏乱、脸色蜡黄、皮肤褶皱的老人抱着一个孩子，眼底一片死寂。老人家，吃吧。谢谢，谢谢。小强，快醒醒，有吃的了。他再上前一步，看到孩子脸上已经生出脓疮，双目紧紧闭着，能看得清的皮肤呈不正常的青色。再抬头看老人，就发现老人的手上已经有疹子。他慌忙从空间里将面纱拿出来戴好，将给自己买的烧饼放进空间，上前伸手去拉孩子的手，只吵着难受。罗新磊把脉的手抖了抖，这孩子没救了，已经没有脉了，大概1个时辰前已经没气了。老人看不清罗新磊的神情，但看到他眼神不对劲儿，小声地问：小强怎么样？老人家，我给你把把脉吧。罗新磊心里乱，伸手已经握上了老人的手。把过脉之后，他发现老人的身体也好不到哪里去，有很多病症，而且现在染上了瘟疫。老人应该是和孩子一起感染的，但孩子的抵抗力比老人更弱，所以孩子先走了。老人颤巍巍地站起来，怀里抱着孩子，慢悠悠地要离开。老人家，你要去哪儿啊？小姑娘，谢谢你，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罗新磊想说他可以救老人，但是他没有把握。刚才他把过脉了，这个瘟疫他目前没有应对方法，但人看到了他就不能不管。他悄悄跟上老人，见老人出城之后去了城外的一个破庙里。他观察了一会儿，见老人没有寻死的念头，这才慌忙回家，想着明天再过来找老人。怎么了？娘，你们都离我远一些。你找打是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孩子有自己的原因。邢强，拉你爹进去。青梅，你回屋里去，将窝头拿过来。好。小磊，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县里出现瘟疫了，我与染了瘟疫的人有接触，所以娘要离我远一点。那你先休息，明天娘带你去县里找大夫。我没事儿，娘不用担心，我自己就是大夫。瘟疫可能会大面积扩散，娘这2天让哥哥姐姐别出门，最好一直在村子里待着。今天晚上让姐回屋睡吧。小磊，你真没事儿啊？要不这几天你也别去县里了，太危险了。娘，我是大夫，有瘟疫就需要大夫出面，这个时候我不能退缩。可是太危险了。娘，你别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若是这几天哪天晚上没回家，你也不用找我，我肯定就在县里忙。不行，娘见不到你心慌，或者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到时候我去找你。娘，放心吧，如果我超过3天没回家，到时候您再找我。昨天晚上种的菜竟然已经出了小嫩芽，这个发现让他惊喜极了。吃了2个窝头也不饿了，他便开始在药房翻医书。瘟疫恐怕会越来越严重，朝廷那边如果有办法，就不会这样蔓延了。小磊，爹，出来跟我去吃饭。我不饿。怎么可能不饿？快点出来。小磊，快过来，来娘这里坐。去你娘那里坐。赵氏见是自己儿子亲自带过来的，没说话，但是脸色发沉。爱宝啊，吃过饭去宋家，将你媳妇儿接回来。爹，我不去。
媳妇儿离开后的没几天，他就去过一次宋家，可是媳妇儿当时骂他窝囊废，不愿意回来。当时在宋家可是丢尽了脸，他才不去呢。去，爱宝，去将你媳妇儿接回来。马上就要秋收了，还有前些日子媒婆给星辉说了一门好的亲事，过2天就要定亲了。这家里人不全，还不是让人看咱家笑话。可是，你告诉巧月，若是她不愿意回来，那就永远也别回来了。我们罗家不差她这一个儿媳妇儿，她真不回来，到时候娘给你重新娶一个。好。明天女方父母会先过来看看，今天你们在家里好好打扫一下，孩子也别出去乱跑，在家里帮大人忙，吃了家里的饭就要干活儿。小磊，快吃吧，吃完饭和你姐去玩。老二媳妇儿，你这是干什么？这俩丫头片子也该为家里干活了。娘，小磊身上有伤，不能干活，我来干就行。老二媳妇儿，你这是什么话呀？他一个孩子，身上能有什么伤？我让他干点活你就心疼，丫头片子有什么好心疼的？娘，她是我女儿，我心疼她，不想让她干活。反了，真是反天了。爱福，爹，小妮心疼孩子，到时候活我和小妮一起干，您不用担心。都是丫头片子，吃家里的粮食就应该干活。我和小妮有干活，邢强和邢平也干活，小磊吃不了多少。鞭子对着罗爱福就打了下去。罗爱福坐在凳子上动都没动，任凭罗六打他。你们2个让开！爷，我爹做错什么了？你要这样打他？我还没死，你爹就要在这个家里当家做主了，我还不能打他？爹娘心疼小磊，不想让小磊干活，我们可以干，干完活就行了，不管是谁干的。不知道爷这样生气是因为怕活没干完，还是嫌弃小磊没干活？都是孙子孙女，爷一碗水可要端平了。星飞姐是家里女孩最大的，平常也是什么都不干，也没见爷这么生气啊。是的，罗星飞，罗星磊大伯父家的女儿，今年15岁，与罗星强同岁。罗星飞因为长得与赵氏有5分像，赵氏便很疼爱这个孙女儿，从小到大都是捧在手心里，从来不让罗星飞干什么活。但家里其他女孩子可都没这个待遇。星飞最近在说亲，他自然不能干活，手上长茧子，那可就不好看了。爷奶，你们也不用吵架，家里也不用特意打扫，咱家现在没有多余的屋子给我成亲用，这亲不成也罢。大孙子、小儿子，老人家的命根子，赵氏与罗六就是这样的。对于大孙子罗星辉，那是疼到了骨子里。家里小点的孩子没读，但18岁的罗星辉现在可还在学堂读书。老两口对罗星辉的期望很高。这孩子说什么胡话呢？没有屋子，我和你爷会想办法的。年纪大了要成亲的，不然传出去让人笑话。奶，兰兰家在镇子上，她家条件好，家里没屋子是事实。您总不能让兰兰嫁给我之后跟我去后院住牛棚吧？这怎么可能？兰兰还说她家有房子，如果咱家没有多余的屋子，到时候我可以去她家住。胡闹，这像什么话？其实这事儿也简单，家里这么多人，总不能一直住下去啊。如果分家的话，大哥的事情很容易就解决了。行了，吃完饭都去忙自己的，这事儿我们会考虑的。众人散去，关小妮心疼地去扶罗爱福，但罗爱福爱面子，在关小妮面前绝不示弱，便强撑着往屋里走。罗新磊第一时间也跟着关小妮进屋。罗爱福刚坐下，回头发现罗星磊也在，没说话。罗星磊看了他一眼就出去了。
小磊给你什么？药。你身上有伤，快趴下，我给你上药。这孩子啊，还是挺关心你的。快速往县里赶去。当到破庙里时，看到里面的情形，他全身都散发着寒意，紧抿着唇，双手握成拳。庙里，昨天的老爷子与死去的孩子都在，而老爷子竟然自寻了短见，是他昨天大意了，应该想到的。小姑，刘大哥，这是我侄女儿，昨天就是她给大娘下针的。今天还需要下针？里面请。丫头，麻烦你了啊。罗兴磊微微颔首，没接话，手指已经飞快地拿着针动起来。他动作快到让人以为是随意下针，可是却带着严肃认真，让人不由得心生敬畏。刘大志开始淡然的眼神，最后越来越严肃。小姑这2日出门要小心，戴个面纱。是出什么事儿了吗？城里现在有瘟疫，传染性很强，小姑要小心。刘大志诧异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这一下看着罗兴磊的眼神带着一丝敬畏。你也知道？昨天遇到了2个感染者，衙门应该也知道吧？城内最近总有尸体出现，症状全都一样，只是大人说有瘟疫不是好事儿，私下里找了城里最厉害的大夫，让他们想办法看能不能控制。城内尸体只是简单做处理。简单处理？扔去城外乱葬岗了。瘟疫是有传染性的，死去的人若不及时将他们的尸体火化处理，恐怕会越来越严重，接下来还会死很多人的。这事儿还是要听大人的。罗兴磊一听刘大志的话，便感觉白宁县恐怕要自救了。有一个怕事的县官，很多事情不敢上报，瘟疫得不到控制，会越来越严重。最近你们一直要接触瘟疫人群，刘老夫人现在身子弱，你若是一直回来，对老夫人病情不利，最近最好不要回来。我娘的病？我最近几天都会过来，没事的。好，那我最近便不回来了，这些日子麻烦你了。没事的，你们在外面才危险呢。这里县官不管事儿，如何才能将事情捅上去？不然会很棘手。你在县衙应该10几年了吧？是。那你对府城知府了解多少？清廉公正的好官。现在大人不管，但是感染瘟疫的人越来越多，恐怕接下来会很棘手。若是可以，最好将白宁县现在的情况告诉知府大人，才能得到控制。若不控制，紧挨着白宁县的李兰县、东平县、明良县、惠安县都有可能大面积出现感染。可是我现在的能力见不到知府大人。公文往那边传嘛，夹在公文里，你可能做到。这个没问题。行，一会儿我回药铺写封信，晚些你有时间去拿一下，到时候随着县衙的公文一起送到知府大人那边，其他的便听天由命吧。他现在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办法彻底解决瘟疫。至于写给知府大人的信能不能看到，就真的要听。回到李兴铺子时，就发现有人全身都是疹子上来求医。小磊，你有办法吗？没有。李兴，我写个药方，一会儿先抓药让胖婶煎了，问问在场的病人有没有愿意试药的，只能缓解身上痒意，但并不能根治。好，你写，我让你胖婶去煎。罗新磊写好方子之后，便直接到后院找了一个地方，将医书拿出来开始翻读。他的动作很快，许是穿越的原因，他记忆力很好，外加他前世本就聪明，现在看起医书来事半功倍。李叔，你给他们开药的时候要讲明白，这不是根治的药，只能止痒。我明白，你看书吧，我先出去。整整1夜时间，罗兴磊没有合眼，但一丝困意也没有。想着昨天晚上没回去，娘是不是该着急了？李兴慌忙跑了进来，问罗兴磊：“小磊啊，慈恩堂和另外2家药铺都来问我买药方了。”直接给他们，不用卖。不过他们卖的药必须是正常价格，不能坐地起价。行，我这就去告诉他们。
罗兴磊在李兴家吃过早饭，便去了刘家，给刘老夫人施针。回到药铺告诉李兴，他要先回家。如果没什么事儿，他会在想到有办法根治或者控制瘟疫的时候再过来。到家的时候，前院似乎很热闹，有说有笑的，听起来还有陌生人的声音。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小磊，你回来了。娘呢？家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二姐，家里来人了，还说要在咱家住些日子呢。啊？什么人呀？罗家哪里有地方可以住啊？罗家的几个闺女回家没事都很少住，除非过年的时候来几两天就走，平常回家都是早上来下午回去。是给星辉哥说亲的那家，昨天事情就定了。今天刘家人上门说他们现在住的地方不安全，要在咱家住些日子，要等风头过去。罗兴磊大概懂了，瘟疫出现，现在最安全的就是这些村子。像凹山村这样封闭的村子，躲这样的祸事是再好不过的。村子里一般都是自给自足，现在马上就要秋收了，更不愁吃。这家人还真是会选，还说让他们安心的住着，想住到什么时候就住到什么时候。有说让他们住哪里吗？奶说我和哥哥们睡的那个屋子腾出来给刘家兄弟住，我们自己跟自己爹娘住。爷奶将他们住的堂屋也腾了出来给刘家父母住。那爷奶住哪儿？爷奶要去大伯父家的屋子住，大伯父家住我们家的屋子。那爹娘住哪儿呀？爹娘排行老二，不会要去住三叔家的屋子，三叔住小叔家的，那小叔他们住哪儿？奶说你一个人在后面棚子住，地方大，让爹娘带着大哥二哥我还有星笑，我们一家都住后院大棚。罗兴磊脸垮了，罗爱福不会是罗家二老抱养的吧？怎么算二房的孩子都是最多的，应该住屋子，其他各房孩子少，住外面也不是很紧张。娘怎么说？娘说，奶既然这样分，还不如直接将家分了，我们自己出去建房子住。奶还没生气，星辉哥就跳出来骂娘，说娘不想孝顺长辈，天天想着分家，就是个搅家精。爹生气将娘护在身后，结果星辉哥竟然要动手打爹。大哥和二哥上前拦住了星辉哥，三个人就打起来了。后来呢？后来爷爷将三人分开了，谁也没讨到好处。爷爷也说娘是搅家精，还说娘如果想要分家也得等着，等刘家人走了之后再说。奶说了，刘家人来我们都要好好表现，要让刘家人知道我们家很和睦，谁敢在刘家人面前找事儿，他会直接扒谁皮。娘现在在干什么呀？在收拾被褥，屋子要腾出来，其他人也在腾屋子。大哥和二哥去五爷爷家建木板了。走吧，去看看娘。你别去了，刘家人总是指使家里孩子干活，娘看不下去才让我带着心笑来后院的，娘肯定也不需要你过去。去看看怕什么？可是没走两步，看到关小妮抱着被褥已经走了过来，正好与她遇上。你这丫头终于回来了，吓死我了。我没事的。先将被褥放在了罗兴磊的床上。这棚子当初就罗兴磊与罗爱春两人住，虽然地方大些，但搭起来的床满打满算只能睡3个人。现在被褥一放就堆满了。不要再去了，太危险了。刘家人在镇子上都知道来我们家避难，县里肯定很乱了。还好，娘别担心，不会有事的。娘，刘家人来要住多久呀？谁知道呢？这些人还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来了就说要住，恐怕一时半会儿的走不了了。别担心，总会有办法的。
三婶回来了吗？宋氏也是家里一大助力，他不回来，恐怕罗家都闹不起来。回来了，昨天你三叔去接，就跟着回来了。这会儿啊，正给刘家人烧水呢。星辉哥和刘家姑娘的事情真定了？昨天你爷奶和大伯父他们一起去了刘家，当时刘家的意思是啊，他们喜欢读书人，奈何两个儿子不成器，不是读书的料，他们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星辉哥身上。刘家还暗示等两人成亲之后可以资助你星辉哥。昨天回来因为这事儿，你爷奶高兴坏了。聘礼什么的刘家人没说？这事儿他们回来没说。算了，不说他们糟心。娘先别着急，刘家人恐怕也不是省油的灯，我们可以先看看。你这孩子说话一套一套的，跟小大人似的。住后院已经是板上钉钉，所以罗兴磊一家除了快速收拾，没有别的办法。将一切收拾好后，前面中午饭已经做好了。关小妮闻到了油腥味儿，不由出声道：为了招待客人，还真是下了血本。来日方长，要天天有油腥才好。走吧，去吃饭。平常他不愿意去前面上桌吃饭，今天嘛，他还挺乐意。一家人除了想看事态发展的罗兴磊，看开的关小妮，还有性子软的罗兴梅，以及年纪小的罗兴孝没有被影响外，其他3个男人都不怎么开心。到了前面，罗兴磊就笑了。白米饭，桌上还有3大盆菜，1盆大白菜炖肉，1盆土豆片炒肉，还有1盆炒萝卜丁儿，2荤1素。在农村这种伙食相当可以了。今天还不是赵氏分饭，而是早早的就将米饭盛好，每个人碗里都不少，就连罗兴的一群孩子都有不少。兰兰娘，家里没什么好招待你们的，就这粗茶淡饭，多担待啊。这就挺好，挺好的。亲家奶奶呀，您太客气了。刘母3角眼，眼底有高人一等的傲气，五官有些刻薄相，衣服都是缎料，不像村里人穿的粗布，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坐在赵氏身边，显然比赵氏更显高贵些。见面聊得很开心，俨然一副快要成为闺中密友的感觉。罗兴飞羡慕刘兰兰家在镇子上，扒着刘兰兰，想着看能不能自己也在镇上找户好人家。饭后，赵氏又拉着刘母去聊，其他人也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帮了一会儿忙，见没什么事儿了，罗兴磊出院子，打算去山里找个地方进空间，看书里能不能想到办法根治瘟疫。可是刚出去，就看到罗兴辉带着刘家的2个儿子鬼鬼祟祟的就往外走。出村的时候，罗兴磊皱眉，随即小步子跟了上去。只是刚走没2步，就被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罗兴平拦住了去路。他们去镇上，你别去。二哥知道。二哥这是知道他们去干什么？刚才吃饭的时候，刘家兄弟与罗兴辉没怎么吃，这会儿去镇上，定然是去酒楼。罗兴辉请？他哪来的银子呀？罗兴磊问完，感觉自己问了一个十分愚蠢的问题。罗兴平看着他没说话，显然不想解释。知道了这几个人的去向，罗兴磊没兴趣了，还是打算找个地方去看书。小姑还好吗？挺好的。听说县里和镇上都有瘟疫出现，外面不安全，让小姑回来吧。回来住哪里啊？再说赵氏现在也不认他还有这个女儿啊。在县里，只要小姑不怎么出去，没事的。刘家的聘礼开口要了50两。今天中午无意间听刘家兄弟和罗兴辉说话，知道的。他们答应了刘家的要求？他们打算每房出10两，乃再从中宫拿出来10两，就够50两了。二哥，你跟我说这些话干什么？赵氏这主意想的可真是好，还没分家，每家赚的银钱都上交了，现在竟然还想着让每房拿出来10两银子，别说10两，10个铜板都没有。
小姑的事情是你解决的，我想让你想个办法分家。罗新磊如何让那些人怕了小姑，将小姑送回家的，他知道。眼前的妹妹，从那次之后，他便不敢小瞧。让罗家分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爷奶当家，对他们这些男孙都还可以，他没有想出来什么办法可以轻松让罗家分家，但他相信小磊可以。别着急，刘家人来了，接下来一段日子每天都有好菜好饭的，着急分家干什么？先等等，凑个热闹也好。娘也想分家，今天刘家还没来前，娘便不开心地提出来了，但奶很生气，不愿意分。王子，依现在的情况，只有我们家被扫地出门的可能性很大。那我们是不是该考虑新屋子建哪里比较好？这事不急，二哥还是想想，到时候谁家有空屋子，可以借我们住几天吧。好。看着罗兴磊离开，罗兴平眼底的笑加深。老太太偏心到给大孙子钱去挥霍，还真是疼爱啊。想到大哥二哥早就不去学堂，他眼底的阴霾更重。罗爱福已经将晚上要睡的床搭好了。罗兴强与罗兴平两人正缠着关小妮说话。不行，这样多打扰人呐，这恐怕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娘，放心吧，我俩之间关系好着呢。您和爹收拾吧，我和大哥就先走了。你们两个给我回来！他们不愿意在家里住，就让他们去。到底是麻烦人家，这住也不是一两天，你这当爹的心真大。哎呀，都一个村的，以后人家有事儿，咱去帮把手就行了。二婶，奶让你带着星梅、小磊和星笑去他屋里。你奶有说什么事儿吗？没说，就说让你们过去。好，我们这就去。你这孩子一点不知道家里艰难，吃饭的时候那些肉是用来照顾客人的，你筷子甩那么快，是饿死鬼投胎吗？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娘，小磊还只是个孩子，看到肉难免会忍不住的。我平时亏待你们啦，有客人在，竟然和客人抢肉吃，传出去有什么好啊？老二媳妇儿，我这是为她好，一个女孩子家的，哪有女孩子样啊？饭做了不就是给人吃的？为什么别人都能吃，只有我们二房不能吃？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只有你们二房不能吃啊？其他人我都安排过了，他们没你这样过分。哦，吃饭的时候，星飞姐姐可是没少吃肉，三婶也没少吃。三婶一个大人，筷子甩得比我还快，小婶也没少吃，为何奶就偏偏盯上了我们二房？赵氏一时被对得有些说不上话来，干脆转移火力看向关小妮。老二媳妇儿，你平常就这样教孩子的，让他说话没大没小，竟然顶撞长辈。娘，孩子不懂事儿，我回去好好说说他。赵氏被罗兴磊对得没脸，也没说什么，直接摆了摆手，不能顶撞。娘，认为我做错了？没有，你做的没错，但有些话你身为晚辈不能说。那些东西做了就是给家里人吃的，咱们该怎么吃还怎么吃。刘家人在，你奶不会闹得太难看的。罗兴磊突然抬头看着关小妮，他真是小瞧了眼前的女人。认为对的事情就去做，但是有些事情不一定要说出来。莫要与傻瓜论长短。后面几个字儿关小妮没说出来，她想了想，换了一种说法。保持自己的善心就好，其他事情啊都不要去争论，这只是小事儿。但若是有人冤枉你，自然要争个高低。罗兴磊重重点头。关小妮与他想象中的村中妇人不太一样，这番道理一般人说不出来。罗兴梅与罗兴笑就在一边看着，关小妮对他们说了同样的话，
大意说该吃吃该喝喝，不需要看谁的脸色。很快天变黑了，罗爱福从外面回来了，一家5口躺在床上，罗兴磊早早占了最角落的位置，他旁边是罗兴梅，而罗爱福自然睡在最外面，与罗兴磊距离最远。晚上刚刚躺下，关小妮与罗爱福说话没避着他们。昨天爹娘去给星辉提亲，对方有没有说聘礼多少啊？没说，不过大哥回来之后一直默不吭声，一筹莫展，恐怕聘礼不少。50两。小磊，你说什么？50两？二哥听到星辉哥和刘家2兄弟说的，奶的想法是总共出10两，剩下的各方出10两。各方出10两，平常赚的银钱都上交了，各方从哪里去找10两银子啊？现在娘也只是计划，指不定后面什么样。刘家现在在咱们家住着，领了咱的情，应该不会再要50两了。关小妮的想法与罗兴磊不谋而合。刘家人若真是识趣的，就不会跑到罗家来住。最主要的是，刘家老大年纪也大了，竟然还没有娶亲。刘家对外的说法是，他们家孩子不着急，孩子比较挑，还没遇到合适的。先看看，我们现在知道消息了，等娘说的时候，我们拒绝就是了。星辉成亲，我们当叔叔婶婶的，应该给买东西，出10两银子。咱家拿不出来，也不会去装大头。这2口子的反应他挺满意，两人都是拎得清的主就行。罗爱福并没有因为罗兴辉是他侄子就各种想要去帮忙，正常的人情往来可以，但超过界限，罗爱福是不会做的。是5年，这5年他全当自己没看到，现在自己睡在这简易的棚子里，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受，针扎一般。想着想着，眼泪便流了下来。罗爱福知道关小妮心情不好，一直都在轻轻拍着她的背，可是突然感觉自己衣服湿了，怀里的人气息不对，他将脸往前凑了凑，就感觉到他冰凉的脸上全都是泪，心疼瞬间充斥着整个身体。罗爱福将他抱得紧了些。分家的事情我会想办法，别哭。一夜好梦，估摸差不多到吃饭的时间才回家。这次不用别人叫，他自己就去了前面。看来传言当真不可信呐，他们都说村里人苦，没有吃的，甚至要吃树皮。我看亲家这一点都不像村里的，更像是我们镇上的。兰兰娘真会说话，咱们就是村里人，也没什么好招待你们的。我们平常啊，在家也这般吃。亲家奶奶，您真是太谦虚了。赵氏一听，心里高兴极了，自己这是为了充门面才拿出来这么多好吃的，天知道他有多心疼。可是刘家在家里平常就这样吃，刘家果然有钱。行了行了，我们就别互相捧了，快吃吧，一会儿啊粥就要凉了。今天的馒头没有分，直接放在桌上，意思就是谁吃谁拿。小米粥也不是那种清可见底的，浓香十足，没人敢动，都低头喝粥，然后加一点菜。刘母似乎看出来了，赵氏笑呵呵地解释，家里孩子们胃口都不大，早饭他们吃不了太多的。这些孩子个个都长得水灵，可见亲家奶奶以后啊是个有福气的。个个长得水灵，刘母是闭着眼睛看的吧？不是个个饿得面黄肌瘦，营养不良吗？到底哪里看得到水灵啊？直接伸手拿了一个馒头，赵氏的脸色瞬间变了，但因为身边有客人，忍着气没说话。在赵氏怨毒的眸光中，又给罗兴梅与罗兴孝拿了一个。从众人开始拿馒头，罗兴磊就暗中观察着赵氏，眼见赵氏气得要背过气去，他心中有了一丝快意，同时也看到刘母眼底一闪而过的鄙夷。看来给罗兴辉找的这个未来岳家当真不是什么好的。他回头看了一眼男人那桌，坐在罗兴辉身边的刘家老二竟然一手抓着一个，两手左右开弓。
那吃相活像几辈子没吃过饭一般。多银在家就这样，真是让大家见笑了。不碍事，男孩子多吃点正长身体呢。他现在怀疑刘家在镇上恐怕没说的那么好。这边赵氏勉强撑着身体，整个人摇摇欲坠的。罗新磊看到赵氏的样子，心中直乐。莫名的，他竟有些期待刘家人多住些日子。他倒是想看看赵氏会怎么样。饭后，罗新磊悄悄溜了，他还要去镇上给刘老夫人施针。现在外面乱，你总是要小心。小姑放心吧，我没事的。倒是小姑现在住在城里，要千万小心。两人也没说几句话，罗新磊进去便为刘老夫人施针。施针之后，他又去了李兴药铺。这2天来抓药的人很多，很多药材都供不上了。我今天进城，发现情况又严重了。是，已经出现大面积感染。我听说县太爷只想将这件事情压下去，不想上报。我还没有找到办法。李叔，我今天过来是给刘老夫人施针的，明日我便先不过来了。刘老夫人那边病情已不着急，我想回去后先找治瘟疫的方法。好，那你先回去忙。回去的路上，他就进了空间，并没有回家，在空间里一直看书。罗新磊终于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他在空间古书上找到一种类似的病症，但称之为毒瘟。只要有一个人染上，就会立刻大面积的感染，与现在出现的症状很像，但也不完全相同。罗新磊立刻写出来2个方子，只是其中有2味药不同。这个时候他需要找个感染者试药。走到家里后门处，就发现后门紧闭，没有看到人，但前面似乎不太平。果然看到赵氏正与一个妇人吵架。村里人50多岁，名叫王月菊，平常在凹山村人缘挺好，夫家姓贺。王月菊轻易不在村里吵架，但若是有人不长眼招惹到人家，王月菊可就一点不退让，吵架是一把好手。你们家安的什么心呢？镇上和县城全都有瘟疫，你们现在竟然收留镇上人在家里住，这要是传染了我们怎么办？谁还没个亲戚啊？亲戚来家里住几天不是很正常的事情。王月菊，你在这里找什么事儿啊？我找事儿？是我找事儿吗？你们家不顾村里安危，还让外面的人欺负村里孩子，现在你竟然还理直气壮的，也不怕遭报应。况啊，我可是听说现在镇上与县城死了不少人，你们家不能不顾村里人安危啊。老六媳妇儿，你也真是的，刘家跟咱是亲家没错，可是这家里人口多，你们怎么住的呀？这么多人怎么住得开呀？我听说昨天晚上兴强和兴平在大强家住的。不是我说，前段日子呀，小磊丫头明明好好的，只是发烧，可你怎么做的？将孩子直接扔了，这要不是爱春去将人找回来，那孩子早死外面了。五伯娘，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不知道啊？爱福媳妇儿，你还不知道吧？你回娘家时，你家二丫头发烧了，当时你娘直接将孩子扔了，还非说孩子得了瘟疫，后来是爱春去将孩子背回来的。当时孩子回来后还哭着在村子里喊杀人了，你娘拿着粗棍子打孩子，孩子吓坏了，最后在祠堂门口直接晕过去了。当时村里人都在，你随便问问都知道。娘，这是真的？是真的又怎么样？现在不是好好的，缺胳膊少腿了。娘，那是我女儿，你怎么可以？我怎么不可以？她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罗家的孩子，我是家里长辈，怎么就不能做主啊？那是我生我养的，孩子就算有事儿，你也不能将孩子扔了呀。哼，你天天在娘家待着，哪里还有婆家？孩子发烧和瘟疫症状很像，我也是为家里人和村里人好。
为村里人好，你就不应该这个时候让镇上人住你家。怎么不可以？王月菊，你家就没个亲戚？老六媳妇儿，我怎么不知道你家什么亲戚在镇上啊？你看发生这么大事儿，咱家老七一家都没回来。昨天娘还很担心，想让老五去看看，结果老七捎来口信儿，让大家在村里待着，哪里都别去呢。这才是真的为村里人、为家里人考虑啊。罗新磊笑了，秦氏他的吴奶奶当真是讨人喜欢，这软刀子刺的，赵氏怕是要喘不过气儿来了吧。吴奶奶，兰兰是我的未婚妻，最近住在家里，是为了两家商议成亲事宜，给大家添麻烦了。我岳父一家没有人染上瘟疫，请大家放心。兄弟在村子里太猖狂，以为自己镇子上来的了不起，瞧不起人。王月菊家5个儿子，没有闺女，前面3个都已经娶了媳妇儿，老四18岁，老五15岁。贺家小儿子是王月菊最疼的，上面其他哥哥也很疼。原因无他，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好好的，贺元宝在5岁的时候发烧，当时秋收，大家都忙着抢收，所以孩子发烧开始没人注意到，等后面注意到的时候已经晚了，烧成了傻子。智力停在了5岁的时候，现在经常跟着村里孩子一起玩。贺元宝虽然傻，但是长得还行，嘴巴也甜。王月菊家在村里为人不错，很多人都知道贺元宝的情况，从来不会在人前背后说什么。但刚来村里的刘家人不知道，刘多银下午看到贺元宝跟小孩子一起玩，当时就嘲笑了贺元宝。可贺元宝孩子天性，还叫刘多银哥哥。刘多银发现贺元宝有问题，直接拿了一块糕点，让贺元宝从他胯下爬过去，糕点就归贺元宝，这分明就是戏弄。但贺元宝不干，他虽然很想吃，可是平常在家里也能吃到，几个哥哥嫂嫂都是好的，心疼贺元宝，平常就拿他当个孩子看待，有心戏弄，可是傻子不干。刘多银也不干了，指着贺元宝就骂，说贺元宝是傻子等等等等。贺元宝一个劲儿的解释，他不傻，只是还没长大。贺元宝智力停在5岁，但也没有傻透，瞬间就大哭着回家了，缠着王月菊问他是不是傻子，为什么别的5岁孩子都一点点小，自己却长得很大。王月菊哪里能忍呢，但也不能直接质问人家，骂自己儿子是傻子，干脆找了借口来罗家吵架，目的是让刘家人滚蛋。当然这借口找得极好，现在瘟疫四起，谁不知道哪个不惜命啊，全都是人心惶惶的。菊奶奶，这件事情是我二哥不对，二哥事先不知道，您大人有大量。娘，我想回家。星辉，你既然出面说了，那也希望你能保证他们身上真的没有瘟疫。哼，是。怎么就发烧了呢？老大，快去请大夫。老二，你过来背着元宝。元宝，你挺一挺啊。这孩子不经下，怎么一下就发烧了呢？在这个节骨眼儿。爹娘，你们先进去，我一会儿就回来。你先带着孩子进去，我去看看。天黑，罗爱福担心，抬脚就跟上。等一下。爱福家的二丫头，你有事儿？菊奶奶，我想和元宝叔说句话。行，有什么话你说吧。他上前，一手握住贺元宝的手，一手已经探上了他的脉搏，嘴里却慢吞吞地说：元宝叔，你不要伤心，大家都很喜欢你，我们也都愿意跟你玩，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你应该高兴，5岁可以长这么高，走路比别人快，也不需要别人抱，还有糖吃呢。昨天下午，罗星辉可是带着刘家2兄弟去镇子上吃东西了。依现在的情势来看，染上瘟疫也是极有可能。把脉之后，他心就沉了下去。贺元宝果然被感染了，当真是好的不灵，坏的灵。
迷糊中的贺元宝听到罗新磊说孩子们都喜欢他，立刻就开心地笑了，忙不迭地回应着罗新磊：小磊，是有什么问题吗？娘，离远点。娘，我想与你和菊奶奶单独说。菊奶奶，元宝叔染了瘟疫。这怎么可能呢？菊奶奶，我说的都是实话。不可能的，元宝从来没有出过村子，一直都在村子里，怎么可能染上瘟疫呢？你这不是胡闹吗？一个小孩子家家，张口就说胡话。月菊婶子，你冷静点儿，小磊不会乱说的。小妮妮，菊奶奶，你说的没错，元宝叔是没有出村子，可是昨天下午新辉哥带着刘家的2个儿子去镇子上酒楼吃酒去了，恐怕是那个时候染上的。下午他们又与元宝叔接触过。我不信。婶子，你别着急，小磊医术很好，说的肯定没错，但你要挺住啊，这孩子病了还得靠您呢。你说的可是真的？是，今天下午与元宝叔有过接触的人都要注意，若是有发烧的症状，8成便是被感染了。他也没想到自己村子里会出现瘟疫，源头还是在自己家。王月菊上前去触碰贺元宝，罗新磊忙挡住他。菊奶奶，现在您触碰很有可能也会感染上的。我不怕，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元宝也需要人照顾，我会照顾他的。娘，别过来。小磊，这都是真的。今天只是发烧，明天下午开始便会身上起疹子。至于带瘟疫进来的是不是刘家兄弟，刚才我只是推测。最近有瘟疫，村里人基本都不出去，除了昨天下午出去的新辉哥与刘家兄弟。哎呀，那现在怎么办呢？真的是刘家兄弟，他们还在咱家呢，这下完了。娘，您别急，你与刘家兄弟也没有接触，再说你现在没有出现发烧的症状。可是家里这么多人，还有孩子呀。菊奶奶，我知道自己年纪小，不足以让人信任，但我还是想劝您，带元宝叔回去之后，最好不要与家里其他人接触。您若是要照顾元宝叔，单独找个屋子。最后娘俩互相搀扶着回去了。罗新磊刚才本想说他有药可以治，但看到菊奶奶不信任的眼神，他还是没有开口。瘟疫刚刚染上，还不至于死，若可以，他明天再去贺家。小磊，现在怎么办呢？你刚才也接触元宝了，会不会有事儿啊？娘，您不用担心，我是大夫，会自己预防的。我们先回去。小妮正在向罗爱福讲了关家村的事情，也说了他娘的病是罗新磊看好的，也说了肉铺的事情，不过没说肉铺送了很多肉的话。快到家门口时，罗爱福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除了震惊还是震惊，震惊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关小妮千叮咛万嘱咐，不让罗爱福将这件事情说出去。罗爱福也做了保证，说自己绝对不会说出去。关小妮这才作罢。赵氏在院子里骂自家人胳膊肘朝外拐，刚刚王月菊骂得那么欢，不见二房出来帮他。王月菊走了，自己二儿子一家竟然也跟着走了，这让赵氏心里气不顺。爱福，我生你养你，就让你这样对待我。王月菊那个老女人来家里闹，你不出来帮我，现在人走了，你巴巴跟上去干什么？娘，菊婶子家的老大和老二这2天与爱福一起去干活，爱福去只是想问问明天要不要一起去。你这个叫家精，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罗兴磊怒了，罗兴平怒了，罗兴强怒了，关小妮也怒了。想到可能因为刘家自己一家都要染上瘟疫，外加刚才吵架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女儿曾经被人丢弃过，
心里那股火立刻就上来了，再也忍不住，不管什么尊老爱幼，直接就开队了。娘，您这是什么话？我是您罗家的儿媳妇儿，我自己也有儿有女，我怎么就没有说话的份儿了？你个贱人，自从你进了罗家的门，就没有过安生日子，天天在背后挑唆爱福，今天竟然还挑唆爱福去给王月菊那个贱人说好话。我们罗家没有你这样的儿媳妇儿。人上了年纪一生气呀，容易生病。儿媳妇不对，你好好教就是了。这话可是提点了赵氏。赵氏立刻伸手捂着胸膛就开始喊：哎呦，哎呦！二哥，你这是干什么？娘这么大年纪，你还纵着二嫂这般辱骂娘？爱宝啊，有些话该说，有些话不该说。小妮是你二嫂，你竟然这样对她说话。我怎么对她说话了？我就算动手打她，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她都将娘气病了，要说不孝，也是她先不孝的。罗新平与罗新强两兄弟一左一右，直接上前站在了关小妮面前。罗爱福自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妻儿挨打，上前站在罗新平与罗新强的前面。高大的背影犹如一座山，让人很踏实。你动手试试。罗爱宝比罗爱福可是差了8岁，小时候罗爱宝调皮，可是没少被罗爱福揍，那种童年的阴影瞬间就涌现出来。娘是不是真的病？我现在就送娘去找大夫。你们若是不放心，可以跟我一起去。娘身体向来健康，从来没有小毛病，为何就刚才刘嫂子说了一句怕娘气坏身子，娘立刻就病了？难不成刘嫂子说出来的话句句都能成真？刚才他只是提醒，想让赵氏装病，谁知道赵氏这么笨，下一刻就来，这不明摆着是装病吗？连自己都被揪了出来，很没面子。爱福兄弟，我刚才只是着急，怕你娘生气急出病来，所以才顺嘴说的。那刘嫂子真的是好心，您刚说一句，我娘就病了。爱福，在那里胡说八道些什么？爹，刚才刘嫂子说了一句怕娘生病，娘就真的病了。我就想着刘嫂子金口玉言，说出来的话都能成真，不知道刘嫂子说一句我娘没病，我娘的病是不是就能好了？你这个不孝子，不孝子！罗新磊就站在后面看着罗家人的嘴脸，再看看刘家人，感觉到一阵恶寒，怎么会有这样的人？爹，爱福，你们都少说两句吧，娘这还病着呢。亲家爷爷，您老别生气，亲家奶奶这还病着呢，让孩子们抬进屋吧。星辉呀，村里有大夫吗？叫来给亲家奶奶看看。有了，我这就去。罗新磊都懒得听了，这明显就是装得太厉害了。这会儿他眼神一直在刘家两兄弟脸上。贺元宝没有出村，但是却染上瘟疫，明显就是接触过刘家两兄弟后染上的。从到罗家就很活跃的两人，这会儿站在一边静悄悄的，脸上神色也不大好。这让罗新磊基本肯定了，刘家兄弟应该染上瘟疫了。啊！你们两个过来，时辰不早了，前院有你爹守着，你们两个去陪着弟弟妹妹，不许去别人家睡。还有，这2天也别去别人家，就在后院待着。娘，怎么了？没什么，带着小磊去棚里睡觉，不许到前院来。娘，闭嘴！长大了，娘管不了你们了是不？娘，我看着他们，今天晚上我们不出去。你也好好在后面待着，不许去前面。哦。不过一会儿大夫来给赵氏把完脉后，估摸着刘家两兄弟也会让大夫给自己看。今晚注定是个不眠夜，2个药方，他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的管用，必须要有一个人试药才行。可是试药的人一时不知道找谁。星笑，星笑，星梅怎么了？
星星好烫啊，他身上好烫。罗新磊瞬间精神一凛，忙上前扯过罗新梅握住的那只小手，一手搭在脉搏上，只是几息的功夫，他便确定罗新笑被传染了，脸瞬间就黑了。见罗新强过来要抱罗新笑，罗新磊急忙喊：大哥别动！怎么了？姐，你去前面叫娘过来。大哥二哥，你们去棚子外面吧，别在这里待着。怎么了？罗新强还想问，罗新平看出来不对劲儿，没问，直接扯着自家大哥出去了，就守在棚子外面。很快关小妮就过来了，看到两个儿子在外面，还关心地问：你们两个怎么在外面？不是让你们过来睡觉吗？小磊和星笑在里面。娘，星笑也染了瘟疫，但是您没有，您出去吧，这里我守着。不行，这怎么可以？你出去，娘在这守着。我没事，不会被传染的。你出去，我自己在这里照顾。快出去。好，那娘看着去吧，我出去。星强、星平，你们两个去外面抱点干草进来。我在空地上，和妹妹们今天晚上就睡在外面。哦。罗新强应了，只是他还没走，罗新磊就握住了他的手。两人虽然是兄妹，但是罗新强从来没有与罗新磊怎么亲近过。这会被妹妹拉住了手，他竟有些不知所措起来，还傻笑着问：小磊，怎么了？没什么。罗新磊转身想去拉罗新平，谁知道他竟自己主动将手伸了过来。罗新磊微微一怔，光明正大的伸手把脉。幸运的是罗新平也没事儿，是一个老妇人的声音：这是造了什么孽呀？前面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奶有什么问题啊？那是刘姨的哭声，奶出事了，刘姨也不会哭这么惨。哥，别管那么多，先把草铺上，让妹妹坐。三叔、小叔，你们这是？兴平啊，你们去前面屋里住吧，小叔家没几个人，住这棚子没什么，你们家人多，还是住大屋的好。我家也没什么人，罗兴平，你带着弟弟妹妹去我那屋住。三叔、小叔，谢谢你们，不过棚子就这么大，你两家也住不下，我们到底去谁家住啊？去我家。爱全，这后院棚子简陋，你看弟妹这双身子，还是别在棚里住了，回屋去住吧。我是你三哥，住在后面合情合理。是啊，爱全弟妹啊，你们家星宇还小，这才3岁，肚子里这个也快生了，这般简陋的棚子让弟妹住，我这个当三嫂的实在不忍心呐。嫂子就算长辈，我是这个家里最小的儿媳妇儿，往后面这种事儿自然由我们年轻人来。我虽然是双身子，但是身子骨还是挺好的。谢谢三嫂关心，我和爱全带着星宇就3个人，住这棚子刚刚好。三嫂和三哥带3个孩子住这里，着实是拥挤了些。三哥，你还是带着三嫂回去吧，这棚子也不大，带着3个孩子，一家子也住不开啊。怎么会住不开呢？二哥二嫂带着孩子不也住得下吗？他们能住得下，我们家怎么就不行？罗新磊如愿看到两房掐起来了，这才出声打断他们。三叔三婶，小叔小婶，要不你们先去前面商量好了再过来吧。棚子毕竟只有一个，再说我弟弟正在发烧，你们在这里吵，弟弟会更加不舒服的。一句发烧让罗爱全等人脸上立刻浮现出一抹惊色，随即一众人跑得比兔子还快。罗新磊看着他们的动作，脸上露出一抹嘲讽的笑意。小叔他们这是怎么了？一听星笑发烧走这么快？星笑不是普通发烧，是瘟疫，他们怕传染，所以跑得快。
星校一直在村里，怎么会染上瘟疫啊？难道瘟疫已经在村子里蔓延了？在他们所有人的认知里，染上瘟疫就是死路一条，所以三房四房第一反应考虑到的就是保命。想到后院的大棚，所以第一时间都跑来抢。我陪你去。姐，你留着吧，我自己去。小磊，你去哪儿啊？快深夜了，外面不安全。娘，我去找个人，可以救星校。天太黑了，让你哥陪你吧。娘，我一个人去。兴平，别跟。娘，小磊一个人出去很危险。关小妮想到罗新磊那个神秘的师傅，若是罗新平追上去，小磊师傅不开心。等着吧，我们应该相信小磊。找了一个草垛子，直接闪身进空间，立刻将2副药都配好煎好，然后在空间里找了2个小坛子，又拿了一个碗，这才一手拎一个小坛子回家。谁？阿哥，是我。你说出去一会儿就回来，自己看看时辰。出去有点事儿，就忘记时辰了。现在不好好的回来，放心吧。爹，娘，这是可以治星校的药，但药方不是很有把握，因为这药别人还没有喝过。小磊，这药他给的。关小妮原本知道小儿子得了瘟疫，已经心灰意冷，现在有药可以治好，她自然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好，小磊，我相信你。爹如果想知道，以后问娘吧，娘都知道。烧退了，退了。小磊，罗新磊往外走的脚步停下，回头在黑暗中看着罗爱福。爹。关小妮与罗爱福夫妻10几年，瞬间就明白对方的想法。她沉声说：爱福，你别为难小磊，小磊能去拿来药是因为星校，你还想让小磊救刘家人不成？他们已经很对不起小磊了，现在小磊不计前嫌，愿意与他们说话，还关心星校，他已经很满足了，不想再为难女儿。我知道刘家人现在住咱家，且不管刘家人，这2天大家吃都在一起，刘家有瘟疫，咱家也有染上了。白天我们还在村子里与村里人说话了，若不管，村里人怎么办？他们都是因为我们。爹娘放心吧，我先出去一趟，回来带点药，让大哥给前面送过去。好。罗爱福声音有些哽咽，显然也是感觉对不起这个女儿。关小妮眼泪都流出来了，心疼女儿，更加感觉罗家人让人心寒。才看了看天色，睡了1个半时辰，这才起身开始熬药。药熬好后，他第一时间将药装进一个小坛子，剩下的装进一个稍微大点的坛子，这才出了空间。接着天色微微亮，拿着大坛子回家。进家门，干草上罗新平与罗新强已经睡着了，罗新梅不在。罗新磊悄悄地进去，就看到罗新笑与罗新梅在睡，罗爱福与关小妮坐在床上没睡。小磊，快上来睡一觉。娘，我不困，我将药带回来了。哦，让你爹送前院去了，你上来睡觉。小孩子正长身体，一晚上都没有睡觉，怎么可能不困呢？几人说话间，罗新强与罗新平已经起来，主动将药碗端起来去了前面。关小妮交代他们，说是前面问起哪来的药，就说是村里大夫给的。母女2人正在拉扯，前院传来闹哄哄的声音。少在这里假惺惺，罗大夫若真的有治瘟疫的药，早就将药方送到朝廷手里，怎么可能现在就拿出来？再说夜里他过来看过，自己也说没办法的。你……罗新平低头看着地上被打碎的药与碗，再抬头看向罗新辉的脸，只见他脸上已经出现了小小的疹子，有些嘲讽的笑了，直接扯着罗新强道：
哥，我们回去。罗欣强烈感觉一番好意被当成驴肝肺，心里堵得慌，不愿意多说，直接跟着罗新平离开。娘，你和爹、哥哥他们不要去前面，我一会儿给你们带吃的回来。去吧。一定不要去前面。好，听你的，不去前面。我马上回来。贺家在村里的生活条件还算可以，门是木头板做的。罗新磊到时，贺家门口蹲了一个人，一脸的愁云惨雾。听到有脚步声，那人抬头，罗新磊这才看清，是王月局的相公贺新年。许是昨天晚上知道小儿子染了瘟疫，没怎么睡，抬头时眼睛红红的，脸上尽是沧桑，仿佛一夜老了10岁。年爷爷，丫头啊，怎么跑我家来了？快回去吧，这2天不要乱跑。年爷爷，麻烦你将这个药交给菊奶奶，就说我给的。自然不信任，可是这孩子脸上的笑容带着一丝从容不迫，让人想拒绝都说不出口。年爷爷不用担心，元宝叔会没事的，这药就是给元宝叔的。不过菊奶奶昨天晚上定时照顾元宝叔1夜，菊奶奶若是有发烧也喝些。年爷爷，你只需要告诉菊奶奶这个药是我给的就行，至于其他的，我今天并没有来过贺家，相信菊奶奶懂我意思。年爷爷再见。我不是说了吗？不要靠近这间屋子，你们若是不听话，我就带着元宝进山里去。这爱福家的2丫头送药来了，她让我告诉你，元宝会没事儿。真是那丫头给的啊！乖宝，别挠了，起来将药喝了，一会儿咱就没事了。孩他娘，这药没问题吧？一会儿我再跟你细解释。那丫头说，你要是感觉有发烧，让你也喝点儿，这药还有限，你也喝点儿。没一个时辰，贺元宝好了，甚至生龙活虎的开始在院子里跟侄子们玩了。那孩子的意思，恐怕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药是他给的。既然孩子不愿意，那咱们出去就别说。这2天村里有瘟疫，孩子们也别出去。不过那丫头有药，我相信呀，很快瘟疫就能过去了。真是没想到，那样一个不起眼的丫头，竟然这么厉害。不要以貌取人，元宝得瘟疫，还是小磊丫头第一个发现的，不然回来大家都不知道，咱家染上的人呢，可就多了。送过药后，在回家的路上，从空间里拿了点心和包子出来。回家之后，将吃的给了关小妮，让他们悄悄的吃，吃完不要去前院儿。交代一番，他自己去了县里。这瘟疫传得极快，若是不尽快治，不知道又要死多少人。到了县里，明显感觉比上次进县城更压抑。他直接去了李兴药铺，现在李兴药铺很火，这会儿就有人来抓止痒药，胖婶也在前面帮忙了。丫头啊，有办法没啊？李叔，接下来抓药的人全按这个方子抓。丫头，这药方是治愈的方子？这药方是不是给其他药铺也送过去啊？咱家铺子小，这些药材存量有限，救不了很多人啊。李叔，你照着抄吧，我和胖婶来抓药。直接就开始抓，因为药都是一样的，所以他铺了很多纸，直接拿着药材随手就抓放在纸上，每一份都是一样的量，不用称，他捏得很准。李兴飞快地抄写了几个药方后，就看到这一幕，眼睛都直了，更加对罗新磊佩服起来。但还是飞快地进了药铺，然后去其他药铺送了药方就回来了。3个人一起，罗新磊伸手分，李兴与胖婶2人没有罗新磊快，一个将药材找出来放在罗新磊身边，一个将已经抓好的药包起来，
然后卖给前来抓药的人。工程量很大，很快李兴的铺子里有卖可以治愈瘟疫药的事情就传了出去，整个县里沸腾了。接着其他药铺里也有了。小磊啊，咱们存的药不多，有些药已经快没了，再这样下去没几副。李叔，其他药铺你熟悉吗？也不算很熟悉，之前都互相认识，这2次我们给了他们药方，也算是打过交道了。县里染上瘟疫的人太多了，一副一副的卖，很多人得不到救治。李叔，去找其他药铺谈谈吧。我相信他们存的药再多，也不可能将整个县城都治愈。现在能救一个是一个，咱们应该将药材集中在一起。这可以吗？死马当活马医吧。李叔可以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想要赚钱，到时候我们将药集中在一起煎，可以按碗卖，他们也能赚钱，不会让他们亏本的。这行吗？论碗卖，每一碗的分量是一样的，1碗药喝下去，那些染了瘟疫的人就能治愈，他们也不会亏。我想他们会同意的。好，你要与我一起去吗？李叔，去吧，尽量说服他们。我和胖婶在咱们家铺子门口煎药，药量大，但第一种药的分量不能出错。好，那我去。罗先雷与胖婶还有李家老2口一起，很快就在药铺门口架起了2口大锅，锅是铁的，但这治瘟疫的药就算是用铁锅也不会影响药效，这一点罗新磊很满意。他甚至有些后悔，刚开始的时候就不应该一副一副的卖。他忘记了，现在交通不便利，就算想要弄来药材也需要时间，不像是前世，一个飞机千里路也只需要1-2个小时就可以到。你们这是在熬什么药啊？是瘟疫的。都熬上了，你们要怎么卖？论碗卖，买药的人需要自己带碗。那我要点，免得一会儿没有了。喂，这药他们也没有办法免费给百姓喝。整条街上都飘着浓浓的药香味儿。没过多久，李兴便回来了，脸上带着笑意。罗新磊一看就知道事情成了，也十分开心。看来这个时候的人还是淳朴，不会想着发灾难财。丫头，成了。不过这1碗药的价格大家都不知道多少合适，因为这药方是我们给的，对方也十分感激，向大家商量之后统一收取费用。李叔，这批药材我们可能赚不到钱。没关系，能挽回更多人生命，少赚点也没什么。好，那便1碗药3个铜板。其他药铺若是也像我们这般给大家熬药，这样的大锅药材分量一定要对。我再写个方子，您给带过去吧。你写，一会儿他们那边铺子有人过来。罗新磊动作很快，写了几个方子。很快县里的几个药铺的人就都来了，然后方子以及商量好的价格李兴都告诉了他们，也着重说明了一锅药材下来赚不了什么钱，对方表示没什么。这种时候自然是保命最重要，不涨价格，到头来那些百姓身体好，以后对药铺会心存感激，依旧会去他们那里看病抓药，这才是长远之计。道理大家都懂，没人是傻子。眼看着天色暗下来，排队的人也少了，现在卖的是最后一批熬好的药。罗新雷与李兴、胖婶等人打了一声招呼，便直接回家去了。出了城门，还没回家，就看到一个男人，年纪不大，20来岁的样子，身上还有刀伤，浓浓的血腥味蔓延。男人躺在地上，睁眼望着天，眼底一片死寂。小姑娘，瘟疫横行，还是离我远些。你受伤了？死了也好，这世间已再无什么可留恋的。罗新磊看了他一眼，已经从空间里拿出针和线，清理完伤口，开始缝合。
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男人似乎感觉不到疼。针穿过肉，男人脸上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若真觉得活下去无意义，那便多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吧。你也染上了瘟疫，在这里等一下，我去取些药来。说完，他便飞快地进城，去李兴药铺拿了碗，端了一碗药。出城，男人依旧在僻静的角落里躺着。罗新磊将药碗递给他，将碗送回仁基药铺。男人接过碗，罗新磊就已经离开了，十分的干脆利落。后门处依然有人在等。罗爱福陪着关小妮、罗新强等人就坐在院子里，谁也没有睡。县里现在情况如何？药方出去，已经有不少人治好了。能救活不少人就好。家里如何？还能怎么样？他们不相信。今天一天3人就在屋子里可劲儿的哀嚎。下午的时候，刘佳佳似乎也发烧了。罗新磊不再问了，药已经送去，他们不领情，直接打翻了。他可没那么好心了。娘，你们中午吃了吗？吃了，你年爷爷送小坛子回来，坛子里放了馒头。我们没有去前面，今天家里也没人做饭，大家都在屋里没出来。我带了些烧饼回来，都吃点吧。快拿一个吃，我让你爹去前面给你端水。不用了，娘，月色很好，一会儿和二哥、大哥他们去河边喝点就行了。好，那你吃完东西咱们都去。娘，你们都吃点吧，这有不少呢。吃过饭后，一家人去了河边。今天就已经有人家开始秋收了，其他人也都快了。可是咱家……别担心，到时候我去，总不能让庄稼落地里。娘，别担心，药方子公开，到时候村里人也能买到。刘家人吃了药，瘟疫就控制住了，相信他们不会待很久的。但愿吧。翌日清晨，罗新磊只是简单的提了一句，罗爱福便主动去罗大夫家，将有瘟疫方子的事情告诉他。罗新磊自己则给家人留了吃的，然后去了县里。丫头来了。今天没人过来吗？咱家铺子小，存的药材不多，所以昨天已经将部分药材用完了。今天没药，大家都去别的铺子了。哦，对了，昨天有个人将碗送回来，说是你让送的。后来城门关了，他没地方去，就躺在街上。我看他身上有伤，就让他在后院休息了。那就让他今天走吧，昨天随手救的。哦，行，我以为你认识。我去刘家给老夫人施针。好，你有大功劳，我会奏请王上。小磊有件事情，恳请大人，还望大人可以答应。你说。这丫头有功劳，可是如此大大咧咧的提出要求的还是第一人，想必是为了给自己谋个好前程吧。大人，我年纪还小，若是大人上报王上，便说这瘟疫的方子是李叔所出，请大人成全。好，是你治瘟疫有方，既然你提出来，我必答应。谢谢大人。这信是你托人送到我手里的？是的，大人。你这信上说，因瘟疫死去的人不可直接堆放在乱葬岗。是，若只是堆放，纵使现在用药物治好了瘟疫，但仍会爆发。未处理的尸体上，瘟疫会一直存在。该如何？火烧。这丫头以后有大造化。李兴是早就看出来了，他战战兢兢地在魏大人身边站着，而罗兴磊面对魏大人时总是一副平静的样子，一点不受魏大人的官职影响。魏继仁见过罗兴磊后便匆匆离开。经过2天的熬药，其他铺子里的药材也没有了。魏继仁下令从别的地方调来了药材，亲自坐镇安排瘟疫事宜。月朗星稀，也不会下雨，大家都去了后院。罗兴磊从空间里拿了饼子，
白面的葱花饼，很大一张，刚拿出来就有一股子香味传来。小磊，什么好吃的？罗新磊能拿出来食物，二房已经习惯了，现在吃着饼子，大家也没说什么，更没人问他是从哪里来的，但都吃得十分的幸福。关小妮自己吃不了，还给2个儿子分了些。罗新强与罗新平现在正是半大小子吃穷老子的年纪，自是不会拒绝。可就是这葱油饼太香，味道没遮住，惹出了祸事。夜里睡觉前总有出来上茅房的，需要从后院过，所以3房最贪吃的罗新旺闻到了浓浓的香味儿，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了。罗新旺回屋就哭着要吃好吃的，宋氏与罗爱宝不懂，问过之后才知道后院有香味儿，两人当即神色不对。罗爱宝接着去茅房，特别去后院闻了，果然闻到了香味儿，他心里都蠢蠢欲动，特别想吃。回到前院，两人商量一番，直接让罗新旺哭着去找罗家二老。大半夜的不睡觉，在院子里哭什么？明天跟着一起下地干活。胡闹！哪来的好吃的？回去睡觉。有好吃的，后院二伯父他们都吃了，味道可香了。爹，兴旺虽然调皮，但说的是真的，后院确实有一股子香味儿。原本下炕打算看看情况的赵氏听闻这话，脸色大变，不管其他人如何，直接就蹭蹭蹭地往后院去了。果然后院飘着香味儿，葱油饼的味道，当即大怒。奶，您不睡觉怎么跑后面来了？我怎么跑后面来了？这满院子都是葱油饼的味道，别人还怎么睡呀？你们竟然背着家里吃独食！此时众人都闻到了葱油饼的味道，虎视眈眈的，任谁饿得饥肠辘辘，再闻到葱油饼的香味儿也是受不了。饥饿使人眼红。娘，说，葱油饼哪儿来的？你们是不是背着我们藏了私钱？奶，葱油饼是菊奶奶给的，东西不多，回来后就给星梅、小磊和星笑吃了。意思是他和大哥没吃，幸亏天黑了，不然罗新平嘴角隐隐可见的油瞒不住赵氏的眼睛。黄月菊，你胡说！他现在恨不得我们全家人都去死，怎么可能给你葱油饼啊？确实是菊奶奶给的，奶要若是不信，可以去问问。新平，你说东西是他给的，那他为什么给你们葱油饼吃？元宝叔也染了瘟疫，我们给送了药，所以菊奶奶给的。新平，这便是你的不对，家中谁人不知我染了瘟疫？你有药，竟然不给我这个当亲哥哥的，还给了外人。哥，说这话前你应该想想，我当真没有给你送过药吗？只不过亲哥你不信，菊奶奶和元宝叔信我。我也不知道那药是真的。奶，您和爷爷这么晚不睡，来后院是心疼我们睡在这里，头顶连一片瓦都没有吗？赵氏质疑的话再也说不出来，还被罗新平连呛带对。若不是因为身体好，这会儿早就要气晕过去了。这个二哥果然与他想的一样，战斗力十足，一个人足以在罗家大杀四方，平常不显山不露水，恐怕是不屑吧。兴旺，葱油饼没了，不过好东西只有干活的人才可以吃，他们都下地干活了，你没去，自然不能吃。应该可以吧？这话你要问奶。刘家人来，咱就吃得挺好。现在秋收，大家都需要力气，才能好好干活，奶应该不会亏了你的兴旺，所以明天要好好干活哟。二哥真不是一般的腹黑呀，明里暗里指着刘家来都吃得很好，现在秋收自然不能差了，还以罗兴旺为挡箭牌，并且暗指没干活的人不能吃好吃的。赵氏一行人怒气冲冲的来，灰头土脸的回去。罗六感觉自己的老脸都丢尽了。
星辉与兰兰成亲的事情要尽快，家里没地方住，就分家吧。要不我们在后院起间屋子，让老二一家住。孩子们都大了，星强今年15，过2、3年也该娶妻了，那时又如何？别费那个力气，直接分出去，以后他们给咱每年交点粮食和银钱就够，也不用一个锅里搅着吃饭，省去不少麻烦。他看出来了，兴平不是个能打压的，心气儿高，一直想读书。但这几年家里没什么银钱，便没有让兴平读。就今天晚上这些话，兴平能说出来，指不定以后能闹出来什么事情。我这不是想着一家人在一起和睦。和睦什么？现在每天在一起还不够乱的，吵架都成了家常便饭。再说星辉成亲没有地方，那就将老二和老三两家分出去。老四媳妇儿现在还大着肚子呢，咱也不能在这个时候给分出去。大孙子肯定要跟着他们，大儿媳妇也不能分出去，分出去了谁在家里干活啊？小儿子教，这单独分出去，2个孩子肯定日子过得不如意。老三家的是个精明的，分出去也好，总是好吃懒做，还有很多借口，也是个麻烦的。不得不说，赵氏心里一本明账。这个等等再说，等秋收完，粮食收好，我们先卖一部分，然后再提出来分家。小磊，你怎么笑得这么开心？二哥，你的心愿可能快达成了。其他人听着2兄妹的话，都不由得疑惑。兴平、小磊，你们在说什么呀？可是兴平的心愿他真没懂。兴平有什么心愿？能吃饱饭还是去学堂读书啊？大哥可以问二哥。过些日子大哥就知道了，时间不早了，睡吧。谁都不回答，罗兴平也不好问，一家人就这样睡了。清晨起床，吃过早饭，罗兴磊就看到罗六带着4个儿子借了一个板车，往板车上装粮食。其他女人脸上也露出喜色。他寻找着原主的记忆，才知道这是要拉着粮食去卖。精细的白面他们用不上，拿去卖了可以补贴家用，也可以换些粗面回来。几人速度挺快，来去只用了1个半时辰就回来了。罗六脸上带着喜滋滋的笑容，回来之后就与赵氏在屋里说话，具体不知道说了什么。但中午吃饭，众人齐聚，还没吃饭，赵氏就站出来说话了。今天大家都在，我来说件事情。瘟疫过去了，星辉的婚事也要趁早。星辉是长孙，婚事不能马虎。今天你爹他们去卖了粮食，但刘家要了50两，这银钱不够，你们4房凑一凑吧，好歹也是当叔叔婶婶的。说到这里，赵氏似乎怕家里人不同意，又刻意加了一句：星辉是家里读书最有出息的，以后考个秀才、举人什么的，你们也会跟着享福的。关小妮闻言就想到罗兴磊说的话，心里一沉，脸上不显，也没开口说话。娘说的对，星辉是咱家最有出息的，以后有前途。我们这些做叔叔婶婶的，以后还指望星辉能帮衬1、2呢。罗兴辉原本就坐得笔直的身子又挺了挺，整个人带着一种傲气，脸上甚至带着一丝得意。但他掩饰得好，罗家男人都没有那么多心眼儿，没人想太多。只有罗兴平抬头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抿唇不语。罗兴磊的位置刚好斜对着罗兴辉，将他的眼神看在眼里，一言不发，心中不免有些好笑。18岁的人了，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考中秀才。就这人，可见一斑。老三媳妇儿说的对。娘，
新会成亲有什么需要跑腿出力的地方，您尽管说，儿媳都听您的安排。我便说了，新会成亲需要50两，家里拿不出来，也不能因为没有银子就让孩子不成亲。出10两，再从中宫出10两。这话一出，几个儿媳妇齐齐变脸，就是儿子也变了脸色。别说10两，就是10个铜板也是拿不出的。没人出声，就连刚才浅笑嫣然的宋氏也不说话了。赵氏扫了一眼，见他们不说话，脸色沉了沉，声音也低了几分，明显的不开心。你们不说话是几个意思呀？谁也不去拒绝，但内心早就波涛骇浪，就等着看别人怎么说，自己好跟着应付。既然你们都不说话，那就是同意啦。我老婆子替星辉，谢谢你们。娘，除了王氏外，其他3个儿媳妇儿几乎同时开口。怎么，刚才让你们说都不出声，现在你们一个个的这么着急，是几个意思呀？娘，平常爱宝赚的工钱可都上交中宫了，这一房实在拿不出来，莫说10两，就是1个铜板我们都没有啊。我们也是。李氏大着肚子没应声，但脸色不太好，也不说话，不知道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李氏是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性子，不去得罪谁，但也不会刻意去占便宜。这并不代表他不会占便宜。就如现在，李氏虽然没说话，但他从李氏的神情中看出他的想法，不答应不出声，但10两银子想都别想。你们都是当婶娘的，侄子也是儿，星辉好了，对你们自然也好。现在孩子要成亲差银子，你们总不能看着不管吧？娘，我们也疼星辉，可是您让我们拿出来10两银子，这是让我们去抢啊！怎么说话呢？娘，我说的都是实话，你问问二嫂，再问问李秋，看他们哪一房能拿出来10两。如果别人能拿出来，我就真的让爱宝去抢。小月，别说气话，我们怎么可能拿得出来？就是10个铜板也没有啊！刘家不是不缺钱吗？为何还要50两？咱家能拿得出来吗？这倒是个性子直的，说话也好玩，直戳要害。此刻他感觉家里的这场大戏真是有看头。从我嫁进咱家开始，爱全赚的工钱可全都上交给了娘。现在娘要我们拿出来10两，总不能为了给亲侄子娶妻，将我亲女儿卖了吧？哎，这话我赞同弟妹的啊。娘，从我进咱家门可就没摸过铜板，这10两银子得多少铜板才够啊？够了，让你们帮星辉一把，星辉以后肯定不会忘记你们的好。现在一个个的就会推三阻四，咱家现在是有难处了。罗星雷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你们嫁进罗家也都不是1年2年了，一个锅里吃饭，也不能看着这桩婚事毁了。家里现在也确实拿不出来这么多银钱。这样吧，你们仨呀，娘家去借，每房10两，这就当是咱家借的。赵氏真是刷新了他的下限，让儿媳妇儿去娘家借，回头来这钱若赵氏不认，可怎么办呢？让各房自己还吗？稍微有点脑子的人也不会去干这么蠢的事情。好，那我明天回去看看。一场无声的风波在3个儿媳妇儿答应之下平息。翌日，4个儿媳妇儿要回娘家，赵氏难得大方，每个儿媳妇儿都给拿了2个大白面馒头，还拿了2斤玉米面。这东西走亲戚是极有面子的。不过赵氏的东西拿着烫手，
这般金贵的东西拿着，若是回到娘家借不到10两银子，恐怕不得安生。娘不用担心，别说三婶娘和小婶娘不会拿10两银子回去，就是大伯娘也不能拿回去10两。我娘自然借不到10两银子。娘愁的是手上的东西，你奶现在将东西给我们，借不到银子，东西也拿不回去，恐怕要甩脸子了。甩就甩呗，拿出来了定然不能再拿回去。再说了，借不到银子又不是娘的错，外婆家没有银子，全都给外婆看病了，相信奶也没办法。娘，上次咱们得到的肉还有很多，不如我们将这些东西留起来，给外婆家拿些肉去，这样外婆他们也能吃顿带荤腥的。那些东西，娘，交给我就行。娘，这些够吗？够。以后不许在外面这样，多危险啊，被人看到可怎么是好？知道了，娘。小李这丫头回去后啊，气色好了不少呢。三舅娘。然后跟在关小妮身后进了孙氏的屋子。孙氏正在屋子里做针线，看到女儿和外孙女儿，笑得那叫一个开心。快进来。娘，你身体才好几天，怎么就开始做针线了？身体好了，闲着也是闲着。你三嫂不让我下地干活，就家里的事情她自己也干了，我没事儿干，只能做些针线活了。那你可要注意休息啊，别伤了眼睛。不会的。哟，我们家小神医来了，快过来外婆身边坐。外婆。关小妮将家里的事情对孙氏说了一遍，没说刘家人来住，后来还染上瘟疫的事儿，就说了赵氏让他们几个儿媳妇儿回娘家借钱。那肉是你婆婆让拿来的？啊，不是，我们买的，您不用担心。10两银子呀，谁家能拿得出来？还是给侄子娶妻。哼！娘放心，我们就是过来看看你，正好借这个机会，星辉成亲的事情能不能成，还要看能不能拿出来银子。不过家里地方不够住，要成亲可能要分家。分家好，你和爱福勤快，兴强也能帮把手，家里几个孩子都是好的，这日子能过起来，比一大家子呀搅和在一起好。我也这般想啊，不过大抵是让我们和三房搬出去，给星辉娶妻。大嫂一家定然不能分出去，老太太还指着星辉出息，接他去享福呢。享福？哼，估计做梦来得快些。星辉那孩子我见过2次，骨子里有一股傲气，品行一般，就是不知道读书如何。娘俩又聊了一些有的没的，基本都是罗家的事情。吃过饭后，罗兴磊便与关小妮匆匆往回家走。进了院子，两人明显感觉到气氛很压抑，伴着赵氏的骂声：“都是一些没用的东西。”你和小磊走一天，快休息一下，娘那里我去说。大嫂他们拿回来银子了吗？好了，别担心，老三媳妇儿和老四媳妇儿也没有拿回来银子。老三媳妇儿说娘家没银子，老四媳妇儿说娘家二哥也在成亲，完全没银子，还说如果星辉不着急成亲，问娘能不能先将银子借他娘家试试，回头再还。这个小婶娘还真是个奇才，赵氏想借钱不行，还反被借了。生病这么久，银子都用来看病了，也是人之常情。罗兴磊见爹娘腻歪，悄悄退出去，直接回了后院。没一会儿时间，就听到前院赵氏骂得更凶了，这次骂的是罗爱福。罗兴磊自动屏蔽了那个声音。饭后谁也没动，罗兴磊便也没动。赵氏扫了一眼众人，沉声说：“大家都在，我和你爹商量了一下，家里孩子啊越来越多了，
星辉也要娶媳妇儿，没地方住。中午叫2个村子里的人过来看看，我们把家分了。罗新伟心脏都不受控制的狂跳起来，终于要分家了，终于要分了，心里有个小人在狂欢。关小妮等人脸色都变了变，大家心思各异，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全都安安静静的等着赵氏接下来的话。行了，将家里简单收拾一下，一会儿人就来了。爹，娘。叔婶，麻烦你了。哎呀，叔说的哪里话，不麻烦不麻烦。你娘最近身子怎么样啊？还挺好，今天吃早饭还念叨您，说婶好些日子没去我们家了。过2天去，最近秋收忙，我也想你娘呢。老六，你先说说怎么打算的？家里物资有限，我和孩子娘商量了一下，星辉是长孙，马上要成亲，新建屋子也来不及，爱全媳妇儿大着肚子就快生了，也不能搬出去，所以老二和老三两家在村里自建屋子吧。宋之一听眼睛亮了，一想到自己可以住新屋子，还能自己做主，脸上的喜悦遮都遮不住。家里的东西分成6份，我和孩儿娘1份，星辉1份，上下4房每房1份。爹，星辉是大哥大嫂的孩子，就算星辉要分，那也是用大哥大嫂那一份再平分给自己孩子呀，怎么从家里分呢？星辉马上要成亲了，给他分1份出来。星辉要成亲，那也是大哥大嫂该拿出来的，现在直接分给星辉1份，我们每房都有儿子，是不是都要多分出来1份？也不能偏心啊。爷奶，你们说这样分对吗？这个愚蠢的儿子，就算是要偏心，也不该是这样的做法，直接拿到明面上偏。爷子沉了脸，当年给儿子娶媳妇儿，他就看不上赵氏，还是罗六自己同意，没办法才给娶了这么一个媳妇儿，现在想想都后悔。星辉有出息，那也是星辉，是大方的事情，现在分的是大家，若是有星辉1份，那星强、星旺还有爱全媳妇肚子里怀着的那个，每个孩子都得得1份，这才公平。爹说的对。好，家里其他的都说清楚了，那么剩下2房3房搬出去，他们要住的房子怎么解决啊？当然是他们自己想办法，我们老了，没办法给他们建屋子。哼，这样算什么分家呀？要分就要1碗水端平了。娘，我们手里1个铜板都没有，您让我们自己出去想办法，这不是把我们扫地出门了吗？怎么扫地出门呢？不是分了东西吗？但是那些东西大哥和老四都得了呀，现在就我们3房和2房没有，难不成二哥和爱宝不是娘的亲生儿子吗？二嫂，你说句话呀。我们手里确实没银子，出去建屋子要花钱。哼，刚才你们不同意分6份，现在还想多拿银子，你们怎么不说想将家里东西全都拿走？这些都是我和你们爹苦了半辈子苦下来的，养你们这么大，孩子也大了，我们2口子对得起你们啦。娘，我们哪有那个意思呀？现在分家，我只是说出来嘛。屋子的事情再商量商量，现在建屋子确实没有银钱。这样吧，明天我招呼着家里的小辈儿，大家一起动手建2间屋子出来，2房3房商量一下，看谁去外面住，住在家里的就现在住的屋子，再想办法做个灶间出来。既然是建房子，那我们搬出去吧，毕竟我们小些，总不能让2哥2嫂搬出去呀。也行，没有瓦片，都是茅草屋，爱宝比爱夫年纪小，
以后下雨天漏水什么的，爱宝也可以上去修补。茅草屋？开玩笑呢，谁要住茅草屋啊？现在这院子好歹都是青砖大瓦房呢。外面建2间屋，家里只有1间。你家人口多，你想搬出去还是留下来呀？小月怎么想的？是这样的，你看家里就这1间屋，我想着新疆也大了，过不了2年呢就该成亲了，家里院子也没地方住，不如我跟二嫂换，外面地方大，新疆成亲再建屋子也有地方。我家希望还小，还能等几年呢。可是，小月啊，你刚才不是都说要搬出去吗？咱们2房只有1房可以搬出去，我这个当嫂子的自然得让着你。不，你别让着我，你搬出去住茅草屋吧。宋氏连连摆手。二嫂啊，刚才是我考虑不周，现在想明白了，不应该这样，都是一家人，该为自家人考虑的。好歹新疆叫我一声30娘，我不能看着孩子因为成亲没屋子发愁吧。二嫂，其实我没跟你说，我娘家村里有个姑娘，今年13岁，长得水灵，干活啊也是一把好手呢，家里家外的都能干，很多人都瞅着想将那姑娘定下来。我也想着咱家新强是个好孩子，有这样的好姑娘，自然是说给自家孩子了。昨天回家呀，我已经跟人家姑娘说了，改天咱带着新强去相看相看。二嫂，都是自家人，有好事我肯定想着自家孩子的。你看这屋子的事儿，看你做主就好，住哪里都行。事情就这么简单的定了，简单将东西列出来，然后分成5份，大家看了都没意见后，就开始写文书。现在分家是要白纸黑字写清楚的。组长写到一半停了下来，抬头看向罗六。老六啊，这里面怎么没有钱财啊？组长有所不知啊，家里没有银钱，真分不出来呀。赵氏，分家就要分得明明白白，这些孩子平常赚的工钱，不是都上交给你了？怎么分家的时候不拿出来？你想私下留着，就不怕这几个孩子以后也不养老吗？娘，没有，我是真的拿不出来呀。没有。老头子，既然他不愿意拿出来，我看这分家也不用写每个孩子每年需要给他们多少养老金了。可以，你现在分家不拿出来，他们单独过日子，需要准备的东西多，没点银钱傍身，你让他们怎么生活呀？唉，行了，想让几房孩子每年出养老金，现在就将中公的银钱拿出来，也分成5份，也不偏向谁。赵氏进屋出来后，手上拿着2罐钱，拎在手里看着挺沉，但赵氏那脸色极不好，仿佛在喝他的血，割他的肉。满罐钱是1000个铜板，相当于1两银子，2罐钱就是2000个铜板。在一个肉包子2个铜板的年代，拿出来这些不少。其他几房拿到铜板都装进自己口袋里了。罗爱福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铜板递给关小妮，你收着。院子里大家都看到了，罗老太太满意的点点头，脸上都是笑意。宋氏那更是不怕丢人，直接上前从罗爱宝手里将银钱给拿走，然后自己小心翼翼地收起来。分了银钱，接下来就是商量养老的问题。银钱粮食自然一样都不能少，最后是罗老爷子、族长、罗六3人一起定下来的。爹，3两银子是不是？怎么这还少？他嫁进罗家开始，
就在罗老太太手底下讨生活。对于老两口的那点惧意还是存在的。长生啊，你总在村里给大伙儿看着分家，每年3两银子养老，这少吗？老六啊，前段时间淮山分家是1两银子。分完家，当天下午，罗爱福一行人就去选新家的地方，罗兴平也跟着去了。你喜欢新家在哪里？自然是距离老宅越远越好，还能方便去县城的位置。罗六第2天就招呼着大伙儿去给建屋子，罗兴磊则去了县里。今年12岁，叫李青云，这是小的，今年7岁，李青青。青云哥，小青，走，婶儿带你去看看其他药堂送来的谢礼，可是送了不少呢。罗兴磊跟着胖婶儿进去了，李家一对儿女也跟着走了进来。东西是在李兴书房，罗兴磊看到果然是一大堆，有些一眼就能看出来是糕点，上面有糕点铺子的图案，有些则是盒子，看着很高大上，里面是什么东西不得而知。就这些，你一下可能拿不完，太多了，每天回去的时候带点儿，几天就带完了。谢礼都在这里啊。婶，他们送来的谢礼是谢我们的，不能我一个人全拿。那些糕点我就不客气了，拿回家吃，其他的您留着吧。哟，这怎么行啊？这瘟疫的方子是你出的，别人不知道，我们还不清楚啊？这东西我们可不能要。娘，这么多漂亮的盒子，我们能打开看看吗？婶子，要不我们全打开看看，我挑些能用的拿走，我用不上的你和李叔就收了吧。行。于是4个人就在书房里拆礼物，最后拆出来糕点不少，最多的就是药材，全都是名贵药材。丫头，你就拿这么点儿，这怎么行啊？婶子，用不着这些药材，平常也是跟李叔在药铺里给人看病，您让我拿走也是放着了，不如放在铺子里，还能救人一命。糕点我拿了不少，这些就够吃了，剩下的还有青云哥、小青、李爷爷和李奶奶他们呢，你们也尝尝。这时李兴从外面急急忙忙地进来。小磊丫头啊，洪福来酒店老板的娘病重，找了其他药堂的大夫去看了，都没法子。他们刚刚派人来找我过去看，其他药堂的大夫都看不了，更别提他一个半吊子了，所以看向罗兴磊说：小磊，你跟我去看看吧。好。一路到了马宅3进的宅子，这是罗兴磊穿过来后第一次进入这样的宅子。古色古香的宅院打扫得极干净，不时有下人走过，许是因为马老夫人病重，整个马宅有些压抑。小妹妹，你便与我在外面守着吧。姑娘，她与我一起来的。李大夫，我知道，您进去啊，我会好好招呼小妹妹的。老夫人喜静，不喜欢有多余的人打扰。是她的错了，以貌取人呀。怎么回事啊？李大夫，是有什么问题吗？小磊是与我一起来的。奴婢派小妹妹进去，打扰到老夫人，姑让小妹妹在外面等候。马老板扫了一眼戴着面纱的罗兴磊，有些不满李兴带着小孩子来，但也没说什么，对丫鬟摆了摆手。李大夫，我娘的病麻烦你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这丫鬟倒是个机灵的，从头到尾也没有瞧不起人，这一点他很满意。说刚才丫鬟有瞧不起人是趾高气扬的样子，他应该不会踏进这屋子。他罗兴磊再佛系也是有脾气的。对于罗兴磊进来，马老板自是注意到了，对李兴说完话，见李兴在给自家娘把脉。丫头啊，那桌上有吃的，喜欢就自己去拿。谢谢。静静地看着李兴把脉，没一会儿李兴收手，脸色有些难堪。丫头你来吧，我没办法。马老板见到让一个小娃娃去给自家娘把脉，
瞬间脸色有些沉。李大夫，马老板，小磊虽年纪小，但医术极佳，您找来的大夫也没人保证可以治老夫人，不如让小磊试试。能救，不过需要时间。请问我娘是什么病啊？老夫人脑子里有血块，需要先用银针配合药物，让血块慢慢移动位置，随后用刀划个口子，将血块取出来。划口子取血块，这闻所未闻呐。后脑勺处有一块血压迫了神经，导致老夫人昏迷不醒。说是现代，直接动手术取出血块就好，但现在鉴于老夫人年纪也大了，正好她在空间里看到可以用针配合药将血块移动位置的治疗办法。您可以先考虑考虑，小磊丫头的医术的确极好，只是她年纪小些，也很难让人相信。你真能让我娘的病好啊？自从娘上次不小心摔了一跤后，就开始昏睡。开始是每天多睡1-2个时辰，后来越来越多，找了不少的大夫，药也吃了，可就是不见效果。罗新磊想到自己年纪太小，难以让人信服，而他对马老板也不是无所求，干脆直接从身上拿出针包，在老夫人的头上扎了几针。昏睡了好几天的人缓缓地睁开了眼。有10日了，有些饿了。马老板立刻抬头看向罗新磊，那眼神似乎在问他娘能不能吃东西。老夫人可以吃些米粥，但一定要非常烂糊的。好啊。别担心，您的病会好的。你是？我是给您看病的小大夫呀。老夫人一会儿吃完粥后就会昏睡，过几天就能醒来了。想不到一个几岁的小孩子竟然说是给他看病的。娘，小大夫说的不错，刚才的确是小大夫给您施针，您才能醒过来的。有劳小大夫了。您客气了。他便站在一边，从李姓药箱里拿出来纸笔墨，开始写药方。这些药材要尽快备齐。马老板看了一眼，药材他没看出来什么，反正也不认识，只是这娟秀的字体让人眼前一亮，丝毫不像一个几岁的孩子所写。李大夫，一会儿我让下面家丁拿着药方去你铺子里抓药。不可，我铺子小，这方子里有几种药材很名贵，我铺里没有。要不请小大夫将药方分开，能在李大夫铺子里买的就在李大夫那里买，其他的我派人去别处看看。罗新磊看了马老板一眼，感觉这人很会办事儿，更会投桃报李，难怪生意会做大。药材齐了以后才可以开始治疗。我现在就让人去准备，下午就能齐。你单独拿的药方上有2种药材难寻，可以先找找，若是找齐了再去找李叔。马老板闻言，立刻让人去县里的几个药堂找，下面人一刻都不敢耽搁。没什么事儿，罗新磊便要与李兴离开，马老板竟然直接拿出来一个荷包，里面鼓囊囊的。李大夫，小大夫，这些你们收着，待我娘病好后，我再另外奉上。待老夫人病好后，我们自会收下诊金的。不，这是我的一番心意，两位还是收下吧。两位有所不知，近些日子我找了不少大夫，但都说没办法，有的甚至让我准备后事。小大夫能让我娘清醒过来一会儿，还吃了东西，这已经是我不敢想的。现在两位若不收下银子，我心里不踏实啊。罗新磊一时语塞，见马老板的样子，他也没有推辞，将银子给了李兴。李兴放进药箱，两人这才出去，直接离开。李兴前面忙完了，走到后院，就将罗新磊叫到书房，拿出马老板给的荷包，将里面银子倒出来，竟足足50两。李兴有史以来第一次出诊，别人给这么多诊金的，震惊的有些说不出话。丫头啊，你拿着吧，给马家的那些药材不值什么钱。李叔说好的，该怎么算就怎么算，除去给马家的那些药材，我应该分到多少就多少。玉桶到了吗？
他下午都在院子里没见着。哈哈，我跟那家老板说好了，一会儿他派铺里的小伙计给你往前送送，等你哥哥来了也好拿。好。丫头啊，这银子我不应该分，马老夫人的病我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他们给的银子我也不应该拿。李叔，以后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当时马家来请的人是你。不，他们来请我是因为瘟疫的方子，瘟疫的方子也是属于你的。李叔，您就别想那么多了，我出诊若是我自己遇上的，那诊金我全收，若是从铺子里走的，就算我们共同的，以后恐怕避免不了。若您一直这样，还怎么养家糊口啊？李叔，听我的，若您真的执意不拿，我只能明天去街上随便摆个摊位给人看病了。李欣想了想，见罗兴磊不似开玩笑，也只好点头，将银子分出来，就用那个荷包将属于罗兴磊的银子装进去，递给他。天快黑了，我便先回去了，明日我不过来了，后日再过来。马家找药材，恐怕一时半会凑不齐。你最近是不是家里有事儿啊？搬家了，我们家在建新屋子，我也想去凑热闹。好，有别的事情你就跟我说。到时候不会客气的。李大夫您来了，您说的浴桶送到哪里去？那你跟着小磊去，他让你放哪里就放哪里。好嘞。交代好，李欣就回去了。罗兴磊跟着小伙计一起出城，找了一个较偏僻的地方。罗兴磊让小伙计将浴桶放下，然后打发小伙计离开。见四下无人，将浴桶收进空间，这才乐颠颠地回家去了。小磊，你回来了。姐，我棚里的被褥呢？娘给你收起来了，今天晚上你跟我们一起住屋里。你那个棚子啊，被三婶娘和小婶娘占了，说是要将那里改一下放东西。跟我们去屋里睡吧，你也别生气，娘说再过几天就能去住新家了。姐，我没生气。那就好，我们去前面吧，娘今天下午一直让我注意着后面的动静呢。你正在与罗爱福说话，罗星笑已经困得睡着了。小磊回来啦。给你们带了些吃的。小磊，这些吃的哪里来的？别人送的。什么人能送你这些吃的呀？你年纪还小，以后别总乱跑，小心被人骗了。这算是来自老父亲别扭的关心吗？你要小心啊，外面坏人很多的。就是瘟疫方子我提供的，那些药堂送的谢礼。行，娘相信你，快上来吧，咱们一起吃。我不饿，你干了一天活儿，快吃吧。罗兴磊看着两人推来推去的，简直无语，插了一句：爹娘，你们都吃吧，这东西很多，你们若想吃，明天我再带回来。他今天拿了不少，但没全拿了出来，怕关小妮与罗爱福多想，谁知道这两人他拿的少也乱想。好好好。谁料正睡得香甜的人儿突然就睁开眼。高点，高点。小点事儿，我们要不要叫大哥二哥过来吃啊？算了，给他们留些，明天再给。关小妮直接拒绝，她宁可两个儿子明天再吃，也不想招惹上次的麻烦。兴旺的鼻子很灵。清晨，一家人吃过饭，罗爱福放下碗就急忙去新屋子那里忙活了。兴强、兴平，你们两个过来吃一块儿，剩下的放着，晚上饿了过来吃。你拿回来的？二哥怎么知道是二姐拿回来的？除了他没别人。这个家里心智谋略最好的就是二哥了。行了，快吃完，剩下的收起来。出去以后不可乱说，不然就没好吃的了。罗兴平与罗兴强糕点吃完就去干活，给自己家建屋子。两个小伙子跑得很快，关小妮也去忙了。
罗星梅与罗星磊两人端着碗去洗。不好了！救命呀！救命呀！听到这一声喊，大人全出来了，一起涌向厨房。兴旺到底怎么回事啊？李氏站在厨房门口，声音淡淡，带着一丝嘲讽。这一看就是偷吃被噎到了。罗星梅见状，慌忙去给罗兴旺拍背，生怕他背过气去。老四媳妇儿，有你这么污蔑侄子的吗？上次偷吃鸡腿的事情，可是全家都知道。赵氏转身在厨房里看了一圈，突然发现自己家早上新做的贴面饼子没了，脸黑了。星辉做的饼吃了，你一会儿给你大嫂家还去2斤白面。白面？娘，我们家哪有白面呢？没有白面就拿其他面代替。娘，昨天分家的时候可没见到白面，怎么大嫂家就有啊？您这私下里还藏私呢，这以后孝顺的银钱您还让我们怎么出啊？在赵氏与宋氏吵吵闹闹的声音中，罗星磊与罗星梅两人洗好了自家碗筷，然后直接离开了。小磊丫头啊，你昨天没来，奶奶昨天还想着能见到你呢。昨天有点事儿。来，丫头，这个东西你拿着。菊奶奶，您这是干什么呀？菊奶奶知道你医术好，你救了我们家元宝，菊奶奶给你做了一身衣裳，也不是什么好料子，你就凑合穿。啊，这怎么行？菊奶奶，您拿回去吧。你这孩子，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别跟菊奶奶推来推去的。我，菊婶子，这万万不可。小妮，你是瞧不起我老婆子还是怎么的？我给小磊做身衣服，你都不愿意收。不，菊婶子，您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就拿着，以后指不定哪天呢，我还要求小磊给我帮忙呢。谢谢菊奶奶。好孩子，这才是好孩子呢。小妮福气不小呀。是。关小妮轻轻点头，眼底闪过一丝复杂，甚至带着一抹痛。王月菊说完就看向罗星磊，并没有注意到关小妮的神情。可是罗星磊注意到了，他不知道关小妮为什么这样。他知道自己是被抱养回来的，之后还特意私下套过罗星梅的话，问自己当时的情况。罗星梅只比自己大2岁，记不清了。他觉得这件事情以后有机会还是要打听一下。一日清晨，吃过早饭，罗星磊就离开家去了县里。丫头来了，马家派人传话过来，说那2味药材现在没有，已经托人去别的地方买了。黎叔，铺子里可以请个人了。请人？丫头，咱这小铺子又没几个病人，我一个人就忙得过来，不需要请人。忙不过来，你胖婶会到前面来帮忙。他有一种预感，接下来李姓药铺的生意可能会很好。家里分家了，我们家正建新屋子，前天来县里了，但是有事儿就没过来，今天过来看看小姑。分家了也好，这样每家过自己的日子。你爷奶家里的东西分成了5份，爷奶跟着大伯父家，其他几房每年给爷奶上交一定的粮食和3两银子。这样也好，分家之后你就不用再睡棚子了。罗星磊没说自己棚子被人占了，而是扭头看向一直盯着他们说话的刘老夫人。老夫人气色好，想来病已经好了。多亏了小神医呀。您过奖了，老夫人现在身体好了，想必您这边也不用我小姑再做工。我今天来是想带我小姑去看看院子。哎呦，不行，我这头还疼得厉害呢。你小姑走了，可没人伺候我了。老夫人，您的病可是我治的哟。刘老夫人立刻不装了。小神医呀，让你小姑住我们家，你放心，我肯定不会亏待她的。老夫人，您病也好了，
若是小姑再留下来伺候您，且不说工钱，就说这左邻右舍，恐怕会传出来闲话的。传呗，我巴不得呢。说完后，见罗兴雷与罗爱春两人疑惑地看着自己，他心里暗骂自己嘴太快。我是说不怕他们传。您身子已经好了，我便不住了。若以后有时间，我再过来看您。我这老胳膊老腿的，你就住在这儿，家里地方大着呢。出去以后住哪儿啊？还是李大夫家？在李大夫家就不怕人传闲话啦。老夫人，我小姑总要有个落脚的地方，不能总住您家里呀。现在外面多乱呐，出去住外面，一个女人家的，万一受了欺负怎么办呢？老夫人这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呀。哎，万万不可，这是大志哥的家，您不让大志哥回来，这也总不是办法呀。爱春呐，你出去买点菜啊，今天中午啊，就让小神医留下来吃饭。我这条命啊，多亏了小神医，不然这会儿早就地底下埋着了。小姑，去吧。刚才太着急了，一时啊，竟忘记给你拿吃的了。没关系，您快坐吧。挺好的。后来大志娶了媳妇儿，以为能抱上孙子，谁料儿媳妇儿身体不好，后来又是不治之症，看了5年病，人走了，大志啊就没再娶了。当时以为大志放不下，我和他爹呀便也不催。可1年后他爹也病了，大志这孩子孝顺，为了给他爹看病没少奔波，到处借钱。可最后他爹还是走了，留下我这个病秧子。大志在县衙当差，有不少人惦记，但因为我们家前些年欠人不少银钱，我又有病，就没人愿意嫁我们家，连巷子口那个带着孩子的寡妇都不愿意。小姑前半辈子太苦了，她不想小姑再次选的男人还有问题。我们大志啊是个好孩子，他很疼媳妇儿。我呢也不是个挑剔的人，其实你小姑是真的好，也是个苦命的孩子，跟大志倒真的是一对儿。您可能不知道发生在小姑身上的事情，现在您看中小姑，想让小姑成为您的儿媳妇，这件事情您儿子是不是也知道？与小姑成亲的是您儿子，若您儿子不愿意，您就是再喜欢小姑，这事儿恐怕也不行。这事儿你可以放心，大志那边呐，我已经偷偷问过了。可是，不然后面赵氏万一上门找麻烦，刘家人嫌弃又当如何？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我呢还是希望啊这事儿能成。我们家是重男轻女的，小姑嫁给第一任怀孕后，当时因为夫家穷，为了给小姑补身子，小姑的夫君去山上打猎，最后被猎物咬死了。娄家人痛失儿子，非说是小姑害的，对小姑百般苛责。后来生出来的孩子是死胎，夫人直接将小姑赶了回来。小姑在家里待了3年，手下期满后，有人介绍了第2个夫君给小姑，叫齐立强。齐立强有能力，在镇上给人当掌柜的。齐立强赚的银钱需要养活一大家子人，齐家的另外几个兄弟都不成器，所以纵使有一人在外面当掌柜的，家里依旧很穷。齐立强前妻留下一个女儿，对方家穷不嫌弃小姑，又打听到小姑性子好，不会虐待孩子，就将小姑娶了回去。结果1个月后，齐立强走夜路失足掉进河里淹死了，小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扫把星克夫，没人敢娶小姑，小姑就一直在家里。只见老夫人眼底没有知道真相后的嫌弃，而是满满的心疼，声音都颤了几颤。这孩子真是受了大罪了，他
他们的死都是意外，怎么能扯到你小姑身上？真是太过分了。在村里人人都叫他老赖头。哎呀，你奶怎么能那么狠心呢？一听这名字就不是好人。这次许是上天都心疼小姑。成亲的第2天，小姑被老赖头送回来，身上很多鞭伤。当时村里看热闹的人很多，奶骂着不让小姑进门，非说小姑是丧门星。若是你想让小姑当您的儿媳妇，我奶若是知道，肯定会上门来闹的。让她来，她自己生的女儿就那么卖给一个坏人，这哪是嫁女儿啊？这分明就是将女儿往火坑里推。我看她有什么脸？您没有与我奶接触过，事情不如想象的那般简单。还有外面传言我小姑克夫，所以您跟我说的事情我能理解，但还希望您慎重考虑。今天我便将小姑先带走了。带走？你要带哪儿去啊？就让你小姑在我家待着，我就看中你小姑。这事儿还要看您儿子的意思。他自己也愿意的，我之前问过他。反正你小姑不能走，你小姑若走，我就跟着她一起走。这次换罗新磊哑口无言。一会儿大志回来吃饭，最近县衙没什么事儿，他清闲，到时候啊，我会跟他说的。行啦，小神医就别推辞啦，2个都是苦命的孩子。再者，你应该相信我们家大志可以保护好你小姑的。中午饭快好时，刘大志回来了，进门看到罗新磊坐在院子里，一时竟紧张起来，连话都有些说不利索。来了。过来看看小姑。好，以后常来家里吃饭。再等一会儿就能吃了，今天姑做了红烧肉，你在家里吃不着，今天多吃点儿。小姑，在刘家生活怎么样啊？挺好的，小姑这是给人做工，婶子病好了，我昨天就说要离开，婶子非不让，今天还说要给我做新衣服，我这心里总感觉慌慌的。小磊，下午小姑跟你走。我还是先住李家吧，明天我出去找找看有没有合适的活计，等赚到银钱的就能租个房子住了。小姑若真不想在刘家住，我就带小姑走，咱不回李家，我有安排。好好的，我的小祖宗，你说什么就什么，最近没来，我都以为你把我忘记了呢。他也很喜欢关小妮，可到底没有罗爱春这般给他的感觉亲切。想到自己穿来第1天，罗爱春单薄的身子背着他深一脚浅一脚的回家，小姑在他心里就是特别的。你爹娘这2天是不是很忙啊？还有，好好听你爹娘的话，小姑不在，那个家只有你爹娘他们会护着你了。挺好的。小姑，我记不太清小时候的事情了，我娘从小就跟我不亲吗？怎么可能啊？你小时候啊，你娘很疼你的。那为什么后来我跟娘不亲了？你3岁的时候，也不知道谁在你耳边说你是被你娘抱养回来的，当时你年纪小就信了，自己还离家出走。当时啊，你娘吓坏了，和你爹满村子的找你。后来有人说你跟一个陌生人走了，你娘和你爹呀就急着去追，当时我也去了。小姑，我很想知道。当时带你走的是人牙子，他们专门在外面找小孩，然后再卖去富贵人家当奴仆。我们赶过去的时候，正好遇到2个人带着你，你娘就叫你，你头也不回呀。你爹去拦住了那2个人的去路，双方就吵了起来。当时你娘叫你跟他回去，可是你非不听，说是要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你娘很生气，你爹也生气，那2个人牙子啊要带你走，你爹就跟人家动了手。他们身上当时带着刀，你爹被砍了，
就在背后，当时伤口挺深的，应该是留下疤痕了。伤口在背后，当时怎么伤的？对方是2个人，你爹正跟其中一个打，另一个人就拿刀砍了你爹的后背，流了很多的血。你娘当时就傻了，我也傻了。可是我们叫你一直说你不是你娘亲生的，要回去找自己的亲生爹娘，还跟着人牙子走了。我和你娘啊，将你爹送到了镇上的药堂，当时很危险，你爹因为失血过多昏迷了好几天，一条命差点没救回来。你娘呢，担心你爹，还想着你被人带走，心力交瘁呀。后来你娘让我照顾你爹，自己去县里寻你，甚至打算报官。可是还没报官呢，这官府就将人牙子带走的孩子都救了回来，因为当时啊，已经有不少孩子失踪了。在县衙，你娘要带你走，可是你非说你娘不是亲生的，还要找那2个人牙子。你娘生气，打了你一巴掌，你就更加不肯回来了。后来吧，还是官府的人查清楚，你就是你娘亲生的，最后劝着你跟你娘回来。你这孩子啊，也是别扭，回来之后愣是一声不吭。当时你爹身上有伤，你娘呢一直在照顾你爹，没空管你。你就说你娘不疼你了，就搬了东西去后院找我。从那之后啊，就一直跟着我，你跟你娘之间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别扭了。其实啊，你娘是疼你的，当时你娘怀你的时候吐得可厉害了，我记得很清楚，到后期更是晚上都睡不安稳，总要去茅房。她呀一点怨言都没有，还经常对着肚子里的你说话呢。他解开了一个谜团，但是又陷入了另一个谜团。他在官家听得清楚，他就是捡来的，定然没错。可是小姑说娘怀着自己的时候，证明娘在那个时候确实怀孕了。可是那个与自己同龄又从娘肚子里出来的孩子呢？小姑，我娘当时生我的时候，你在身边吗？你这孩子，该不会到现在还说自己是抱养的吧？家里什么情况你也清楚，抱养孩子怎么可能啊？连自己亲生的都养不活。我现在不那样想了，就是有些好奇。你娘生你的时候，正好你外婆家建屋子，就是现在你外婆家的院子。当时你娘和你爹去外婆家了，你是在外婆家出生的。哦，所以他是被捡来的，肯定是真的。那娘生的那个孩子呢？你爹娘很疼你，所以不要再闹小脾气，你就是你爹娘亲生的，不要听别人乱说啊。还有，现在你们要搬新家了，你也可以好好跟你爹娘拉近一下关系，到底是亲人，没人会记仇的。你娘当时应该是气坏了，还有你爹差点丧命，你娘啊心底有气。我知道的，小姑，别担心，我现在跟娘挺好的。屋子建好，娘要来嫌你添点东西，我带娘来看你。刘家母子俩说完话出来的时候，刘大志脸色不怎么好，刘老夫人倒是乐呵呵的。罗爱春已经将饭端到了堂屋桌子上，罗兴雷也跟着帮忙。饭刚上桌，母子两人就进来了。瞧你这丫头瘦的，跟你小姑一样，都需要好好补补。说完，也给罗爱春夹了一筷子，将肉放进嘴里，味道没有前世他吃过的好，但却让他感觉很香，满满的都是爱意，很开心。在他筷子夹上菜的时候，眼神扫到了刘大志给罗爱春夹了一块红烧肉，然后又给自己夹了一筷子。他顿时有些明白刘大志出来时脸色不好是为什么。虽然用的不是公筷，但罗兴磊一点也不介意，吃得很香。罗爱春看着碗里的红烧肉，脸色通红，耳根更是红得能滴出血来。最近他一直在县里住，平常也没粗活可让他干，吃得好，住得好，这都是以前不敢想的日子，所以这2天皮肤也好了很多。一顿饭下来，罗兴磊看明白了，刘大志就是有意与罗爱春在一起，更不介意罗爱春的过去。
他倒是挺开心的，想着是不是要再观察观察刘大志，刘家大门就被敲响了。你坐下继续吃。快吃吧，这个时候来找他的肯定是衙门里的人，说不定有急事呢。快走吧，我们还要去找大夫，一会儿该来不及了。你是想让我跟你去看看？那里地方偏僻，没有大夫肯去。李大夫之前去过，说治不了。我跟你们去。小磊，我会安全带他回来。别担心，小磊去给人看病了，他医术好，大志会照顾他的。刘哥，咱们不去找个大夫一起过去吗？直接出场。他医术很好。啊，刘哥，你没跟我开玩笑吧？他就一个小孩子。我娘的病就是他治好的，这事儿别说出去。哦。三人走了1个时辰才到齐家，小小的村子着实很偏僻，还要走1个时辰，一般大夫还真不愿意来。你们来了，那我便先回去了。这次的事情谢谢你，举手之劳。刘大志几人进屋，入鼻的便是浓浓的药味儿。罗新磊皱眉，伸手将门打开通风，这才走进里面。堂屋里1个柜子、1张桌子、4把椅子、2个长条凳子，然后就没了。麻烦了。罗新磊上前，看到1个枯瘦如柴的老人横躺在炕上，睁着眼睛，眼底一片死气。他伸手轻轻把上老人的脉，随即皱眉，然后借着背影掩饰，将空间里的针包拿出来给老人施针。几针下去后，老人闭眼睡了过去。心病还需心药医，病人没有求生欲，纵使我医术再好，也不见得有效。你们最了解情况，若是有老人最在乎的人出现，或许有一线生机。齐伯伯最近有没有生命危险？齐哥，要不我们去找找平安的一对儿女？我相信齐伯伯应该会很想见见孩子。只是，东东，你帮我送小磊回去，我在这里守着齐伯伯。刘哥，那还要去找嫂子和孩子吗？你先托人打听打听，咱们私下里联系一下平安媳妇，看看她愿意让孩子回来见见齐伯伯不？行，那我回去就亲自去。小磊，麻烦你回去跟我娘，还有你小姑说，我今天晚上便不回家了。罗新磊想问，你不回家关我小姑什么事儿？不过看到刘大志自己憋红的脸，到底没说什么，只是轻轻点头。一路与陈东东回去，对方是个热心肠的，将刘大志的许多事情都说给罗新磊听。初步了解，罗新磊对刘大志很满意，一个重情重义之人。进屋看到罗爱福与关小妮，罗新磊想起罗爱春对他说的话，原主以前做的事情是真混蛋。爹娘，累不累啊？上炕上休息吧，屋子那边已经建好了，剩下呀咱们家明天过去自己动手就行。我跟爱祖他们说好了，明天他们再过来帮咱们干一天，再起一间屋子。再起一间？孩子们大了，现在建好屋子，灶间隔了一下，可以让兴强他们兄弟3人睡，也可以让兴梅和小磊睡。再起一间，孩子们就不用跟我们一起挤了。那为何不多起几间呀？你爱祖伯父他们都是抽空过来白帮忙的，都是自家兄弟，咱也不能太过分。先起一间，如果你想自己一个人住，等再过些日子，爹带着你大哥二哥他们慢慢再建。哦，罗新磊还是有些小失望，他可以出银子的呀，但是又不能拿出来，无比的郁闷。灶台不是还没盘吗？你若是找人再建，就建2间小的，一间当灶间，一间给小磊住。哦，好。要不请人在家盖一间，给姐也单独盖一间。同样都是罗家的女孩，就她自己一个人住也不好意思，可她又确实需要自己独立的空间才行。在路上，罗新磊简单讲了一下李欣与自己的关系，再说了一下罗爱春的现状。老夫人很喜欢小姑，刘叔也有那个意思，其他的我不太清楚，
一会儿娘去看看就知道了。娘，现在屋子建好了，我们什么时候搬呀？家里还有需要添置的东西吗？先不买，等搬过去之后，看看缺什么再计划着买。当初分家时也说了，各房屋里东西属于各房，咱家屋里没什么，很简单。新家需要一个桌子，我已经让你爹想办法找个木匠什么的做一个。母女两人进了县城，罗兴磊轻车熟路地带着关小妮进了李兴药铺。李兴正与一个家丁说话，一脸着急地解释着什么，眼尖地看到罗兴磊后，慌忙地小跑过来。哎呦，丫头啊，你可来了！马老板那边昨天就找好药材了，请你过去给老夫人治病。你先回去吧，告诉马老板，我大约1炷香的时辰就好，还需要准备一下。小大夫，您需要什么？可以尽管提。我需要的东西自己会准备，该让你们准备的我会直接说。回去吧。不如我在这里等着小大夫一起。那你先坐一下。娘，这就是我对你说的李叔。李叔，这是我娘。李叔，我要带我娘先去找一下小姑，然后再回来去马家。行，你快去。昨天马家派人来了好几次，非想问问你住哪里，我也是十分为难啊。李兴一脸苦笑，罗兴雷也笑了，但没接话，带着关小妮离开了，直接往刘家去。老夫人，小姑，我来了。二嫂，爱春。关小妮见罗爱春第一眼都有些不敢认，完全不是在罗家时那个受气包的样子，心中也是欢喜，替罗爱春高兴。娘，你跟小姑先说说话，我大约1个时辰就回来找你。好，你快去忙吧。哎呦，小大夫，你可算是来了。不必担心，老夫人不会有事的。那些药材呢？马老板立刻指了指一边的桌子，只见桌子上就是罗兴磊需要的药材。他看了一眼，药材虽不是顶好的，但对药效没有任何影响。现在就让人煎了吧，这些是3天的药量。哎，好。马老板将3副药拿出去，然后再次进屋时，罗兴磊已经拿着针对马老夫人下针了。头上有针，身上自然也不少。老夫人1个时辰后便会醒来，今天可以正常进食，但要清淡些。明日我会再过来。好。哎，小大夫，要不在我府上用午饭吧？不用了，我还有事儿，先走啦。去刘家要经过李兴药铺，他原本不想进去，不成想还没到铺子门口，就被急匆匆出来的胖婶遇到了。哟，小磊啊，那天你李叔跟你说了没有啊？来庆堂的人想找你过去给他们一个病人看病，刚才又来了，还挺着急，非要见到你不可。你李叔啊，正让我去马老板家找你呢。来掌柜，这就是你要找的人。李大夫，你若是不愿意将高人请出来就算了，何必这般随便找个人来糊弄我？来掌柜哪里话呀？当初瘟疫方子就是丫头出的。一个小丫头？李大夫，你在与我开玩笑？你学医数载都没有办法治好的病人，他一个6、7岁的孩子可以？李叔，不必再解释了。小丫头说话口气倒是挺大。李兴白宁县出现高人，你何必躲躲藏藏？有高人在，可以救不少人。干脆起身甩袖就走，一刻都不耽搁，十分生气。生气了，他会不会想办法报复我们呢？不会，就算他敢报复，咱也不怕。丫头，你有所不知，这来庆堂其他人还好，就那来掌柜在县里那是出了名的笑面虎啊，他见谁都是3分笑，可是下手丝毫不留情。他就一个掌柜的，怎么还对别人下手啊？哎，这事儿说来话长了。之前有一病人先在来庆堂看的病，后来吧，这病好了，就去了距离家里近的一个小药铺抓药。病人的邻居、亲戚、朋友都以为是小药铺看好了病人的病，纷纷去小药铺看。那段时间呐，那小药铺很忙。
那个病人呐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那段时间不在县里。来掌柜的知道了那件事情之后非常生气，就对那小药铺进行打压。最后小药铺关门了，老板也带着家人离开了白宁县。一个掌柜的胆子竟然这般大！来掌柜来头大着呢，他在王城有关系，那可是天子脚下，所以啊，这县里没人敢得罪他，一般也没什么事儿会得罪他。可只要得罪了他，都没什么好下场。胖婶不用担心，这2天因为马老夫人的病，我天天都会到县里来。如果来庆堂那边有动作，我也会知道的，到时候我来处理。再说李叔也没说错，是来庆堂的掌柜自己不信，也怨不得别人。丫头啊，我们上次还给了他们药方，当初送谢礼过来也是他家送的最多，可能是你胖婶想太多了。对方一心想要将给出瘟疫方子的老头揪出来，现在没有找到老头，肯定会有动作，但具体对方会怎么做，目前还不知。李叔，我去刘家接我娘，今天便不过来了。明天我来了先去马家，再过来铺子。罗兴磊离开药铺，直接去刘家。他二嫂啊，以后常来。哎，东东，你这是怎么啦？跑这么急？我找他。小大夫，我来找你的。刘哥说让我来家里送个口信儿，没想到直接遇到你了，还得麻烦你去看看齐伯伯。可有让病人活下去的念头了？有。小大夫，咱们是现在去还是改日啊？明日吧，我会直接带着药过去。好，那明日我还在这里等你。娘，我们回去吧。给人看病是好事儿，但一定要小心，进你手的都是人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呀。你这么看着娘干什么？娘以前读过书，认识一些字是你大舅他们教的，当时他们能去学堂，我是女的不能去，回来之后啊，就缠着他们教我。娘，星象年纪也不小了，可以去学堂了，还有大哥二哥也可以去，多学些知识总是没错的。你也知道，你爷奶都盼着你星辉哥有出息，你大哥二哥去了2年后，你爷奶就不出银钱了，后来呀，他们也没再去了。那我们就让大哥二哥和星校都去，他们学完了回来以后可以教解，我也可以教解的。大哥平常虽然不怎么说话，可是大哥头脑清晰，算账是一把好手，而且心细，做生意或许是一把好手。二哥腹黑得很，这样的人不是小小的凹山村能困住的，以后不是在官场上混，恐怕也是一方名人。好，到时候就让他们都去，我和你爹一起去做工赚钱。娘，不用，您就在家里负责貌美如花，我来赚钱让大哥二哥和星校进学堂。你赚的银子留着，以后给你当嫁妆。你大哥二哥和星校去学堂的银子啊，娘和你爹能赚回来。好，咱家都听娘的。咱家都听你爹的。娘骗人，爹明明都听娘的。你爹那是让着娘呢。罗新雷以一种我不相信的眼神看着关小妮。关小妮伸手轻轻点了一下她的额头。你这丫头竟然还打趣起爹娘了。没，我可不敢。两人一路打打闹闹回到家，一起去了新屋子。爹，大哥二哥，姐，星校，快洗手过来吃包子了。包子？哪来的包子呀？是肉包子。行了，别瞎喊，一会儿再喊来人。罗星梅收拾好地，便也去洗手，去罗星磊那儿拿了包子。这是卖药材的银钱买的，下次别那么花钱，留着钱买点棉花什么的，过些日子就冷了，你还没冬衣呢。好。星校，是不是你将手伸进桶里的？这水都脏了，就彻底不能用了。我着急吃包子，又没地方洗手。罗星强也没多生气，就是想告诉罗星校，以后洗手不要用那么多水，浪费。下次别再这样了。知道了，大哥，你快洗手吧，我去给你拿包子。大哥怎么样？好吃吗？
一边罗爱福还在干活，关小妮就站在他身边，嘴巴一张一合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脸上满满的都是笑意。罗爱福时不时的回头看他一眼，回他一句什么，眼底满是宠溺。罗星磊看着这一切，只感觉很有烟火气，越来越喜欢这样的生活，喜欢这样的平淡关心，喜欢像罗星强那样念叨着罗星笑，这是一种别样的感觉，很亲切。罗星笑、罗星梅是真的第一次吃大肉包子，两人胃口都不大，现在天也没黑，晚上他们没有吃饭的习惯，这吃了一个大包子，两人就感觉撑了。罗星平倒是吃过，不过他是半大小子，正长身体，胃口大，吃一个还感觉没怎么饱。见罗星磊怀里还有，也够自家爹娘吃，就默默拿了一个。罗星强以前也吃过一次，还是村里跟他关系最好的一个兄弟家里买的，那兄弟给了他一半，正儿八经自己家吃，这是第一次。罗星磊吃过早饭，打算去县里。罗星平与罗星强同时走了过来。小磊，你是不是要去县里啊？大哥二哥也要去。我本想去镇上找活的，你二哥说让我去县里看看，我就想着今天去转转。二哥呢？你对县里熟，大哥没去过，你带着大哥过去，我去咱新家看书。好，大哥，我们走吧。好。小磊，你为什么要去县里啊？去县里给人看病。看病？你生病了？不是我生病，是我给别人治病。你……罗星强诧异到了极点，嘴巴张开都忘记合上了，好半天也没回过神来。大哥，回神了。小磊，你说的话是不是大哥理解错了？你去给别人治病，你又不是大夫，怎么会给别人治病呢？我从小就拜了一个师傅，只是师傅他老人家不喜招摇，只让我好好为别人治病，不可宣扬，我便没有对家里说。爹娘和兴平是不是都知道？爹娘知道，二哥，我没对二哥说过，但二哥可能猜出来点，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你这丫头藏得真神秘，你很小就认了师傅，为什么上次生病不将自己治好了，还让奶派人将你扔进山里，多危险呢？当时我和兴平都不知道，小姑将你背回来的第二天，我们没叫你出来吃饭才知道的。本来想去山里找你，小姑说将你背回来了，我们就没出声，谁知道后来还是被兴旺发现了。我当时烧糊涂了，也没想到奶会派人将我扔出去。我们也没想到奶会那样干，不过都过去了，现在大家都好好的真好。马家早就有人在门口守着，看到罗星磊来，慌忙迎了上来。小大夫，您可来了，快里面请，我家老爷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了。罗星强有些紧张，这样的高门大户他从来想都不敢想，自己竟还有踏进来的一天，紧张到同手同脚。大哥别紧张，我是来给这家老夫人看病的。不紧张。小大夫，这位是……我大哥。大哥有些紧张。小大夫的大哥哈，快请进来坐。大哥，你不愿意坐就在这里站一会儿，我这边一会儿就完事儿了，你要累了就去那边坐。小大夫，你推测的可真准，我娘在你离开之后1个时辰就醒了，醒来就说饿，给准备了吃的，昨天没下床，今天还说想下床走走，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动，就劝着没让下床。可以动，除了饮食淡，其他没什么需要注意的，还没放血块之前，想去街上转转都行。你的意思是放了血块之后就不去下地动了？听起来似乎很严重啊。不，放血块之后会有一个小伤口，正常情况下需要1天就可，鉴于老夫人年纪大了，可能需要养2-3天，2、3天后就彻底没事了。那就好。您现在趴在床上，我给您揉揉。好。他昨天已经听儿子说了，这丫头医术可是厉害得很，说自己1个时辰醒，1个时辰就真的醒了。人趴好，
罗新磊上前坐在床边，小手慢慢地给老夫人轻轻按揉着。老夫人开始有些疼，但没出声，后来就感觉到舒服，竟然又睡着了。我明天还会过来，今天便先走了。留下来吃顿饭吧。我和哥哥还有些事情，就不叨扰了。小大夫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能帮上忙的马某人定竭力相助。哥哥想在县里找个活计干。这好办呐，小哥想找个什么样的活计啊？不如来我家或者去我铺子、酒楼都行。大哥，你想找活计，马老板问你要不要去他铺子或者酒楼。这……罗新强瞠目结舌，不知道怎么回答，心中很兴奋。有活干他肯定愿意呀，这就证明有银子可以赚了。只是想到自己什么都不太会，他又有些不自信起来。小磊，我可以吗？大哥，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你想去就去，不会的咱可以学嘛。是，有什么不会的可以学，我安排人带你，很简单，有几天就能上手。小磊，大哥不太懂，你给大哥拿主意吧。既然马老板提出来了，我便不推辞了。若您酒楼那里缺少人手，不如让我大哥去学学吧。酒楼后厨怕是不行，太过辛苦，跑堂也不轻松，这让他如何安排？他还想给小大夫大哥安排个轻松点的位置。马老板若也有难处也没事，我们出去在街上找找也能找到。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原本是想让你大哥在我府上帮忙，府上没那么多活不累，酒楼那边没这里清闲。马老板太客气了，别人什么样我哥便什么样，没有什么特殊的，我哥不怕累。好，既然小大夫都发话了，那我定然按照你要求的安排。那你们先等一会儿，我叫人过来这里守着，带你们去酒楼，让那边的掌柜见一下你哥，明日便让你哥过来吧。好，大哥别紧张，有什么不懂的到时候就问，多看多学，少说话就好了。小磊，若是我在酒楼干活计，那我能回家吗？晚上一会儿我与马老板商量一下，让你每天晚上回家，我们可以少要点工钱。少要工钱啊？那我便不回去了。大哥，你忘记了，回家之后咱们还要跟着二哥一起学认字，你不回去怎么办呀？兄妹两人说了一会儿话，马老板便来了，三人就离开马家去了马家的酒楼。在县里有2个酒楼带住店的那种，在镇子上也有一家，其他地方也有。马老板有时候经常不在家，要到处跑，还不是吃饭的时间，但里面客人不少，空桌都没有几个。三人刚到酒楼，老板就急忙迎出来，十分恭敬地对着马老板轻唤：东家我带了一个人过来，去后面说话。是。掌柜的扫了一眼马老板身后2人，小女孩脸上戴着面纱，粗布衣服没有补丁，少年面容憨厚，身上衣服有好几个补丁，洗得发白，且明显十分紧张。这会儿他们被带进了马老板的书房。王掌柜，这是新来的，叫……我哥叫罗新强。你叫他小强或者星强都行，明天过来你给看着安排。现在你带他去简单熟悉一下咱们酒楼。大哥，你跟着掌柜去吧，我在这里等着。你哥看起来很紧张啊。我家村子里的，我哥去的最多的便是镇上，县城倒是很少来，所以才会紧张。麻烦马老板啦。你为我娘看病，说起来大家也算是熟人了，若你不嫌弃，可以叫我一声马叔，我也不小大夫的喊了，很见外，我便叫你一声小磊。好，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马叔商量一下。你说。我大哥在这里，马叔不用给他特殊照顾。不瞒您说，我有让我哥自己干的打算，不过现在不行，我哥没有一点经验，来您酒楼也是可以学习一下。好，我便知道，身为你的哥哥，又怎么可能甘居人下呀？让马叔见笑了。不，你这般我很开心，直言，证明你拿我当自己人。确实拿马叔当自己人。
不过我还有件事情要麻烦马叔，我大哥白天过来忙活，晚上可能需要回家。这个没问题，不过你知道我这是酒楼，晚上免不了有人需要看着，但都是大家轮着来。你看，马叔该给他安排便安排，偶尔不回家没事儿。哈哈哈哈，那就好。来都来了，我让人准备几个菜，咱就在这里吃点儿。不了，马叔，一会儿我还有一个病人，吃饭的事情咱以后来日方长，有的是时间。两人又聊了一会儿，冯掌柜就带着罗新强回来了。走吧，带你们去布庄。马叔不用忙活了，我大哥的衣服我们会准备，明天就不穿这一身过来了。不是这样的，每个来这里的伙计我们都会送一身衣服，现在我带你们过去量下尺寸。马老板这话说的没错，不过他没有告诉罗新磊，每个能得到衣服的伙计都是在这儿干满1年以上的。是这样，布庄大多半是布，小部分挂的是成品衣服。里面一个50多岁的女人带着2个30多岁的女人一起招呼着客人。东家啊，这是酒楼新伙计，老规矩。哎，是，明天就能做好。啊，那你明天直接让人送到酒楼找老冯。是，东家，上个月新来的一些布料在库房，前2天下雨受潮之后有些变样了。闻言，马老板眉头紧皱，顾不得罗新磊与罗新强，慌忙让女人带他去看看。罗新磊在那里站着，索性没事儿，就跟着马老板一起去了后院。库房的布料被拿出来量匹，所谓变样就是有些褪色，现在颜色不均，卖定然是不好卖，可是这料子看着是好的，便宜处理定然会亏本。这马老板气闷，能不能想办法，看能不能制成成衣出售啊？师傅已经试过了，说制成成衣，很多料子就不能用了，到时候损失更多。罗新磊站在一边看得清楚，布料损失很厉害。他扫了一眼库房，许是因为新来的料子，库房里存了不少。若是想用办法用绣花去补救呢？之前也想过用刺绣去补救，最后计算下来还是亏。绣花就需要线钱，请绣娘的钱还要制成衣服，这样下来还不如直接便宜处理。马叔，你这匹布料能不能卖给我？你太客气了，这布料已经有瑕疵了，我怎么能给你啊？你若喜欢，去前面挑一匹好了。我就喜欢上这一匹，你还是卖给我吧。这怎么行？咱去前面，你喜欢什么挑出来，马叔送你。其实我是想拿回去看看这布有没有办法挽救。行，一匹够吗？不如拿2匹吧。挽救不了也没关系，大不了就是低价处理，我亏些罢了。1匹就够了，但我没有把握。没关系，这布我让人给你送回去。一大匹拿着也挺沉。没关系，我哥在呢。最后罗新磊拿着那匹布离开了，罗新强手里抱着，对小姑娘来说确实很沉，但对于罗新强来说一般。哥，我一会儿要出城去看个病人，你是跟我一起去，还是在县城里转转呀？跟你一起去吧。要不要去看看小姑？小姑？小姑也在县里啊？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就是小姑暂时住的地方。小姑病了？大门微敞着，院子里传出来刘老夫人与陈东东的说话声。老夫人，你这丫头见我很多次了，都这般熟悉了，也不叫我刘奶奶，还叫我老夫人。小磊，确实应该喊奶奶。这话说完，看到站在罗新磊身后的罗新强，罗爱春果然非常开心。新强，小姑。罗新强看到从屋里出来的小姑，一身衣服上没有一个补丁，小姑看着白了不少，脸色也好很多，眉间不再是麻木，而是笑容。这样的小姑他从没见过。新强啊，快过来坐。新强是过来玩的？不是，我明天就要去酒楼当伙计了。
好事儿啊！明儿我收拾一个房间出来，你以后就来家里住，距离远，酒楼当伙计有时间规定，来回跑可不行。刘奶奶，不用了，我们已经与老板说好了，大哥每天都回家。再说酒楼那边有临时住的地方，我们先去给齐爷爷看病吧。好，要不兴强留在家里玩吧，等小磊回来。我跟小磊去看看。小姑，我有时间再过来看你啊。好。路上，陈东东是个话痨，不停地说着刘家与齐家的事情，也不无聊。不过在谈话的过程中，罗新磊知道了齐爷爷想要活下去的原因是什么了。齐平安妻子改嫁之后带着一儿一女，对方也有儿女，对方家里也不是很富裕，很多问题就显出来了。齐平安的女儿与男方女儿还差不多大，经常会抢东西，自然是男方女儿胜利。齐平安女儿到底是被带过去的，各种受排挤。齐平安的妻子也不好明着袒护女儿，总让女儿忍着。终于有一天，亲生女儿被妓女推下水，齐平安妻子生气了，带着一双儿女回去娘家，再也不愿意与那个男人过了。那个男人也不是东西，直接对外说他休了齐平安妻子，还说齐平安妻子苛待孩子。一个女人的名声臭了，就再也没人敢娶。你们来了。去看病人吧。昨日起来喝了粥，今天早上也喝了点儿。齐爷爷是心病，没有求生欲，现在有了想活下去的念头，他的病会好起来的。大志啊，这是谁呀？给您看病的大夫。没什么大事儿，需要吃药好好调理，因为病得太久，可能需要调理3个月。不需要施针吗？并不是所有的病都需要施针，齐爷爷是因为忧思过重导致生病，现在自己有了求生欲就是最好的药，只要保持心情愉悦，按时吃药就不会有问题啦。你要好好活着，平时只有娘疼我，我还想多一个人疼我呢。就是，我今年8岁了，长大以后还要娶妻生子，爷爷可要抱重孙子呢。您身体不好怎么能行呢？这两孩子十分聪明，可见他们娘教得很好，但可能因为小时候生活的环境有关，看到陌生人还是有些自卑与胆怯。那我们便先回去了，半个月后我会再过来给齐爷爷把脉，那时需要换药。不过我看齐爷爷现在身体好，没准啊能恢复得更快些。小磊，你和兴强等我一下，我劈完这些柴火跟你们一起回去。我叫齐如意，给爷爷看病，谢谢你。不过我们家现在没有银子，这个送给你，欠的银子我以后会还给你的。齐如意手上拿着一方白色手帕，手帕上面绣着红色梅花，十分漂亮。他伸手接过，越看上面的梅花越是喜欢。前世他也喜欢这种绣品，见过不少收藏品，这绣工有些青涩，但绝对不差，假以时日定能绣出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这是你绣的？嗯，谢谢，我很喜欢。看病的银子不用给，那药没多少钱。那怎么行？没关系，若是你非要谢我，多送我几个手帕就行了。只要齐爷爷心情好，有强烈的求生欲，用不了多久病就好了。好心情比吃药管用。我一定让爷爷心情好好的。这时从外面走进来一个妇人。硕娘回来了。你怎么不知道给客人倒水呀？我一高兴忘记了。你呀。嫂子回来了。麻烦你们了。举手之劳。一会儿留下来吃晚饭。不用了，弟妹，我们还赶着回去。刚才小磊给齐伯伯看过了，没什么问题，吃药就能好。谢谢。娘，这是为爷爷看病的大夫。真是麻烦了，多少诊金呢？不用了，我已经收到了谢礼。这怎么能做谢礼呢？还是要拿银子的。真不用了，药没多少钱。弟妹钱收起来吧，家里还要用，看病和药钱我会付的。这怎么行？这几年你一直照顾爹，本身也没有多少月钱，你还要过日子呢。
我有。回去路上，陈东东问刘大志，王红红母子这几年是怎么生活的？刘大志说靠卖一些刺绣的钱过活，日子很拮据。进村里，天都暗了。大哥，你这每天来回去县里，恐怕需要跑的。没关系，我有体力，跑着去也不累。小磊，晚上布放在这里会不会出事啊？不会的，没人来这里。再说咱也没搬过来，能有什么问题呢？走吧，回家。星飞现在还没理解这句话带给他的后果，以为罗星磊夸自己漂亮，下巴不自觉地抬得更高了些。星飞姐那么关心星辉哥，又是亲兄妹，肯定愿意为星辉哥付出的。银子的事情解决，爷奶还能留下来不少呢。以后星辉哥去王城赶考，盘缠都够了呢，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奶，二哥刚才问你刘家住了多久，并不是嫌弃对方来住了，而是想提醒你，当初刘家可是以亲家的身份来住的，现在刘家要给女儿重新找婆家，这名声传出去，别人也要考虑考虑刘家的人品。毕竟当时瘟疫，我们家可是收留了他们的，还差点因为瘟疫出事儿，你可真是浪费了我二哥的一片好心呢。说完话，罗星磊就走，也不管自己扔下来的惊雷将罗家炸成什么样。他想自己的目的应该达到了。罗新强很开心，将罗星磊买的糕点拿出来，光明正大的分给家里人，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一家人坐在一起，关小妮嘴里吃着糕点，还在数落罗星磊。你这孩子有银子也不能乱花。没乱花，我和大哥中午饭吃得早，就想着买点回来和大家一起吃的。大哥，你还不将好事告诉爹娘，让大家高兴高兴？有好事儿？爹娘，我找到活了，在酒楼当伙计。真的呀？哟，那可真是太好了。你明天大早还要去县里，快去睡觉。好。翌日，罗星磊起得晚，入眼看到茅草屋顶，心情还不错。搬家了，以后做事可以自由很多。起身还没有出去，就听到外面传出王月菊的声音：“就留着用吧，这是我家里多出来的，等你家以后买了再还我也行。”菊婶子，太麻烦你了。不麻烦不麻烦，我也是今天早上才听说你们搬家了，这也没个锅，还怎么吃饭呢？你先用着，家里这些菜呀都是吃不了的，你也留着吃，有什么需要啊就跟我说。太麻烦了。行了，以后多来往就是了。你这孩子跟我客气什么？菊奶奶。哟，小磊醒了。罗星磊笑着上前，将一个白色小瓷瓶给他。菊奶奶，这里面的药每天晚上您睡前吃1粒就行了。好好好，菊奶奶谢谢你，真是个小可人儿，竟然还给菊奶奶药。多少钱呢？这可不能马虎。这药不值什么钱，您留着吃就是了。您若给钱，您今天送到我家的东西就都拿回去吧。行，那这药菊奶奶就收下了，菊奶奶送的东西也要留下。好。小妮，你做饭吧，有什么需要就说，我便先回去了。好，谢谢菊婶儿。自己人，客气什么呀？有银钱不拿出来办正事儿，竟然要给孩子去学堂用，有你们这么当叔婶儿的吗？我和星孝是爹娘生的，星辉哥是大伯父与大伯娘生的，自然是自家管自家，从没听过叔婶要拿钱给侄子娶妻，不能给亲生儿子上学堂。你们听听啊，这就是你们教出来的好儿子，竟然敢顶撞我这个奶奶！就这样的品行，去学堂也学不出个好来，白白浪费了银子。娘，星辉的事情不是我们不帮忙，真是没那么多银子啊。你闭嘴，没那么多银子，你还要送星孝和这个畜生去学堂。我是畜生，那您是什么？清明啊，别跟你奶置气，他是急糊涂了。星辉的事情的确着急，刘家已经传话过来，若是再凑不够银子，就要给兰兰重新找人家。哼，刘家带着女儿来我们家住了几天，
这个家还由不得你这个小兔崽子说话。我想让谁来住，谁便可以来住。娘，赵氏在气头上，直接将笤帚往罗爱福身上招呼，屋里顿时乱了。罗爱福没动，任由赵氏打。关小妮心疼他，上前挡赵氏，赵氏就将气往关小妮身上撒。这是怎么了？二哥，分家之后你怎么能让一个孩子说了算？娘说的也没错，他只是孩子，怎么能惦记我们的银子？邢平说的也是我想问的，若是邢辉娶妻，3房4房出多少，我2房就出多少。新屋子那边也收拾好了，今天晚上我们便搬过去。要搬家也是明天再搬，这黑灯瞎火的，看都看不见。没事儿，月色挺好，不会看不见。爱福，不是我这个当大哥的说你，怎么还置气啊？邢辉再怎么说也是你侄子，你不愿意出银钱就算了，没人逼你的。以后你侄子有出息也会帮你一把的。听大哥的话，今天晚上先住下来，你先带着孩子在这里再收拾一下，我们先过去一趟，再回来接你。大哥看到没有，二叔一家为了你成亲不出银钱，连夜就搬走了呢。以后可别忘记谁对你好，谁对你不好。哼！罗星辉冷哼一声，什么都没说，转身进屋去了。这挑拨不要太明显。关小妮生气，但也没说话。爷奶，你们愁拿不出来刘家要的银子，不如从别的地方入手。星飞姐姐不是在找婆家吗？在镇上或者县里找一个。凭星飞姐的样貌，要是要100两，还能多出来不少呢。此话一出，黑暗中赵氏与罗六的眼神瞬间亮了。家里现在东西不全，要不一会儿您跟我一起去县里，咱们买点东西回来吧。好，我跟你一起去。我也去，帮你们拿东西。饭后各自分头行动，罗星磊3人一起到了县里。小磊，你有事就去忙，我和你二哥去买东西就行。娘，该买的东西就买，别舍不得银钱。我就先去忙啦，你和二哥买完不用等我。好，自己小心点儿。知道啦。跟着关小妮拿东西，母子2人买了不少东西，但都是家里用得上的，大多都是灶间需要的。买完没耽搁，就直接回家去了。你们2个是不是累了？娘，我们不是累了，是发现家里有好多布，我们不敢出去，只能在这里守着，怕布被偷了。布？哪里来的布啊？娘，你们走后，我本想着屋子有些潮湿，想将小磊的被子拿出来晒一晒，就发现他被子里面放了一匹布。咱家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布好多，我们怕被偷了就没出去，一直在院子里守着呢。行了，我回来了，家里有人了，你们要去玩就去玩吧，这布丢不了，等小磊回来问问就知道了。小磊啊，你炕上有匹布，怎么回事啊？昨天和大哥带回来的，我有用。行，早上你姐和星笑发现家里多了布，都不敢动，在院子里守着我回来才出去的。明天我回来的时候带几把锁，出门把门锁上就行了。关小妮迟疑了，村里没人用锁，因为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他家锁有些个例吧。我们刚搬过来，还不知道老宅那边什么情况，若是奶他们想过来顺点东西走，娘，到时候我们还能抢回来吗？与其那个时候吵架，不如早早的防患于未然呀。也好，你这孩子乱花什么钱呢？我不是说了我买了吗？我知道您肯定舍不得花银子买东西，定然是挑这些重要的买，我买的这些也是家里需要的。行了，以后别乱买，家里银子够用，你自己赚的自己留着。我知道的，娘，您就放心吧。你买这些东西干什么？拿回来这么多，被老宅那边看到，指不定怎么说呢，可能会过来抢的。他不是不孝敬老人，只是不想用自己闺女赚的银子去孝敬老人。而且昨天晚上的事情他可没忘记。再说小磊也没有在赵氏和罗六身上得到过长辈的关爱。娘，我这么想的，你看家里人身上的棉衣肯定都不怎么好了，
爹总出去干活，需要穿好点，不然动出好歹，以后受罪的不还是爹吗？大哥现在也去县里干活了，那就更不能差了。二哥和星校去学堂也很冷，自然也不能冻着。姐是女孩子，那就更不能动。娘是咱们家主心骨，自然要好好的。所以说起来呀，娘可以用新棉花给我们缝制棉衣啦。你这孩子还挺会找理由。我说的都是实话，身体好才是省钱。若因为只穿旧衣冻生病了，到头来买药也是要花钱的，还遭罪。不如早早的就保护好自己。咱家有小大夫，不用花钱。买药需要的呀。娘，都已经想好办法了，咱们里面做好了，外面还是用旧的。你是不是在买的时候就想好了？那当然啦。赵氏是什么人呢？他买之前就想好了，外面还是旧哇哇的，里面都用新的，被子也一样，里面用新的，外面还用旧的。晚上睡觉，赵氏也不来他家看，舒不舒服只有自己家人知道，这就行了。你要不先将东西收起来，这一下拿出来太多了。这2天咱们刚搬新家，人过来串门的，万一传到你奶耳朵里。娘，你先将给大哥做衣服的布剪出来，其他的我收起来。行，你这本事不能让别人知道，也不能在别人面前显露，知道不？放心吧娘，我不傻。二姐，你怎么来了？我来找东西。看着附近的一群孩子，大的就如罗星梅这样的，小的比罗星笑还小，3岁的样子。你们谁能给我找到带颜色的草或者其他东西，明天让星校给你们带糖水喝，好不好？好，我知道，我这就去找。小磊，你找那些干什么？染布。很快的，第一个跑开的孩子就跑了回来，手上拿了2种草。明天让星校多给你喝点。现在能喝到糖水，对孩子们来说都是幸福的。听到罗星磊的话，男孩整个人都兴奋了，又跑去找。很快的，其他孩子也都回来了，大家手上乱七八糟的都拿着草，有些重复了，有些是没见过的。哎呦，什么东西这么香啊？是大骨头汤，这就可以吃了。我来盛，你们往屋里端。好。关小妮盛，罗星梅、罗星磊慢慢的端。很快罗星平回来了，手上拿着几本书。饭刚刚端到炕上，罗星强也回来了，手上竟然还拿着油纸包，远远的就能闻到香味儿。大哥，你拿的是什么呀？掌柜给的一只烤鸡。娘，这是酒楼给的新衣服。酒楼还给衣服？东家说有的。在那里好好干。我知道的，娘，放心吧。罗星强重重点头。罗星磊今天买了一个油灯，晚上大家便围着油灯喝汤吃馒头，个个都十分开心，更多的是满足。尤其罗星笑人小，喝一口就忍不住说一句：真好喝，逗得大家直乐。星瑶，你这伤怎么弄的？谁打你了？我自己磕的。二叔，我想跟您借点银子。你先别急，先别急。二叔，我娘跟星珍一整天都没有下炕，都是迷迷糊糊的，奶不给他们饭吃。我想给娘和星珍拿，奶也不给我饭吃，最后连水也不给了，说我娘是懒婆娘。二叔，您借我点银子吧，我一定会还给您的。我就想给我娘和星珍看病。你别太着急，不是我们不给你借钱，我们可以给你要。星强哥，这银子你拿回家，若说要带大伯娘去镇上找大夫，大伯父能让你去，恐怕到时候你连银子都保不住。这小纸包里有3粒药，你和大伯母、星珍姐每人1个。这个小药膏擦在有淤青的地方，最好轻轻揉一揉，这样吸收得更好。若是明天大伯母还有哪里特别疼，你明天晚上再过来跟我说。谢谢。星阳哥，将东西好生收着，别被别人看到了。我送你回去，天黑了，我送你到门口，你自己进去，我不进去。谢谢二叔。现在你太爷爷、太奶奶还在世，若真有处理不了的事情，
可以去五爷爷家找你太爷爷太奶奶，相信他们不会不管。娘，要我说你也别缝了，明天白天再缝。反正大哥现在也有穿的衣服了，也不着急。眼下咱家最着急的是没有桌子。是啊，咱家没桌子，咱们村也没有木匠。不过你外婆家村里倒是有，不行改天我去一趟你外婆家。不用那么麻烦，我有办法。行，只要不是买回来的，随你这丫头折腾。娘，为什么不能买？咱们刚分家，现在就买桌子太惹眼，而且我觉得用不了2天，他就会来咱家打秋风。他是谁啊？是奶，奶到时候肯定会过来看的。所以啊，咱家还是破破烂烂的好。一大家子不由齐齐大笑，十分开心。第二天，我看咱家没院墙不行，那明天我拿篱笆扎一个。篱笆墙和没院墙有什么区别啊？我的意思是建个实的，外面看不到院子里，院子也看不到外面。咱家小磊有本事，我看他昨天就开始捣鼓那些颜色，今天下午染了布，就在外面放着呢。万一被人看到就不好了。行，这事儿你别担心，我过几天找人砌院墙。不过明天我要去镇上。要不先别去了，咱先将院墙砌了。我想先送邢平和邢笑去学堂。关小妮想了想，起身去一边炕角，在干草上扒拉了一会儿。用这个银子去交吧。哎呦，哪儿来的这么多银子？小磊给的。小磊让我拿去买家里用的东西，我没买。结果那丫头可能知道我舍不得，自己动手买了不少。我把银子还给她，她不要，非让我拿着。小磊前天也不知道从哪儿拿回来一匹布，是兴强给抱回来的，布的颜色不对。小磊昨天就开始折腾了，今天下午将布染出来就放在外面，我怕被人看到，让新平给挪到他屋里去了。这一匹布要是都敢拿出来晒，恐怕很惹眼呐，被人看到传出去，娘过来要，你说给不给？我看小磊折腾出来的有大红色，正好赶上幸会成亲。这若是不给布，到时候肯定闹得不愉快。这若是给，东西是小磊的，我不想孩子心里不痛快。银子你好好收着，学堂每个月交钱，咱家的钱还剩下吧，到时候用那个交，回头再交，中间还有时间我去赚，小磊的钱给他留着。爹，娘，这是怎么了？爹，娘，我不是你们亲生的吗？这一瞬间，他看到关小妮脸色变了，眼神也变得有些慌乱。你瞎说什么胡话？他还记得这孩子3岁的时候闹出来的那些事儿。后来小妮回来哭了好久，虽然白天看到孩子不理睬，可是晚上回来总在自己被窝里哭。那样的状态持续了半年多，小妮才慢慢缓过来。你是不是睡迷糊了，又开始乱说话？你怎么不是我们亲生的？既然我是爹娘亲生的，那为什么我赚的银子爹娘就不愿意花？难不成我赚的银子不是银子吗？这关小妮原以为他知道了什么，心中还有些紧张。听到他问出来的话，提到嗓子眼的心突然就放下了。你还是个孩子，我们是当父母的，给你二哥和小弟上学堂的银子怎么能用你的呢？怎么不能用我的？难道我不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吗？你这孩子怎么还生气了？爹娘也没说不用你的银子，就是想着等需要的时候再用。最近家里还有些银子的，用不上你的啊。娘，我看起来像3岁孩子吗？那以后你给的银子就让你娘用，给你爷奶那边的，爹不用你的。好，好好好，娘用你的银子。娘，我晾在院子里的布呢？我让你二哥放到他屋里去了，那个屋子大，你去睡吧，没丢。明天就让你爹将院墙慢慢的砌起来啊！关小妮催促他，罗新磊就出去了。第二天，罗新磊则第一时间去了马家。今天就是开刀的日子，血块已经移到了肩膀处。看到刀，马老夫人就紧张。小磊丫头啊，会不会有事儿啊？你放心，你睡一觉醒来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啦。
罗新磊一个劲儿地安抚着马老夫人，然后边跟她聊天，手上拿着一个小瓶子在马老夫人鼻下晃了晃。马老夫人还想问什么，突然就没了意识，直接睡了过去。丫头，没事吧？别担心，这是麻醉用的，我专门调配的，就算开刀，老夫人也不会感觉到疼。醒来之后会有一点点疼，但没多大影响的。他手上拿着的匕首闪过一丝寒光，马老板站在一边都要紧张死了，连大气都不敢喘。罗新磊却是十分淡定，拿刀的手极稳，下刀快准稳，刀下血流出来，随着出来的就是血块。他甚至还空出一只手，拿过一边的空碗，将血接进碗里，然后又快速缝合伤口，上药包扎。血块出来了，不用担心，老夫人没事儿。好，真是麻烦你了。马叔客气了，这里面是伤口的药，后天我会过来给老夫人拆线，这2天可以小范围的活动，不可有过分的举动。拆完线后过2天就没事了。好，谢谢。马老板是真的感动，想想前几天别的大夫还让他为他老娘准备后事呢，现在他娘就没事了，那种感觉别人体会不了。马叔您就别客气了，救人是大夫的本职。再说了，您还给我哥安排工作，而且晚上还让我哥带东西回去。马叔以后就别让我哥带了。没什么东西，有时候店里准备多了，我会让他们回家的都带，不回家的便留在店里吃。他们跟着我干，我自然不能亏了他们。马叔，给你看个东西。这是什么？你细细摸一下手感。这该不会是那匹布吧？就是那匹布，目前我只找到了这几种颜色，但也能够解决颜色问题。掉色吗？您可以试试。没有，真的没有。丫头啊，你可是解决了大问题。你是不知道现在很多布都掉色，所以平常也不敢染太深的，因为容易褪色，越是好料子颜色越浅。若是粗布染了深色，掉色还不是那般严重。你这若是不掉色，将那些浅色的好料子染一下，到时候大家肯定要疯抢啊。那就恭喜马叔生意兴隆啦。都是你的功劳，都是你的功劳啊，丫头。这时从院子外走进来一个少年，墨发束冠，一袭淡紫色衣袍，长相英俊，面带笑容。爹，发生什么好事了？谁的功劳？子轩，你回来了。爹，这位是？这是小磊，是个小医神，你奶奶的病就是小磊给医好的。小磊，这是我儿子马子轩。你好。小医神好。怎么样，小磊很厉害吧？是很厉害，让深色不掉，布庄的生意怕是不用愁了。是这样的。奶奶如何？刚刚小磊给你奶奶医治过了，等你奶奶醒来再休息2天就没事了。那便好，我进去看看奶奶。马叔，布料的事情您记一下手上有多少匹布，我回家之后将颜色对好，到时候给您带过来。染色很简单，我可以教你布庄的人，我家里人手不够，染那么多布肯定来不及的。好，你能帮我这么多，我已经很感激了。你先准备东西，后天过我告诉你多少匹布。没事，我便先走啦。罗新磊提出告辞，离开马家后往李兴铺子去。走在路上正出神，犹豫着这2天要不要再去刘家看看情况。小姑那边的事情还没解决呢，他专心考虑着，连身后出现马匹疾驰的声音都没有听见。直到马匹靠近，他听到了，可整个人也愣住了，身子如定住一般，大脑连思考都没有。眼看着马儿越来越近，他就要成为马蹄下的冤魂。近，很近，近到他能闻到马儿身上传来的味道。马上人的嘴里还恶狠狠地骂着：滚开！千钧一发之际，他听到耳畔传来一个极好听的声音：小心！紧跟着他被大力撞开，有股淡淡的檀香味儿在鼻尖萦绕，身子也在一个温暖的怀里，只是自己的背被结结实实地撞在石板地面，
后背冰凉的触感以及刚才触地瞬间传来的痛感，让他整张小脸皱了起来。你刚才推开他的少年张口刚说一句话，嘴里的血便已经顺着嘴角流了出来。罗星磊看到他嘴边流出来的黑血，瞳孔一缩，他中毒了，而且很深。闭眼仿佛在沉思，片刻之后又睁开眼。是不是撞到哪里了？这时从后面跑来一个60-70岁的老头，已满头银丝，冲上来看了少年一眼，见少年没事儿，明显松了一口气。然后见少年的眼神在罗星磊身上，他慌忙上前将罗星磊从地上扶起来。扶人的瞬间，手已经搭在罗星磊的手腕上给他把脉。这动作罗星磊很敏感，他下意识地抬头看着老人。老人冲他咧嘴一笑，手收回，得出结论：没事，就是身体营养不良。谢谢你们。以后走道不要想事情，想得那般入神，很危险。罗星磊点头，认真地打量起眼前的少年，眼底闪过一丝惊艳。这少年给人的第一感觉是美，第二感觉极美，第三感觉太美了。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美貌的男人？少年一袭白衣，将有些病态的脸衬托得越发白，五官清秀却不失英气。他眸子很淡，仿佛世间万物都让他提不起来兴趣，万物在他面前皆失色。他即便是安安静静地站在大街上没说话，身上那种傲然挺立的气势与这小小的街道有些格格不入，他便宛如神奇，凌驾在众人之上，看尽世间万态。我说小姑娘，这是大街上。我知道呀，刚才谢谢爷爷扶我。不，刚才跟你说的不是这件事情，我是想问你身体好了，最近可有难处，我们可以帮你。啊？数日前我与杨公子一起路过山里，看到你倒在山上，当时还喂你吃了一颗药，因为那日有急事便先离开了，还想着能不能活下来全看你自己的造化了。那是他穿来那日醒来的时候，他就感觉自己嘴里有药味儿，果然是有人给他吃了药，还是眼前之人。那算起来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加上今天的这恩情怕是还不清了，2条命他怎么抵？谢谢。二位看着不像本地人，可否有落脚的地方？我想请二位吃顿饭。不必了，就你随手为之。小姑娘，我也先走了。他只不过是想谢一下对方的救命之恩。那个少年似乎是误会了什么，人都走了，罗星磊便也不去追，若是有缘还会再见的，他心中想着。可没想到缘分到得非常的快，他没去刘家，而是想着在县里先买一处宅院，不需要太大，2进最好，若不是2进，那便小一点也没关系。思索着，他回到了药铺。丫头啊，你可回来了，今天来找你看病的人可多了。啊？今天早上魏大人来了，你还没来。魏大人说这次你医治瘟疫有功，赏赐了银子，还有不少其他的好东西呢。不过这东西还没到，魏大人今天过来是想问问你，愿不愿意进宫去当御医？傻子才去呢，他又不为名，只图自己舒服，为什么要给自己找罪受啊？魏大人呢？魏大人先回去了，没等到你，说这衙门有事儿就先离开了。不过听说下午还会过来的，我和你李叔不知道你今天会不会来，还没敢说呢。我下午等魏大人过来。哎，好。哦，对了，这瘟疫是咱们仁济药铺出的药方，这件事情现在在外面已经传开了，今天来看病的人不少，都开始排队了呢。看来李叔是真的该找几个人来帮忙了。谁说不是呢？瘟疫的事情传开了，这些人都是来找你看病的。李叔，早点招人吧，你一个人可忙不过来。再说你是大夫，应该以看病为主。我这医术不行啊。那就学呀。李叔，这可是你的药铺，万一我有事不来，
这里谁来做堂啊？因为李兴是长辈，有些话他不好说，但今天是个机会，他要提醒李兴一句。在李兴发愣的时候，罗兴雷已经上前坐好，第一位客人早就坐在对面等着。见罗兴磊来，态度十分恭敬，将自己的手伸了出来。这位客人不是因为听到消息来的，而是昨天家里有邻居来仁济堂看病的，回去吃了一顿药后就有好转，今天他便立马来了。他来的时候还没人，很快的就来了不少人。这打听之下才知道，仁济药铺的大夫竟然就是治好瘟疫的大夫。看了有10个病人后，掌柜的来了，满脸傲气。在看到正给人把脉的罗兴磊时，眼神变了变，颇恭敬地对着罗兴磊弯腰。神医，我那边有位病人不易移动，可否请神医移步问诊？罗兴磊给人把脉，也听到了他的话，嘴角抽了抽，没理会，上来就直接说让他移步。那剩下的病人怎么办？这人还真是霸道。这次又十分认真地对罗兴磊道：神医，我那边有位病人，情况很急，不易移动，可否请神医移步？排队。来掌柜，你没听到神医让你让开吗？想看病就去后面排队去，这么多人等着呢，不能因为你的身份就开了先例。神医。排队。罗兴磊也算是卖他是同行的面子，又说了一句。来掌柜皱了皱眉，到底现在是有求于人，没敢多说，直接离开了。很快的，又有人来插队。如罗兴磊所想的，是个有钱的。病人倒是来了，就是不想等，想直接插队看病。对方十分嚣张，一个紫衣姑娘带着另一个脸色发白的姑娘。紫衣姑娘直接将鼓鼓囊囊的荷包扔在罗兴磊看诊的桌上。你快给我姐姐看看，她很疼。排队。啊，你说什么呢？排队。你知道我是谁吗？竟然敢让我排队！告诉你，我爹可是石明德，你还敢让我排队？罗兴磊皱眉，没想到这么早就流行我爸是李刚，石明德是谁？他不认识。排队。你看不看？你说不给我姐姐看病，我便拆了你这破药铺！小丽，别这样。紫衣姑娘立刻不说话了，撅着嘴，一副十分委屈但我不说的表情。神医实在对不住啊，妹妹被家里人宠坏了，并无坏心的。色发白的姑娘走到桌前，直接坐在罗兴磊的对面。这做法倒是与来掌柜挺像，他竟还主动伸手放在桌面手枕上。罗兴磊没动，就那么淡淡的看着他。姑娘发现不对劲儿，脸色越发难看。你这大夫怎么回事？赶紧给我姐姐看病啊！你没发现她很疼吗？他看得出来，对面的姑娘就是来姨妈了，痛经而已。大夫，您先给石姑娘看吧，我们不着急。这位是石家大小姐。规矩就是规矩，不可破。李大夫，并非我有意插队，实在是腹痛难忍。小祖宗呀，那是石家大小姐，要不你先给她看行不行啊？石家很厉害吗？不是厉害不厉害，石明德是白宁县第一大粮商，白宁县每个镇几乎都有他们的粮铺，很多人不敢得罪石家呀。可是这才刚开始。李叔，你让我现在破了规矩，以后有点钱的人就来直接扔银子，也不用排队，到时候又该如何？李叔，刚才来庆堂的掌柜也想插队，我可是让他走了。现在来个石小姐就想插队，之后呢？现在起就得立规矩，大家知道来我们这里看病必须要排队才可以，就不会有人拿着银子来插队。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以后省去不少麻烦。